我一觉醒来，竟然多出了一个老婆，还是娇柔惹人怜的古装女子。就在家里断粮揭不开锅时，我却随手拿出了一袋东北大米。相公，你终于醒了，好点了吗？没事，我只是肚子有点饿，麻烦娘子去给我煮点米粥吧。对不起，相公，家里已经没粮了，我这就去村长家干活，换点粮食回来。李青莲是楚尘的秀才老爹花2文钱娶来的媳妇儿，刚嫁入楚家，秀才老爹就驾鹤西去，他更是整日挨楚尘的毒打。我靠，这是我一个外卖员能拥有的爱情吗？大夏朝又是什么朝代？怎么从来没听过？靠女人去挣钱来养活自己，还真是混账啊！不仅输光了老爹留下的家产，连这么娇柔可人的老婆也下得去手。楚尘来到厨房，看了眼空空如也的米缸，真是穷啊，还欠一屁股债。果然小说里都是骗人的。就在楚尘快要绝望之际，眼前白光一闪，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个现代的大型商场。卧槽，难道这就是我的金手指？我特么带着个大型商超过来了。楚尘走进一家超市，取了一袋东北大米和一些杂物，便回到了房间。李青莲满身疲惫地回到了房间，看着躺在床上的楚尘，叹息了一声，朝着厨房走去。房间里，楚尘咧着嘴看着眼前这个惊慌失措的人。怎么了，娘子？厨房里面有阿飘，那些东西米糕满了，还有肉。不要怕，都是我带回来的。你带回来的？你哪来的钱买东西？而且也太浪费了，普通人家哪能买那么多精米？去做饭去，那些精米是一个姓袁的老神仙给我的。看着一脸温柔的楚尘，李青莲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了下来。她想到了一个可能。相公已经把我卖了吗？不然哪来的钱买粮食？哪有什么神仙朋友？我知道你一直嫌弃我瘦小不能干活，卖了也好，也能让你吃几天饱饭。不过你以后别这么奢侈了。在李青莲想来，这可能是和自己相公吃的最后一顿饭。楚尘一个闪身搂住了李青莲。娘子，你这都什么跟什么呀？青莲，以前是我不好，现在赌方的那一顿打给我打醒了，我再也不是那个混蛋，我一定会给你这世界上最美好的生活。而且那个姓袁的白胡子老爷爷教会了我许多的东西。李青莲一脸不可置信地感受着这个男人的怀抱。如果这是一场梦，她希望永远不要醒来。难道他真的变好了？安抚好李青莲，楚尘随手从商超空间里拿出了一只玻璃杯。这个世界应该还没有这玩意吧？应该能卖点钱。之所以只拿出一个玻璃杯，是因为楚尘知道，在自己羽翼未丰之前，空间绝对不能暴露出去，不然自己怎么嘎的都不知道。吃饭了，相公。楚尘看了一眼李青莲端上来的一碗连米都看不见的粥，楚尘感到一阵无语。看来这是穷怕了呀。在李青莲讶异的目光下，走进了厨房。不一会，楚尘就准备了满满一大桌。在楚尘的强烈要求下，李青莲吃得很满足。她这一辈子也没吃到过这么好吃的饭菜。此刻她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毕竟在大夏朝这个封建社会，君子远庖厨可不是闹着玩的，哪有男人跟女人做饭的？独此一家。相公，这是真的变了呢。夜晚，两人合衣而卧。初冬的夜晚有些冷，楚尘轻轻地搂住了李青莲。成亲1年多，相公都没碰过我。马大婶不是说这是因为相公那方面不行吗？这可如何是好？我原本只是去商场送个外卖，却意外把整个商场带到了。正准备拿着玻璃杯去城里换点钱粮，却发现连城门都进不去。娘子，你醒了？相公，对不起，我昨晚太累了，所以起来晚了。没事，娘子你再睡会，我去城里一趟。这天真他妈冷。天真是谁啊？他母亲冷，关我们什么事？去城里？相公，你还要去赌坊吗？去赌坊干嘛？我伤还没好利索呢，干不过。昨晚我又梦到那个老爷爷了，他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我去赚点钱回来。相公，你伤还没完全好，怎么能让你出去赚钱？
你还是在家里休息，让我去吧。看着这么体贴的妻子，楚晨突然觉得送外卖什么的好像不香了。告别了李青莲，楚晨朝村口走去。大侄子，你伤还没好利索，就又想着去镇上翻本。来人是楚晨的二叔楚大壮，年轻时参过军，退伍回来就在家种田，日子过得也挺清苦。自从楚晨的秀才老爹走后，就一直是二叔帮衬着。二叔，你怎么来了？我是去青云城里，不去镇上赌坊。去城里，难不成这小子要把青莲卖了，还镇上土方的银子？不行，不能再让这小子反悔。那个，我刚好也去青云城，一起吧。那太好了，到城里我请您喝酒。楚晨看破不说破，估计是自家娘子把二叔叫来的，换作原身，还真有可能把李青莲给卖了。马山村离青云城足足有20多里的路的距离，两人差不多走了3个时辰，才来到了青云城外。你也该锻炼锻炼你的身体了，这么点路，你累得像个小鸡崽子似的。二叔，他们排队是干嘛？发脸盆吗？外地人吧，进城要交进城费都不知道。不好意思，大娘，我农村来的，请问这进城得交多少钱啊2文钱一位。卧槽，这么贵！小陈，咱们回去。干嘛回去？都快到我们了呀。你有钱吗？我没有，您难道没有吗？钱都在你二婶那儿呢，我哪来的钱？我操，感情走了半天，连城门都进不去。二叔，你在这儿等我，我去上个茅厕。懒人屎尿多，没有也想多。楚晨从自己的空间里拿出了一小麻袋大米，然后又回到楚大壮面前。瞧一瞧，看一看，我二叔带着2升大米去娶媳妇，没想到媳妇跑了，大米便宜卖，便宜卖了。臭小子，你二婶哪里跑了？这大米上哪儿偷的？没等楚晨解释，就围上来了几个人。小哥，这大米怎么卖？完了，自己特么不知道物价呀。楚晨看了看同样一脸茫然的二叔，毕竟这种精米，楚大壮见都没见过，更别谈吃了。这位小哥，我看你这大米品质不错，市场价5文钱1升，给你12文钱行不？大哥大气，卖了。还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子啊！这么好的精米，20文1升也卖得起啊！楚晨没有理会在场的吃瓜群众，和楚大壮朝城内走去。二叔，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就出来。要饭别地儿去，别影响老子生意。你确定要赶我走？不怕你老板扣你工资，炒你鱿鱼？难不成是哪家公子哥微服私访？哟，这位公子要当什么传家宝啊？看好了，当心闪瞎你的狗眼。看着楚晨手里的玻璃杯，伙计眼睛都直了。这玩意也只有京城里面的达官贵人才能玩得起吧？小子，在哪个大户人家偷出来的？老实交代！我去你的，跟你说不上，叫你老板出来。看着楚晨的气势，伙计有些拿捏不准，当即就往后堂跑去。不一会，楚晨就被叫到了里屋。楚晨随手就把玻璃杯子扔在了茶桌上，吓得掌柜定口一紧。小祖宗爱，千万别摔烂了。你懂个鸡毛？这可是我华国制造的钢化玻璃杯，世界闻名的存在。请问这位公子，活当还是死当？死当，速度要快，好不容易从家里拿出来的，要不是小爷我这几天手气呗，也不至于卖这玩意儿。看来这败家子是赌输了，偷家里的琉璃杯来套现了。经过2个半小时的讨价还价，玻璃杯最终以600两成交。600两，这个世界1两银子等于1000文铜钱，600两就是60万文。大米5文1升，也就是说这破杯子能买120万升大米。楚晨提着那600两银子走出了当铺，外面的楚大壮早已等得着急了。你小子进去这么久，我还以为你又去赌钱了。二叔，这个太重了，你提着吧。楚大壮只是随便看了一眼，吓得直接坐在了地上。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大侄子，你在哪儿搞来的这么多钱？昨晚做梦，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他教了我许多法术，我给里面的老板治好了多年的老便秘，这是他给的报酬。我随手拿出一个玻璃杯，这在古代卖出了600两天价。逛个服装店，老板更是不要钱倒贴，家人都以为我拜入了仙家门下。然而1天前，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外卖员。天佑我楚家呀，居然出现了仙人弟子。行了，二叔，你这都念叨了一路了，我们买车去。啥玩意儿？买车？完了，这小子又开始败家了。两人刚走到车马行，就有人迎了上来。
公子是想买马？我们这正好来了批新货，纯正的塞外宝马，日行千里没问题，只要1000两。我操，这么贵！古代劳斯莱斯吗？楚尘不由得看向楚大壮，毕竟是军人出身。最终，楚大壮选中了一匹骡子，加上车套，一共30两银子。两人又采购了200斤大米和羊肉。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世界的人都不吃猪肉，咸骚味重。哟，两位客官买衣服。我说掌柜的，你这店里连乞丐都能进来买东西吗？我说你这小乞丐，这衣服你买得起吗？你就敢摸？看来古代也不缺这种猪猪女孩啊。这店是你的？还敢顶嘴？这衣服我本来看上了的，现在你小子摸过了，我不要了。老板一脸尴尬地看着楚尘，这妇人算是他店里的大主顾。你也不看看你长得这个样子，都特么快胖成球了，这衣服你穿得上吗？买不起镜子还没有尿吗？也不照照才出门。你可离我远点，一股大海的味道，多少天没洗了，我还以为哪里的下水道堵了，这是得花柳了吧？妇人涨红了脸，楚尘的这些新词在场的都听得不怎么懂，但是仔细一想，好像又能够明白楚尘说的什么。老板，刚才我摸过的都给我包起来，他摸过的我可不要，我怕传染。难道真如这公子所说？妇人再顾不得和楚尘争吵，急匆匆地朝一旁医馆跑去。哼，老子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人言可畏。公子简直是神医下凡，一眼就能看出那妇人的病症。这老板难不成跟那妇人有一腿？掌柜的，我见你印堂发黑，脚不虚浮，平时没少光顾人吧？神医啊，你可一定要救救我！这段时间我总是感觉力不从心。嗨，掌柜的无需如此，你这个病嘛，医学上称为临门几支，问题不大。带我回山炼制灵丹，包你药到病除。我这商超空间药店可不少，随便搞点不含糖的，不就解决了？神医，今儿个这些服装我就不收钱了，还请神医赐我灵丹哟。楚尘接受了老板的心意，便和楚大壮往回赶去。大侄子，那个白胡子神仙除了教你医术，还教了啥？还真是人言可畏，说的多了就成真了。楚尘胡乱回应了几声，一转头却发现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跟在后面。会是谁呢？当铺、妇人还是布庄老板？二叔，停车，我要上茅厕。楚尘一路来到小树林，进入了空间里面。这里面应该不缺装备吧？楚尘走进一间装备铺，看着琳琅满目的现代装备，思索良久，挑选了一把匕首和一根电耗子，又取了一把香蕉。果其不然，不一会就有人拦住了去路。小子，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不过，留下3连来。大侄子，一会儿别管我，我拦住他们，你带着银子跑。这二叔还怪好的脸，特么老子一个现代人，在这世界还能让你给劫了？这位武林好汉，何故拦我的车？最近兄弟们手头紧，这位公子借点钱耍耍。你看我们俩穿的这个穷酸样，像是有钱人家吗？哈哈哈，这就不该是你操心的事情，把车留下，你们可以滚了。当铺掌柜给了你们多少好处，你们回去把它嘎了，我家备行不行？你小子怎么知道的？哥几个本不想打人，可惜你知道的太多。看着缓缓逼近的劫匪，楚大壮上前将楚尘挡在了身后。等等，小子，还有什么遗言？想说就说吧，白说爷爷不给机会。大侠，我给你们看一个宝贝。楚尘拿出电耗子，凑到了劫匪面前。楚尘这边刚解决完两人，发现楚大壮那边也已经结束了战斗，正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楚尘。大侄子，这也是那个神仙爷爷给你的？没错，你看看你手中的匕首是否有些不一样？这是传说中的仙器吧？你说是就是吧？喜欢的话就送你了。两人刚临近家门口，楚尘就发现有一道瘦小的身影正在朝着自己的方向翘首以盼。这一幕看得楚尘一阵的感动，当即跑过去对着李青莲就是一个熊抱。二叔还在这儿呢。这个世界还是太保守了呀。楚尘给楚大壮分了些羊肉以及布匹，顺道还给了10两银子。大侄子，这可使不得，无功不受禄。二叔，就冲你今天挡在我面前就知道，你快回去吧，二婶和胡子哥肯定等得着急了。对了，明天叫胡子哥来这一趟。
夜晚，李青莲看着楚晨给她买的一堆新衣服，怔怔的出神。娘子，快去试试为夫给你选的衣服合不合身。相公，奴家要换衣服了。那就换啊，换个衣服不用请示汇报。哎呀，听着楚晨这让人听不懂的言语，李青莲一时间又羞红了脸。楚晨这才反应过来，原主似乎有某种障碍，两人一直没有跨过那一步。原主，你真是个小垃圾。青莲，我们是夫妻，还有什么不能坦诚相待的呢？相公，这个袜子是这么穿吗？对。臭娃子，俺爹说你找俺啥？我操，弟妹，快过来，臭娃子中毒了。说完，楚小虎就冲上去按住了楚晨。正在另一个角落刷牙的李青莲吓了一跳，急忙走了过来。完了，这个也中毒了。说完就放下了楚晨，准备去按住李青莲。李青莲吓得转身就跑，楚晨好不容易才缓了过来。你这个老六，老子是在刷牙，没中毒，特么的别追我媳妇了。咦，那你刚刚怎么口吐白沫？楚晨给楚小虎科普了一下牙膏牙刷，楚大壮也闻讯而来。二叔，猴子哥现在不没事做吗？我想叫他来给我帮忙，1个月给他5两银子，供他吃饭，你看行吗？这货哪里值5两银子1个月，最多1两，不能再多了。10两，但是他如果不听话或者偷懒，我也可以扣除他的银子。没事，你放心，他要敢偷懒，老子打断他的腿。不过10两会不会太多了？那给20两。看着二叔嫌弃自家儿子的眼神，楚晨不由得想起评论区常出现的一句话：不愧是亲生的。哟，听说我们的楚大公子发财了，看来是真的呀，都能吃上羊肉了。来人名叫麻三，是村里出了名的街溜子。没记错的话，就是这人带原主去的赌坊吧？看来是债主找上门了。原来是三哥带这么多人，怎么与村长老婆的事情被发现了？原本就不大的村子被楚晨这一嗓子，大部分人村民都听到了，不少人围了上来。楚晨，你嘴巴放干净点，别他妈乱嚼舌根。说吧，大清早跑我这儿来干啥？这是镇上3河赌坊的龙哥，你欠赌场的银子该还了吧？哟，楚晨是吧？前几日你在我们赌坊借了5两银子，加上利息，一共是8两，给钱吧。8两银子好说，不过老子没有零钱啊，要不你找钱。说完，楚晨就随手拿出了一锭金子，围观的村民都亚麻呆住了。看来这小子是真的发财了。昨天老柴叔他们还看到他是赶着骡车回来的呢。那可不是，今早上我还闻到他家里传出了羊肉的味道。你看青莲身上穿的那可是城里人才能穿得起的衣服。咦！麻三和龙哥睁大了眼睛对视了一眼，还以为这小子拿不出钱，就拿他老婆抵债，可惜了这小娘子。胡子哥，这些人你能打几个？哼，俺吃饱了，全打都没问题。其实把这个金子给你也可以，不过我记得那天对我拳打脚踢的，你们几个都有份吧？要不我打回来，这才算公平吗？哟呵！说完，楚晨悄悄递了一把匕首给虎子。根据大夏律法，擅闯他人室内行凶者，击杀不究。小子，你找死！敢耍老子，哥几个给我抢！你过来啊！古话说得好，常年在道上混的，往往是更懂律法的。龙哥一瞬间就想明白了问题。小子，想炸你爷爷？以为我是第一天出来混吗？有本事你出来！老子就不出去，有本事你进来！150分钟后，看着原本剑拔弩张的几人，却如同小孩子一样在门口对峙着斗嘴。围观的村民觉得没意思，都各回各家去了。小子，你给我等着！有本事你就永远别走出这间屋子！放心，你爹我明天就去镇上，你看我敢不敢？龙哥哼了一声，被楚晨这不要脸的言语气得不行，给麻三使了个眼色，就匆匆离去。楚晨也是暗暗松了一口气。不到万不得已，还不想暴露热武器。不过不解决这个麻烦也不行，看来明天是该去镇上一趟。青莲，我出去一趟，你乖乖待在家里，等为夫回来。还是得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进入空间，不然再把我家娘子吓到就不好了。楚晨进入空间，直接又朝装备库走去。热武器在这个时代太过惊世骇俗，这长刀弓弩应该没问题了吧？楚晨挑选了一把十字弩和一些剑矢，走出了空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赞歌。祝福伟大的祖国更加强盛，祝福祖国的人民天天向上，祝福你我能过上有品质、有尊严的生活，祝福我爱和爱我们的人健康漂亮。我明天要去一趟镇上，为了安全，你这几天就别出门了，也不要跟任何人说我去镇上。相公，你明天可以不去吗？我有点担心。不，青莲，在这个世道，只有深入麻烦才能解决掉麻烦。睡吧，我意已定。第二天，楚尘就踏上了去青牛镇的小路，只不过头上多了一顶防爆头盔，身上还穿着防刺服，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看着走的差不多了，就找了个地坐了下了。谁在里面鬼叫？要你命的人，小心有暗器。小子，赶上龙哥，你答定了。三哥，龙哥好像已经尬了。什么？不等麻伞反应过来，楚尘随手又扣动了手里的扳机，两个小弟应声倒下，麻伞也被击中了腿部，直接倒了下去。三麻子，要嘎掉的可不只是龙哥，还有你。这是什么暗器？楚尘，不，陈哥，别嘎我，我错了，求求你放过我。放过你，长得挺丑，想得到没？陈哥，都是龙哥看上了青莲，所以才让我带你去赌场的，是他们逼我的。好吧，看在你这么诚实的份上，就送你去地下18楼。哦，谢谢陈哥，谢谢。三麻子，下辈子记得戒赌。胡子哥，快来帮忙！咦，楚娃子，这玩意儿你打的？那可不，昨天我在后山拧水龙头的时候，老远就看见他了。这不一大早我就上去装了陷阱，这才搞到的。这时有不少村民也发现了楚尘这边的动静，纷纷围了过来。楚娃子，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这野猪虽然看上去不大，也不是轻易能够抓到的。还有你说的陷阱是什么？能不能教教大伙？村子虽然也有猎人，但大多都是传统的弓箭击杀。如今听说不用弓箭也能打到猎物，都眼红了。没问题，刘叔，我回头就教大家。为了感谢大家对我的照顾，我决定请全村人一起吃这野猪。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几人抬着野猪朝着村子里去。其实这也是楚尘早就想好了的计划，毕竟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就算到时候官府找上门来，这些人也可以替自己做不在场证明。娘子，找个地方把他们养起来吧。相公为什么要养他们？这肉虽然没毒，但是并不好吃呀。没事，我有办法，这可是咱们以后赚钱的路子。自从解决了龙哥和麻三，楚尘就想着如何在这古代挣钱过安稳日子。记得我那个隐藏身份做内容审核的朋友都年入几十亿了，却总是说对钱不感兴趣。最怀念的还是月薪91块当老师的时光，当时觉得他挺能装的，现在看来确实是这样。这种唾手可得的财富，哪有自己慢慢打拼的有意思？既然这个世界的人不会吃猪肉，那么我就先赚一波养猪红利。楚尘这边忙得热火朝天，村长家里却不断传来嗷嚎的声音。德发，你就饶了我这次吧，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才被麻三得逞，我内心是不情愿的呀。你个贱人还好意思说，要不是楚娃子，老子还蒙在鼓里。哼！依大夏律法，为父不忠者，行木马之刑。王德发为了自己的村长名声，并没有报官，出完气后，1两银子卖到了镇上的牙行。谁呀？王叔，是我，楚娃子。楚尘毕竟得罪过王德发，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种村里面的一把手，要搞起事来是最麻烦的。当即就带着一些物品过来拜访王德发，不然等官兵找上门来，第一个给自己穿小鞋的，指定是他。楚娃子，你不去城里发你的财，来我这儿看笑话。王叔说的哪里话，都是误会，我这也是为了帮您熄灭头顶的绿灯。常言道，伸手不打笑脸人。王德发看着楚尘带来的东西，也发不出脾气。你这小子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见外了不是？王叔，我今上午去山里打了头野猪，小子今天来，一是为了昨天的鲁莽赔礼，二来是请王叔去我那儿吃野猪肉。楚尘的低姿态让王德发心里很是满足。全村还是得我王德发说了算，你有钱又怎么样？还不是上赶着来请我吃饭？你小子县城里买回来的吧？镇上的酒可没这味道。上次去城里就买了一点，不过也不多，一会儿给王叔带点回去。王德发觉得楚尘很上道，随即站了起来。
众位乡亲，今日得楚娃子邀请，大家有幸能吃上肉喝上酒，老夫心里很是高兴。大家都知道，楚先生在时就没少为村里做贡献。这楚娃子虽然混蛋了一些，但现在已是浪子回头，以后大家都相互帮衬着点，记着人家的恩德。我操，这老头到底是当村长的人，现在看到自己赚钱了，连自己老爹都成了为村里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了。汤无盐不如水，人无钱不如鬼，果然哪个世界都是一样。各位，楚小子之前很混蛋，但是现在变好了，所以话不多说，敬大家伙一杯。这顿饭也让原本对楚尘还有些嫉妒的村民都纷纷放下了芥蒂，无形中解决了许多麻烦。相公，你这是为了封住大家的口？想不到我家娘子竟然这么聪慧，一眼就看破了。相公，你又打趣人家。我只是怕麻烦罢了，这个世界还是实力说话。第二天一大早，楚尘拖着疲惫的身子再次找到了王德发。楚娃子，来就来嘛，这么客气干嘛？今日找我所为何事啊？其实也没什么大事，你也知道我家那个破烂屋子，所以我想把屋前的空地买下来，重新砌个屋子。王叔，你也知道造房子需要人工，到时候你给村里说说，我开工钱。确实，你那破屋子四处漏风，也该给你家青莲享受一下了。你准备砌多大的房子？买多少亩地？我家周边的那一块空地怎么也有10来亩吧，再一个我准备把后山也买下来，大约50亩左右。50亩，按理是不能给你这么多，但是看在你爹之前为村里做出的贡献，我就允了。门前的空地原本要5两1亩，叔给你做主，就收你4两1亩，后山山地2两1亩，收你1两就行了。我操，特么村长一句话就直接节约了50两，这操作牛逼！那就感谢王叔，这里面除了买地的钱，剩下的是孝敬给未来婶子的。小事情包在叔身上，我马上去一趟镇上，帮你把事情给办了。相公，一路上小心。公子的诗可谓别出心裁。自从在舞台上见到小姐姐的身材，就深深的迷住了我。楚神医，今天我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连小红都说我比昨天的那几人强。你赐给我那个6味皇帝丹，太神了！此人正是第2集里成衣店的老板陶大胖。楚尘进青云城，刚将6味地黄丹交到他手中，就拉着楚尘到这红云馆试药。嗨，陶老板是地黄丹啊？对，地黄丹，不知楚神医能否多赐予我几颗？你以为这丹药是烂大街的垃圾？这几枚都耗费了我全部的精力。楚神医说的是我梦浪了。不知公子对这红云馆的花魁是否感兴趣？嗨，陶老板，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一有家事就不参与这种无聊的诗词选拔了。哟，小子，就你这样还想打罗伊姑娘的主意？穿成这个穷酸样，你会写诗吗？谁家的金毛忘了拴绳子，在这狂吠的这么凶？什么金毛？臭小子！只有诗才出众的才子才能得到罗伊姑娘的青睐，你有种上去作诗。楚神医，要是罗伊姑娘欣赏你的诗才，也有可能不要银子呢。哟，唐诗300首算不算？罗姑娘在下不才，吟诗一首，望姑娘品鉴。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有趣，这是何等诗才？小芳，快去请这位公子过来。不一会，小芳就找到了楚尘，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朝里屋走去。这位小姐姐，你找我？小女子罗伊见过楚公子。女子不仅身材极好，还长着一张祸国殃民的脸，一颦一笑都带着独特的魅力。这一下直接把单身20年的外卖小哥楚尘给整不会了。嗨，罗小姐，很高兴见到你，请多多指教。咦，这个人好有趣，这是什么奇怪的打招呼方式？公子的诗可谓别出心裁。自从在舞台上见到小姐姐的身材，就深深的迷住了我。再配上你这张祸国殃民，配上你这绝世容颜，让我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呀。楚公子倒是直接，与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不同。不知公子家住何处，可有功名在身？古代版相亲，一上来就问工作问住处，村来的并无功名。农村是何等仙家福地，竟然能出此等绝世诗才。小姐姐，你叫我过来是要深入交流。何为深入交流？天下的男人都一个样，谁叫我身处这红楼之中呢？哼！我这只是随便问问，怎么这么大反应？
要不你说个数，我把你赎回去，给我当秘书吧。何为秘书？秘书就是平时跟在我屁股后面帮我处理大小事务的人，有事秘书干。哼，那不就是丫鬟吗？公子愿为奴家赎身，还请楚公子去问问妈妈，我的自由可不能自己做主。楚尘也没多想，毕竟他曾经有个梦想，就是拯救失族。这么好个姑娘，给她赎身后就放她离去吧。哎呀，公子，罗伊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至今还未被人染指。你这么一来就要分离我们母女，我可如何舍得呀？不过棒打鸳鸯这种事是会折寿的，看在你那么喜欢罗伊的份上，就拿2000两吧。但是娶回家可要好好待她。楚尘被这老妈子的演技秀得头皮发麻，不过想到自己娘子还在等着自己，当即也不啰嗦。此乃我从波斯得到的琉璃杯，花了3000两白银，由此抵价如何？什么？你用这么珍贵的琉璃抵2000两？此话当真？老妈子生怕楚尘反悔，当即就将罗伊的卖身契交给了楚尘。这封建时代的人真不值钱，一个破烂就能换个美女。好了，罗姑娘，你自由了。公子这是要放我离开？姑娘请自便吧。既然公子不要奴家了，奴家只好以死谢恩了。这古代人是不是缺心眼啊？非要跟着自己？要是让青莲知道自己出来一趟就落了一方，这好男人形象不就崩塌了？既然如此，罗姑娘就跟着在下吧。明日我在城中安置一套房产，姑娘暂且住下。罗伊也是松了一口气，自古才子配佳人，楚尘的诗才已经折服了从小饱读诗书的罗伊。那啥，这位小姐姐，你跟着我们又是做什么？姑爷，我是小姐的丫鬟，你既然为小姐赎身，那么我自然跟着你们走。这特么还买一送一，万恶的封建社会啊！老板，开2间上房，钱无所谓，一定要干净舒适。相公，1间就行，小芳是丫鬟，该在旁边伺候着。我操，还有这好事？不了，老板，开2间。罗姑娘，你和小芳1间，我自己1间。公子，实在抱歉，小店只剩1间上房了。老板，你什么意思啊？老子是那种出不起房钱的人吗？1间就1间。这一晚注定无眠。第二天一大早，楚尘迈着颤抖的双腿，在城中买了一套房。房子的主人是青云城最大的盐商周世才。楚尘得知后，当即从空间里拿出了一袋盐。不管是在哪个时代，盐这玩意儿可不是随便能卖的。这周老板必然不简单，自己空间里面那么多书店，定有制盐的技术资料。要是与这位搭上线，此生无忧啊！周老板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能买下周老板的宅子，可谓3生有幸。在下对你的敬仰之情，犹如那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楚尘一通别出心裁的马屁，可谓是拍的周世才相当的舒服。这位公子言重了，我周世才只不过一介剑商罢了。周老板，给你看个宝贝。周世才看着袋子里的白色粉末，想到了什么，沾了一点尝了尝，入口咸，没有丝毫的苦味。此等细盐足以让我的家族再次腾飞。敢问公子大名？你这个朋友周某人交了。周老板，在下楚尘，这玩意儿也就我能制作，所以咱们不如合作一番。合作？感情这小子要把制作这玩意的方法攥在自己的手上。楚兄，你可知制作这细盐的方法需要极强的力量才能保得住啊？这老小子敢威胁自己。周老板，再给你看个宝贝。说罢，楚尘就掏出了香蕉，吓得周世才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再看院墙上面已经被打出了几个透光的小洞，周世才心中大惊，他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这么随手一指就能射穿院墙，难不成是仙人将士？特么的，我刚才还威胁人家。周世才不知仙人降底的多有得罪，还请仙人饶命。我这就成仙人了，难怪不管任何时代神棍都这么多，哪怕自己之前那个世界也不缺这种人。周老板这会儿觉得我能否保住这制盐技术？周世才自然不敢再说不字，不仅退还了买房子的钱，还和楚尘谈起了合作，最终商议3个月后去马山村做交易。楚尘回到了房间，给了罗伊1000两银票。我有事今天就要走了。难道相公把自己买下了，就为了这一夜温存？不用了，相公，妾身这些年也攒下了一些银子，相公能够隔3差5来看看我们2姐妹，就知足了。咦，这年头还有人不要钱的？难道是我长得太帅了？楚尘找到了在成衣店等了自己2天半的楚小虎，一起朝青云城最顶级的匠人常威家走去。请问常威先生在家吗？我爹说他不在家，你走吧。那你去问问你爹，他什么时候回来？一张现代建筑图纸出现在古代顶级匠人面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原本只是一个普通外卖的肉品，意外带着整座商场来到了，不仅多出了一个娇柔可人的妻子，更是凭借一首李白的古诗获得了花魁的青睐。小伙子，我家来自刚才多有得罪，还望海涵。劳烦问下，这图纸你是从何得来的？看着常威那凌厉又充满压迫性的眼神，楚尘不由得暗暗咂舌。看来这古代匠人对设计图纸的喜爱，丝毫不亚于现代男人对车的执着。
回城先生，这是小子自己画的。什么？敢问公子是哪位先生的传人？居然能够设计出这么新颖而合用的房子？我师夫人送外号鲁班7号，他老人家早已退隐江湖，江湖上已没有他的传说。是我孟浪，此等世外高人，又岂是在下随便能见的？不知小师傅前来寒舍是为了摸子事？楚尘说明了来意，常威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楚公子就冲这份图纸，这活老夫就接定了，明日便去公子家探测地形。告别了常威来福父子二人，楚尘就和楚小虎赶着骡车往回赶去。小娘子，你家相公连嘎树人罪大恶极，既然他不在家，你就先跟我们走一趟吧。难道是相公的事情暴露了？相公，你可一定要躲远一些，一切因果就由奴家承担就好了。两位差爷是不是弄错了呀？楚娃子可是咱们马山村的大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作奸犯科的事？小逼逼，不然连你一块抓走。刚赶到家的楚尘见到这一，急忙走上前去。两位差爷，这是做什么？哟，你就是楚尘，我是清流镇捕快刘二。本月初8你在哪里？这位官爷，小子20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守法公民，难道哪里做出了贡献？差爷要带我回去领奖。你们村里麻三还有三河赌场几人惨嘎在山林之中，与你有无关系？初8我在后山打野猪呢，我们全村人都可以作证。对呀，初8那日我们都在此地吃饭，无人出村。难不成不是此人？估计是这楚尘得罪了三河赌坊巴金这家伙，又是他们老板的小舅子，特么你报复就报复，拉上我干啥？大野猪，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乖乖跟我回去，去我们头那儿去说清楚吧。事情还未问清楚，你急什么？抓错人怎么办？菲菲，牛哥，我姐夫可说了，此人必须得抓，要拦我。牛二一时语塞，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捕快，感情这三河赌坊跟官府有勾结，全村人都能给我作证，官爷还有话说。谁知道你们他娘的是不是川公？穷山恶水出刁民，先跟我去见过我们捕头大人再说。巴金，这好像不符合规矩吧？规矩，牛哥，弄清自己的身份。相公，你不能去。放心，在家等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安抚好李青莲，楚尘配合的跟着牛二朝着青牛镇走去。二叔，你说的那人真有那么神奇吗？八皇子，老夫这辈子从未见过此等品质的戏言。楚公子乃当世奇人。咦，那不是楚公子吗？停车！楚兄，这是去哪儿？怎么还有2官差？见眼前这人跟楚尘热情的打招呼，巴金意识到有些不妙。这位贵人，此人乃嘎人要犯，我二人正将他带回镇里审问。楚兄弟，你嘎人了？杀的谁？周老板，你看我这手无缚鸡之力，哪能嘎人？楚兄，你可别开玩笑，不就嘎个人吗？对于你来说，杀了就杀了。人你们就不用带往镇里了，交给我吧。这位贵人，此人是杀人犯，还请不要为难在下，请问贵人如何称呼？二叔，这是怎么了？公子，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楚尘，他似乎遇见了一点麻烦。楚兄，这位是我家少爷周恒。小子楚尘见过周公子，这人有些霸气侧漏，连周世才都如此敬。楚兄客气，此次前来叨扰了。楚兄，我家公子看过你的宝贝后，就急着来见你了。无妨，只不过2位今天要空手而归了，你们当之言那么简单吗？商场里面的可是要留着自己用的。没事，那还请楚兄前面带路，前往你家叨扰一番。站住！在我这青牛镇打完人就想跑，你们是活够了吗？敢冲撞公子，杀无赦！楚尘带着2人来到了自己家里。青莲，这位是周老板，这是周恒公子。楚兄，看不出来呀，你这房子虽然破败，但里边住的人可让哥哥羡慕。让各位见笑了，家里条件简陋，大家将就着坐一下吧。青莲，去端些凳子过来。相公，这是怎么了？家里哪有多余的凳子啊？看着一脸为难的李青莲，楚尘这才反应过来，当即走进屋子，从空间里拿了一摞塑料椅子后走了出来。咦，楚兄，你这凳子很是新奇啊，这是什么材料？这个嘛，我称它为塑料板凳。楚尘给众人解释了一下塑料后，又从空间里面拿了一些东西，在院子里煮起了火锅。屋里条件有限，新房子还没砌好，就委屈一下吃个便饭。楚兄，这瓶子居然是琉璃做的。嗨，这酒可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也就是周老板的到来，我才舍得开。楚兄，这吃法我还是第一次见，可有名字？这叫火锅，里面加入了重庆产的火锅底料，又名重庆火锅。楚兄，你这精研成本如何？特么的，你二叔叫我楚兄，你也叫我楚兄。目前我还不能大量的产出，成本嘛低到你难以想象。是周某心急了。不过楚兄，有些事情你可能不明白。我们大夏朝建国100多年，这盐也被世家把持了100多年，大夏子民太苦了。这次你一定得帮我，所有收入我与你5分。
55分嘛，不过盐这玩意儿制作起来并不难吧？楚尘不知道的是，周世才不仅仅是苏商，也是大夏朝的2王爷，皇帝的亲弟弟。而眼前的周恒更是当今8皇子，从小便心系民众，是个口碑极好的皇子。而大夏的普通百姓更是连粗盐都吃不起，只能退求其次买一些发酸的醋补。楚尘和周世才2人谈吐后，又来到了村长王德发家里打听盐矿的事。矿盐，你要那玩意儿干嘛？那可不能吃啊，毒死人！王叔，没事，你就告诉我哪里有就是了，我拿那玩意儿有用。就你家旁边的荒山，不全是那玩意儿吗？王叔，我想将那个山买下来。我从空间里拿出10大菜系的菜谱，交给了老婆，想改善下伙食，却发现老婆居然不识字，于是我选择了晚上补课。娘子，跟着为夫读床前明月光。床前明月光。续接上集，楚尘通过王德发买下了后山的地。相公，听二叔说你把后山买下来是要盖公房。等常威先生把咱们的新房盖好，就盖公房。看你相公带领咱们马山村脱贫致富。相公最厉害了。娘子，一会回娘家就穿这身。啊，相公，你是说要与我一起回娘家？这是干啥呢？青莲，不就是回趟娘家，干嘛又哭了？相公，我是高兴的，没想到你还能想到我父母。嗨，应该的，应该的。对了，娘子，你家在哪？岳父岳母叫啥名来着？李青莲本是龙岩村的一户穷苦人家，父亲是个酒鬼，且重男轻女。李青莲和他母亲从小没少挨父亲的打，为了给新婚的哥哥盖新房，将李青莲卖给了楚尘的秀才人爹。相公，我对父亲并没有什么感情，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娘子放心，为夫带你去装逼。相公怎么老是说些奇奇怪怪的词？不过能遇到屏幕前的相公，真是我的福分。就在李青莲感动的稀里哗啦时，骡车缓缓驶入了龙岩村。咦，那不是李老二家女儿青莲吗？居然驾着骡车回来了。我可听说李老二那杀千刀的，把他卖给了马山村一个败家子，可没少受苦。这难道是被退回来了？此刻，李青莲家门口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村民。李老二，你家青莲肯定是被退回来了，别不相信，骡车马上就来了。是啊，我们都看到了。楚尘的骡车刚到李家门口，李真诚就迎了上来。哎呀，这位就是姑爷吧？果然如亲家说的，一表人才，才高8斗，抖音。父亲，哼，你个赔钱货，是不是给退回来了？姑爷呀，我跟你爹可说好了的，银子可不退呀。这个操作着实给楚尘气愤的不行。作为一个21世纪的有为青年，哪有见过这样的父亲？我说妹夫，这钱可真不能退，房子都建好了，想退可没门啊！这位是岳父大人吧？谁说要退了？李真诚看了眼一旁围观的村民，不退，那姑爷这是……哎呀，爸，妹夫既然不是来退婚，那肯定就是来看望你呀！来，妹夫，快请屋里坐。哎呀，姑爷，快屋里坐！你看我这脑子，我家青莲那么能干，姑爷怎么可能退婚呢？几人迎着楚尘和李青莲进了堂屋，看着楚尘带来的物资，李家几人就差没流出哈喇子。娘，青莲回来看你了。青莲，快给娘看看，姑爷没有打你吧？刘大妹四下打量着李青莲，她可是听镇上的人说自己女儿嫁了一个败家子，整日进出赌坊，回家就打李青莲。她已经不知道为这个可怜的女儿抹了多少眼泪。不过看着这1年多未见的女儿，却是脸色红润，似乎还胖了不少，身上穿的也是富贵人家才能穿上的绫罗绸缎。刘大妹2极管当场短路了，还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全网播呀。没有，娘，相公待我很好，这次也是相公要来看望您，所以我才回来。相公，这是我母亲。看着眼前这个瘦弱的妇人，楚尘都不敢相信这是一个才40来岁的妇人。要知道，如今李青莲才18岁，看来这个岳母在这个家里不好过呀。小婿楚尘见过岳母大人。这一操作一时间让眼前这个农家妇女不知所措，愣在了原地。这女婿对我这么冷淡，对这死婆娘却这么热情，自己这便宜女儿没少说我坏话呀。岳母，这些都是给你买的米和肉，你看你瘦的，也该多补补了。姑爷，来就来，你买这么多肉太破费了，留着你跟青莲吃吧。看来传闻并不假，这姑爷可真够败家的，买这么多米和肉都不知道给我买点酒来。对了，岳父，马车上给你买了一些酒，这可是从西域弄回来的美酒。听闻此话，李真诚顿时来了精神，屁颠屁颠的跑去搬酒去了。哎呀，这还真是败家子啊！这么多东西给李老二，还不如喂狗。难道不清楚李老二是如何待青莲的？我要是青莲，我都得拦着。你们就是眼馋，也不知道这小公子内不内妾。我那女子今年也16了，一会儿可得跟青莲说说。
贤婿呀，难得你还记得我们，以后可得常来。岳父大人，我倒是没事，只不过来不来还不得看青莲的意思，你说对吧？妹妹啊，还是你孝顺，还给娘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衣服，怎么就没给嫂嫂买点？嫂嫂啊，母亲这么辛苦，穿点好的，不正是我们做儿女的应该做的吗？李青莲这一句直接把天聊死了。酒足饭饱后，楚兄，你看我这女儿怎么样？要不你给我5两，我卖给你。我操，这他妈什么神仙岳父？爸，你这是干啥呀？这不就是你姑爷吗？你喝醉了哟？咦，这小娘们不错，是一宏愿的头牌吧？李真诚这一操作，直接将儿媳妇说的红了个大脸，急冲冲的朝里屋跑去。哼，相公，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去吧。岳母，目前我正在起房子，你再委屈几日，待新房子砌好，就把你接过去住。姑爷，你有这份心就好，好好待青莲，就不用管我了，我就这个命。楚晨明白此刻多说也无益，和李青莲相继离去。相公，你真的愿意将母亲接来一起住吗？是啊，我今天也看到情况，你那父亲还真他娘的不是个人。放心，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不会委屈了岳母。相公，你对我太好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傻瓜，咱俩是夫妻，还谈什么报答？来，相公请你吃甜甜的棒棒糖。第二天一大早，楚晨就被常威叫到了施工现场。楚公子，再给我说说那些水电材料呗。还有电居然能够为人所用，那雷公和电母不生气吗？这存水湾真有这么神奇吗？即使把茅厕建在卧室旁边，也不会发臭。我一觉醒来，竟然多出了一个老婆，还是娇柔惹人怜的古装女子。就在家里断粮揭不开锅时，我却随手拿出了一根棒棒糖。娘子，棒棒糖甜不甜？今天的很甜。接上集，楚晨给常威科普了一下现代建材的使用方法。楚公子，这些材料和电器确实很神奇，就是这个化粪池经过3层过滤就没有农家肥了，太可惜了。告别了常威，楚晨走进山里，从空间里拿出一张气垫床躺了上去。楚娃子，你不在家里好好待着，跑这儿来干啥呢？来人叫顾秀芳，是村里的一个小寡妇，丈夫走后和一个年迈的婆婆相依为命，生活艰难，在村里没少受欺负。秀芳嫂子，这都入冬了，你一个人在山里做什么？这不寻思来山里采点山货补贴家用吗？你又是干啥呢？我家里边砌房子太吵了，我出来清静清静。秀芳嫂子，这山里可不安全，你一个女人，万一遇到野猪老虎的，可怎么办？我可比不得你，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不出来弄点，这个冬天都熬不过去了。嫂子，要是冬天不够吃，你就去找青莲，我家里有粮食呢。啊？那感情好，你现在不仅买了车，还在搞自建房。只不过我要是天天去你家借粮，青莲指不定如何想我。嫂子想啥呢？我楚娃子可不是麻三那样的人，你不用顾忌。那麻三怎么能跟你比？不是嫂子我吹牛，我要是想改嫁，早就嫁了。只不过我要是嫁了，我那可怜的婆婆也就死路一条。楚娃子，你这是什么好东西，这么软和？这叫气垫床，斗金多买的。楚娃子，你可真会享受，咋不带上青莲一起？这荒山野岭的放这么一个床垫，难不成这楚娃子跟踪我？楚娃子，你这是在这儿等着嫂子？我特么出来透透气，怎么就变成等你了？跟我这个秋名山车神秀车技是吧？这都被嫂子知道了，这可不就是特地为你准备的吗？楚娃子，你学坏了呀！我可听青莲说了，你到现在都没碰过她，不会是含羞草吧？嫂子，你就别拿小弟开涮了。好了，不逗你了，早点回家，一会儿青莲该着急了。楚晨顺手掏出了2两银子，交给了顾秀芳。楚娃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嫂子，你之前那么帮青莲，这钱你先拿着去买点粮食吧，以后别再进山了。就算没有野猪，还有那些村里的男人惦记着你呢。这可使不得，太多了，嫂子还不起。说啥还不还的？过段时间我那工房需要人帮忙，你过来帮衬一下就行。楚晨的一番话让顾秀芳心里产生了异样。自从丈夫走后，她吃过太多苦了。楚晨这一个举动，让她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我今天在山里遇见秀芳嫂子了，她在山上弄山货。秀芳嫂子，两人在山里遇见，难道啊？秀芳嫂子她也是个苦命人，以前还帮过我不少呢。是啊，所以我想你有空给人送点吃的过去，不能让人说我们白眼狼不是。哎，都送上东西了。不过秀芳嫂子人不错，如果相公真的喜欢，相公自己怎么不去？要不我跟秀芳嫂子说说。说什么？人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我就不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李青莲就来到顾秀芳家里。青莲啊，你来就来呗，还拿什么东西啊？哎，这是相公要我给嫂子送过来，感谢你之前那么帮助我们。莫不是这楚娃子真的相中我了？我说妹子，你这是恨不得想给自己找个伴呢。嫂子，我现在这个情况你清楚，寡妇门前是非多，会让人说闲话的，这事就别提了。李青莲没想到顾秀芳会这么说，要是换做其他女子，有人来送粮食送钱，还不得像蚂蟥一样袭上去。两人闲聊了几句，李青莲就返回了家中。大侄子，工房已经完工了，你不过去看看？这么快，半个多月就搞好了？二叔，工人的工钱都给了吧？怎么算的？师傅1天30文，小工1天10文，都结清了。我操，这一个师傅整年无休，也才堪挣10两银子左右。不管是在哪个时代，最廉价的都是人工啊。二叔，再给每人发500文奖金，他们都辛苦了。另外，愿意留下来干活的，每人每天15文工钱，供2顿饭。我说大侄子，你再有钱也不能这么造的，这不败家吗？二叔，要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那能成呢？你就别担心了。这是建工坊剩下的银子，你收着。自己这二叔是真老实啊，二叔你收着吧。那怎么行？我不能无故要你的钱。二叔你就别磨叽了，我还有重要事情要做呢。楚晨让楚大壮安排了几人挖了一些盐矿，运送到家中。不一会，楚晨就按照书上的制盐技术制做出了一些精盐。胡子哥，你去找个小动物来试试毒。不一会，楚小虎就抱来了一条土狗。楚娃子，这玩意真是用山上那有毒的玩意儿做出来的。你们不都一直看着吗？这狗子不会是渴了吧？我特么往你嘴里面撒把盐试试。2天半后，看着依旧生龙活虎的狗子，楚晨算是放下心来。从此刻起，制盐厂算是正式运营了起来。青莲为夫带你去城里转转。哪能呢？目前工房离不开我，我怎么能出去呢？要不我带上秀芳嫂子去我的车间？不行，那个地方的工序，目前我只信任你。看来得提前去找周世才了，先看看空间里有没有摩托车、电动车什么的。在古代，骑摩托车是什么一个字：爽。接上机，楚晨从空间里拿出一辆摩托，就朝青云城驶去。咦，楚娃子骑的是啥玩意？怎么跑这么快？这有啥好奇怪的？我可聽大壯說了，這草娃子受到了仙人指點，沒見他石頭都能變成精鹽嗎？楚晨一路風馳電掣來到青雲城外。何方妖物竟敢衝撞青雲城，這玩意很快，差點就被他咬了。官差大哥，这不是怪物，这铁马是我們村常用的交通工具，摩托車。我管你什么马，先去见过我们城主再说。楚晨没想到这古代人接受能力这么弱，虽然能从空间里拿出现代热武器解决问题，但是楚晨还没有自大到与整个大夏对抗。哟，你说这玩意能日行800里？要不是路不好，何止800里？小子见了城主也不下跪，你是想挨板子吧？这小子脸上如此淡定从容，莫不是有什么背景？一说来访友，不知道是访谁？城主大人，这青云城的盐商周世才和周恒是我好朋友，你可认识他们？谁？你说你找谁？哎呀，老弟，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我知道他们的住处，我这就带你去。我特么，这态度也转变的也太快了吧！楚兄，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快请进！这城主居然对周世才如此敬畏，村长说这大夏的皇帝也姓周，难不成？周老板，你们要的精盐我已经弄出来了。哦，楚兄，不知你这精盐成本如何？成本，山里的石头算他100两，加上人工也不到400两，市面上的精盐都500文1两了，我这就算卖30文也是暴利。成本不用担心，不知周兄准备如何定价？楚兄，实不相瞒，你应该也能看得出，我们不是单纯商贾之人，这精盐我们只在造福百姓。既然二位心怀天下，那我收个50文不过分吧？哦，哎呀，楚兄，你真的是仙人下凡来拯救我大夏子民的，就这么说定了，50文1两。我操，我这是暴跌了。楚晨不知道的是，周氏还为了将盐价打上来，长期收购大量精盐来亏本卖，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楚晨给的价格让他看到了希望。有了这精盐，世家大族垄断精盐的时代将成为历史。既然事情已经谈妥，那么就由我们做东。今日红云馆不醉不归，楚兄，你意下如何？靠，早知道说100文了，吃必须去吃，我还要带人去，特么吃回多少算多少。那个周老板可以带姑娘吗？哦，哈哈，楚兄弟还真是性情中人，还带什么姑娘？红云馆大把的。身上带有方便面，何必要去快餐店呢？我还是自己带。楚兄，这方便面又是何物？楚晨骑上摩托车，一阵风云后，就屁股冒烟的消失在前面前。2位美人，老夫已经观察你们许久，今日老夫就授2位双修之法，早日登顶极乐。小姐，此人不是闻名江南的采花大贼赖二吗？怎么办？小芳，一会儿我拖住他，你往街上跑，去报官。
小姐，你先走，我拖住他。老夫纵横江湖数十载，也从未见过如此尤物。看来老夫今日必将功力大增啊！小姐，快跑！想跑哪有那么容易？敢动老子的女人，嫌命长吗？不好，蓝战辉，快带人去楚兄弟府上。怎么了，二叔？来不及解释了。姑爷，吓死小芳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没事了，这种事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还好老子来得及时。楚兄出什么事情了？蓝城主，此人擅闯民宅，杀了没事吧？这不是通缉已久的采花大盗赖二，居然被楚兄给抓到了。楚兄弟妹二人无碍吧？感谢周老板关心，他俩只是受了惊吓，并无大碍。楚兄刚才用的可是那仙人之法。咦，楚兄，你手上的可是仙器？你说这就是一把匕首。敢问楚兄，这短剑可否卖与在下？剑戟人听到枪声能这么快就赶过来，楚尘也不藏着掖着，当即又从空间里面拿出了2把匕首，这3把就送给你们了。奴家见过周老板，见过蓝城主，见过这位公子。二位小姐客气，刚才让二位受惊了，都怪这玩意儿办事不力。周老板说笑了，蓝城主为我们青云城可谓是呕心沥血，这来二行无影去无踪，怪不得城主大人。好了，今日出了这样的事情，就不去什么翠云楼，我去做饭，今儿个就在我这吃吧。听闻楚尘要下厨，周世才和周恒2人又立刻幸福笑了。上次马山村那顿火锅，当真是回味无穷。楚兄说好今晚是我们做的，这如何使得？滚！你要是不愿意，就自己回去吃。少爷哪能呢？我是与少爷同进退。周世才3人酒足饭饱后相继离去。楚兄，今儿个这顿饭我算是大开眼界了。你放心，这宅子我会派人保护起来，今天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不用了，我准备带他们俩回农村，没见我都没喝酒吗？告别了几人，楚尘骑上了摩托车。罗姑娘，小芳，愣着干嘛呢？上车呀！坐稳了，抱紧我要开车了。你永远也想不到古代女子多善解人意。小芳，回去以后要叫公子，不能再叫姑爷了。小姐，为什么呀？我们不能给公子和姐姐添麻烦，我们是公子的秘书。青莲，你家相公骑着个怪物回来了，还带着2个漂亮的姑娘。我知道了，秀芳嫂子，我下宫就回家。这青莲心也太大了。相公，你回来了。这2位是？青莲，这是我请来的秘书罗伊和小芳，晚上你们挤一挤，我去胡子哥那里。奴家一切听相公安排，只是这秘书是什么？这个秘书就是来帮助相公的，罗伊负责公房的财务，小芳负责我们的饮食。不过他们不是丫鬟下人，我们地位平等。相公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青莲姐姐好。今后还请青莲姐姐多多关照。罗伊和小芳誓死追随老板和姐姐。公子也真是的，老板叫着好奇怪。这古代女子可真善解人意。女人之间永远也不缺话题，不一会李青莲3人就聊得热火朝天。楚尘无趣的走了出去。楚公子回来了，老夫对你那能骑的猛兽尤为感兴趣，不知是何物？你说那个呀，不是什么猛兽，跟马差不多。常先生，新房子多久能够砌好？不出10日就可以入住。10天吗？这次得给青莲一个交代了。相公，奴家哪里做的还不够好吗？为何一到晚上你就冷落奴家？青莲，你瞎想什么呢？等这次新房建好后，为夫再给你最美好的回忆。对不起，相公，是我想多了。青莲姐，你和老板平时就用那张小床吗？那得多晃啊！不动就不会晃了呀。不动也行。罗伊似乎想到了什么，残破的小屋里不断传来女人之间的虎狼之词，李青莲更是全程羞红了脸。啥？楚娃子，你今晚睡我这，家老人不管了。这家伙下午不是刚带回来2个吗？难道？我说楚娃子，你可不能走歪路啊！你他妈脑子里面想什么呀？家里人多，挤不下才来你这的。嘿嘿，楚娃子，你前2天吃那个嘴里冒烟的东西是啥呀？能不能？不能，这玩意儿有毒。有毒你还吃？我可是仙人弟子，赶紧睡觉吧。胡子哥，你晚上吃的啥？黄豆，有什么问题吗？没事，胡子哥，你睡吧，我出去走走。楚尘借着月色走到后山的一片僻静之处，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个帐篷和一张木丝，正准备进去时，一旁传来一阵悉悉索索。难不成有野兽？是谁在哪？是我，楚娃子，你这大半夜的在这儿干啥呢？这娘们跟踪我，还是长得太帅了呀！秀芳嫂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难不成？
啊，没有，我看你家今夜来了客人，所以我寻思叫青莲去跟我挤挤，看到你鬼鬼祟祟的，就跟了上来。楚晨简单的将情况说了下。楚娃子，这就叫打野。你这房子里边还挺宽敞，而且一点都不冷。秀芳嫂子，你这样进来就不怕我？怕啥？多少女人求都求不来呢。嫂子知道你照顾我，又给我钱，又给我粮食，还开工钱，嫂子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只想……我操，你这也不怕擦枪走火呀？不，嫂子，你是一个好女人，帮助你对于我来说也只是9牛1毛而已，你别放在心上。这世上好女人多了去了，谢谢你楚娃子，嫂子就先走了，终究是我配不上你。你这样的，要是放在现代社会，没个100来万彩礼都拿不下来。第二天一大早，楚晨就被大黄狗给吵醒。自从上次吃了楚晨的锦鲤，这狗子就赖上了楚晨。煮熟的鸭子都能飞走了，你这个 loser。青莲，你那个位置就让秀芳嫂子去吧，以后你就在家好好待着就行。相公，你不是说……你看你每天起早贪黑，家里总得有个女主人。原来在相公眼里，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一切听相公的安排。真的，等搬了新房子，相公再奖励你一只棒棒糖。哎呀，新家落成，楚晨又来到制盐厂。这一段时间各位都辛苦了，我决定每个月给大家休假4天。大侄子，什么是休假？就是休沐的意思，1个月休4天，不需要干活。那咋行啊，楚娃子，我们不累，你就让我们干活吧，4天要少好几10文的工钱啊。感情是舍不得银子，没事，休假的时间工钱照给。那样大家不是占了你便宜了吗？不行，这事情没得商量，1个月之内必须休4天，不然你就别在这儿干。明天开始放假，正好我新房入住，请大伙好好聚一聚。大家伙，这楚娃子心疼大伙，那咱们以后干活就卖力些，这样就不亏了楚娃子。第二天，酒席一直持续到傍晚，夜深人静，李青莲如愿以偿的住进了新房。相公，我们终于住上新房子了。楚晨哪还能不明白李青莲的意思？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一边追溯人类的起源，混合着屋外大黄的嚎叫声，交织出一道美丽的画卷。150分钟后，夜晚再次又恢复了宁静。娘子，你这是干嘛？相公，青莲还得去攻防呢，时候不早了。这个男人不仅是一天跑300单外卖的吉尼斯纪录拥有者，还是小米的神秘保密大哥。然而现在他却在等待安装热水器。楚娃子，这玩意没有火怎么成？接上集，楚晨叫住了李青莲，用楚晨的话来说就是刚破瓜还去打什么螺丝。随后楚晨就去了王德发家。这只小子刚从斗多多进口的美酒，给王叔烧了点。咦，这酒瓶竟然是琉璃做的！嘘，王叔可别大声宣扬，这东西不多，这只小子特地来孝敬你的。还好楚娃子提醒，要是被这青牛镇的土匪知道，那可就没得喝了。土匪？王叔，这小小的青牛镇也有土匪？我说楚娃子，你是不是被赌坊的那些人打坏了脑子？那青牛山的土匪每年都要过来收份子，你不记得了？王叔莫见怪，我被他们打后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王叔，他问这个收份子是？一说到份子，王德发就满脸肉疼的吐槽起来。原来青牛山上有一个叫做猛虎堂的山匪组织，每年的冬天都会派出人员走往青牛镇的每个村子，收取每口人1到2斤粮食作为份子。青牛山易守难攻，官府也组织剿过几次，但连青牛山都没上去过就被打了回来。久而久之，剿匪之事也就不了了之。马山村全村一共才200口的人，每年也要400斤粮食左右。王叔，今年那400斤粮食我替大家出了，今日前来是有别的事情请教。那王叔我就代表整个马山村感谢楚娃子了。今年收成差，好多村民正愁凑不齐份子呢。能用粮食解决的事都不叫事。王叔，我自小在马山村长大，现在有能力了，为村里做点也是应该的。楚娃子还有什么事情尽管直说，只要我王德发帮得上，那就一句话的事情。王叔，这常言道要想富先修路，我想从马山村修一条宽敞的马路直通官道，就用现在的路扩建，路边的那些田田地地我出钱买，但是这工作就想劳烦王叔了。这修路造桥都是积德行善之事，难得你小子有心，放心交给我。楚娃子，你想修多宽的路？起码得2辆50能够并排的距离吧。坐那破骡车上路屁股遭罪，摩托车大冬天的也不合适。王叔，起码也得3辆马车能够并排行走吧。盐场那边就要出货了，到时候经常需要运输。楚娃子，你这是要修一条官道啊？这花费可不小啊。没事，王叔，花费我全包，你组织一下人力就好。听到不用出钱，王德发彻底的放下心来。你出钱我出力，修建出来的路一起用，谁不同意谁傻子。事情办妥，楚晨回到新家。岳母罗伊和小芳呢？姑爷，罗姑娘他们在伙房里面呢。老板，你回来了。
你和小芳在厨房干嘛？老板，那个水龙头实在是太神奇了，不仅能自己出水，而且还有热水。以后别玩了，节约用水。你和青莲去工坊里面熟悉一下环境吧，以后制盐厂的财务就交给你了。还以为上次是公子随口说说，没想到竟然真的让我管账，这可是正房才有的待遇呀！要不是青莲不识字，我哪需要操这个心？哎，晚上还得给青莲好好补课呀。时间飞快，转眼间工坊就运作了1个月，来到了交货和发工钱的日子。一大早，周世才二人就到了制盐厂外。楚老弟，许久不见，可想死我。楚兄，别来无恙了。这位是京都镇国大将军的公子方世玉，方校尉。由于此次物品重大，所以特请他来押运货物。方世玉见过楚公子，见过方校尉。几人走进仓库，看着里面用麻袋密密麻麻装好的金盐，周恒和周世才算是彻底放下心来。既然没什么问题，那就过程装车吧。整个工坊一天的产量在400斤左右，足足干了1个月。方世玉有条不紊地召集着一众人开始上货。楚老弟，这是10100斤，按照之前所说，总共是8080两银子。卧槽，1个月8000两，特么这钱也太好赚了。二叔，叫上大伙，今天中午停工团建。大侄子，这弓箭我知道，这团建又是什么？啊，这团建嘛，就是看大伙这1个月来辛苦了，做顿好吃的，肉管够酒管够，大家放松放松。叫胡子哥去罗伊秘书那拿钱，给我将青牛镇的酒肉都买回来。楚兄不仅人如神仙下凡，这对待下面的工人也是毫不吝啬。周某佩服。哪里，周兄，这要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那是人干的事吗？周恒听到这话，就犹如听到天大的名言一样。我大夏的军士们为了大夏朝的安危拼死拼活，军饷却少得可怜。这些世家豪门把持着大夏的财力，这今年将是反垄断的第一步。楚兄，你家这凳子为何软得厉害？这个呀，就是里面填充了柔软的布料，坐着舒服，没事，放心去做。哦，楚兄，你那楼顶之上镶嵌的是羊脂白玉。楚尘也不啰嗦，直接打开了灯泡。这是仙气吧？不然如何会自行发光？你说是仙气就是仙气吧，反正它比油灯好用就是。哦，楚兄，在下有个不情之请，敢问楚兄是否收徒？我愿拜楚兄为师。这可是堂堂的八皇子，未来很有可能继承大统领。拜师，那眼前这位岂不是未来的帝师？什么情况？拜师，老子教你送外卖了。我穿越了，和我一起穿越的还有一座大型商场。就在我拒绝皇子的拜师请求时，楚兄，我们结拜吧。公子，此事事关重大，还是回家和你爸爸妈妈商量一下吧。怎么，你俩要管我？我去，结拜就结拜，怎么还生气了？结拜这个是可以考虑，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周世才和方世玉有苦难言，毕竟眼前这位可是八皇子，怎么能够轻易跟人结拜？真要结拜，我大哥不就多了一个义子？没事没事，就是结拜这种大事，还请两位好好考虑。我无所谓，你们慢慢商量。特么的好像老子求着你来结拜一样。我意已决，你们就不要管我了。再说楚兄并不知道我的身份，你们这样是不是有些让人觉得我们过于自大了？屋外，楚尘正和刚采购回来的楚小虎等人聊得火热。楚兄，我与你志趣相投，刚才结拜那事，你会再说吧？你不觉得这么热闹融洽的场景，如今的大夏难得一见吗？难道楚兄已经猜出了我的身份？不过这马山村确实不一般，村民们都是喜笑颜开，其他地方见到的都是民间疾苦。楚兄，恳请让我留在你身边学习一段时日。原来这小子是在想这个，还挺好学的。可是你特么真当外卖小哥是万能的吗？还让我教你？我没有什么好教的，你要留下也行，我可以带你潇洒快活。哎，这小子分明是有备而来啊！不过有楚公子这种神人相助，也是我大夏之福。好了，各位乡亲，大家都来这边排队，现在开始发工资。楚兄，我们大夏都是年底发工钱，为何你如此特立独行？这马山村连年天灾，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你拖到年底才发，你是想让这些人都饿死吗？感谢各位的辛苦付出，这个月有几个表现很好的，我决定给他们发奖励。众人又是一阵惊呼，楚尘对于认真工作的都给予了银钱奖励，偷懒者则进行了处罚。这一幕令周恒又有所悟，急忙跑到一边去做笔记。发完工钱，楚尘又给了楚大壮100两银子。楚娃子，你干啥呢？给的也太多了。二叔，你与胡子哥这段时间辛苦了，这100两算作是你们的奖励。但是胡子哥也不小了，回去盖个新房吧，也好娶个媳妇不是？父子二人顿时又是感激涕零。咦，周公子，你怎么还用那玩意儿写字？多麻烦！没想到胡子哥还识字。啥玩意儿？我们家祖传的文盲。那胡子哥是什么意思啊？
我看我爹都是用一根特别细的东西在记账，叫什么比例中性比来着？楚大叔，胡子哥说你那儿有一个小小的笔，可否给在下看看？楚大壮有些为难，毕竟这是楚尘给他得稀世珍宝。不就中性笔吗？我送你一套。周恒抱着笔记本和中性笔就跑了。用他的话来讲，还没见过这么好的纸张，一看就不是凡间的，用来打草稿太浪费了，得好好收藏起来。大黄，你说我从这儿修一条大路，直接通往青牛镇，再用围墙将我这马山村围起来，那是不是就叫做世外桃源了呀？汪汪！相公，还以为你去找秀芳嫂子了呢，这么晚才回来。说的啥呢？这马山村谁能比得过我家青莲？唉，我见秀芳嫂子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呢，要不相公你就……话音未落，楚尘就从空间里拿出一根棒棒糖，堵住了李青莲的嘴。第二日，楚尘神清气爽地下到1楼。哟，王叔，这么早，有什么吩咐啊？没啥事，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这个道路加宽的工程准备今天就动工。这办事的效率可以啊，那就由老王叔。那个动工是快，但是那些男女老少出工的吃食，还有采食拉食的牛车和材料，可都……那王叔，你有预算没有？大约得多少钱？我大概算了一下，你先给我100两，多了我再退给你。王叔说的哪里话呢？先给你150两，不够我再添，但是路一定要修结实，留出排水沟，也不能亏了大伙的吃食。这吃饱吃好没问题，不够这排水沟又是什么？一会儿我画个图纸给冯五叔，他对这方面精通。那感情好，年底之前应该就能完工了。王叔早，周公子早。两人就这么聊了起来。周恒对王德发颇有好感，对于他的号召力也比较认可。什么？马山村要修路？不是有一条路了吗？周兄，别那么大惊小怪，以后马山村会越来越好。常言道，要想富，先修路，这路的用处啊，可大了去了。可是这原本好好的路，修那么宽，那不浪费吗？看来这皇家之人也没什么见识啊。那我问你，京城米价如何？20到25文一升，这有什么关系吗？南方产大米，上好的大米也就10文一升顶天，那中间这10文到15文，起码有3文以上是在运输的花费，这中间要经过许多的人力运输，村道官道不好要换车，还有水运等等。但如果有一条可以过大车的路，直接通往京城，那你觉得还需要3文吗？要想富，先修路。如果我大夏到处都通路，周恒这一瞬间顿悟了，浑身散发着光芒。转眼1个月过去，周氏才带着队伍又收取了一次盐之后，周恒也跟着盐队回去了。这土娃子，这是什么宫？难不成这是那仙气？冯二叔，你先别管他是啥宫，这青牛镇可是有着山匪的存在，所以我想把这宫送给你。送给我？没错，冯二叔，整个马山村也就你力量最强，而你也知道，我们的制盐工坊是我们马山村的根本。所以小子想在村里组织一个治安队，你作为队长。大当家的，那个马山村又出货了，似乎比上月还多，看来是卖了不少的钱哟。比上月还多，你倒是看真切了。不仅如此，马山村还建造起了一个奇怪的房子，比城里的房子都漂亮。既然这样，老三，你马上带人去收个份子试试，先不要轻举妄动，我怀疑是官家的人，到时候借机找点乱子，看看他们的反应再说。放心吧，我张老三什么时候坏过事？没有人比我了解马山村。小子，你们今天必须交2倍的粮食。三当家的，今天这么好的日子，要不打个折？哟，行，你今天只要交出3倍的粮食，我给你打5折。接上集，楚尘和冯二往王德发家赶去商量护卫队的事。我说你这老小子，往年都是磨磨蹭蹭的，怎么今年如此积极？莫不是你这马山村发财了？三当家说的哪里话？这么多年来，我马山村都是穷的一如既往，哪来的发财一说？我可是听说你们这儿的一户人家可是住上了大房子，怎么不带我去参观参观？冯二叔，山匪来了，而且来者不善，一会看我脸色行事。这土娃子是神仙吗？刚把这仙气交给我，山匪就来了。哟，王叔，有客人啊。是楚娃子，这位是青牛山上猛虎堂的三当家，还不上来问好？原来是三当家，王叔，我记得份子我们已经凑齐了，这是闹哪出？哦，你就是这马山村修建新房子的贵人。我张老三今日前来，想找你借点钱花花。这青牛山上的生活苦啊，要不带哥哥们去你那儿坐坐？既然是三当家亲自前来，怎么能够让你跑空？这是2银子，就当我马山村孝敬各位了。
你他娘的打发叫花子呢？识相的给老子让开，并且告诉老子每月出的货物是什么，不然就只能让你做爷爷的刀下鬼了。哦。与此同时，听闻消息的涂小虎等人也赶了过来。呀，怎么你们这群穷山恶水的刁民还想反抗不？有埋伏，先拿下这小子。区山匪如此嚣张，真当我们马山村好欺负吗？楚公子，这次事件是我们的疏忽，还请责罚。这位大哥严重了，你们是周恒安排在这儿的吧？不知如何称呼？是的，下官唐江涛。平时为了不打扰大家，我们就在那边山沟了驻扎。有劳江涛大哥，这周恒脑子是不是有病？将你们安排在那破地方，一定很艰苦吧？周公子也是考虑到我们会打扰到大家，所以才请楚公子理解。还请公子解惑，刚才公子那一只是什么法术？也就是一个小操作，大家没必要大惊小怪。什么情况？我楚娃子是那样的人吗？大当家不好，三当家估计你是凶多吉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就马山村的那几个泥腿子，怎么可能？有军士出没，哈哈！老三啊，老三，你可给老子发现了一条大鱼！再探军士多少人，其他地方有没有潜伏，将情况摸排清楚。哥哥带你们过个好年。裘海根本就没有将军士放在眼里，他们做的就是刀口舔血的营帐。你每个月底不是出货吗？那就过年那几天，老子亲自出马，抢了你又如何？另一边，楚尘则是进入到了空间之内。原来如此，我说这一个小小的商场怎么会有这么多武器？这是没来得及销毁，被我捡了便宜啊！为了应对山贼，楚尘又从空间取出大量武器。冯二叔，诸位，这是我能给你们提供的武器，这复合弓就由冯二叔来分配。至于长刀，每人一把。这武器只准你们自己使用，切不可外借他人。楚娃子，你这堂哥别看长得5大3粗，昨日给他试了几剑，还真是个好苗子。好了，大伙努力操练。大家也知道，青牛山的山匪迟早有一天会来报复，所以给你们这些是让你们保护你们身后的亲人。如果到时候真有山匪来犯，我希望各位都不要怂。谁要是敢朝后跑，那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放心吧，马山村的汉子可没有怂货。对，楚娃子，你就安心带着大家赚钱，安全就交给我们。楚娃子，今日这道路算是完工了，大伙儿都要求你去看看。哦，这么快，还以为要到过年后。干啥呢？你们？楚娃子，你这猛兽似乎比你那铁马还要厉害，大伙还以为是我马山村来怪物了呢。哈哈，这也是铁马，只不过是大铁马，都不要围着了。相公，这是何物？哈，青莲罗衣，你们来的正好，哥带你们兜风去。相公，你慢点，太快了，青莲受不了。瞧你这点胆子，我开车技术可厉害的很，放心吧。老板真是神仙下凡，这铁马比马车都快，而且还更舒服。这不叫铁马，这叫车，跟马车、骡车一样，只不过结构不同而已罢了。好了，回去吃饭吧，等有空了我教你们开车。相公，你是说我们也能驾驭这个车吗？这次运盐可能不太平，唐大哥、冯二叔，我们得做点准备。楚娃子，不好了，青牛山的人找上门来了，这回在村口抓着秀芳，威胁村长要把你交出去。什么？欺负女人算什么玩意？二叔，我去会会他。楚娃子，别冲动啊，山匪可是来了上百人。二叔，我可是原先人的弟子，你忘了吗？冯二叔，唐大哥，跟我去救人。哟，你就是楚尘，挺有胆的嘛！知道我仇海来了，还没吓得躲起来。你是青牛山的大当家吧？好歹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抓一个女人算什么好汉？有种把人放了，我俩单挑。你只要敢过来，我就放人。好。楚娃子，你快跑，别管我，这是他的阴谋。秀芳嫂子，你没受伤吧？没。楚娃子小心。秀芳嫂子，这都入冬了，你一个人在山里做什么？这不寻思来山里采点山货，补贴家用吗？嫂子，要是冬天不够吃，你就去找青莲，我家里有粮食呢。去你家借粮，青莲指不定如何想我。不是嫂子我吹牛，我要是想改嫁，早就嫁了。不，嫂子，你是一个好女人。终究是我配不上你。楚娃子，秀芳已经被送到村子里医治了，你没事吧？你这仙气也太猛了。没事，二叔让婶子照顾好秀芳嫂子。
唐大哥，跟我走一趟，去青云城请蓝城主组织兵力，我要血洗青牛山。哦，楚公子，你这铁马当真是神器，不仅没有马车颠簸，而且速度更是快过马匹。唐大哥，这可不是嘛，这是铁车，你可以叫它面包车。蓝城主又来打扰了。哪里，楚公子大驾光临，还是要蓬荜生辉呀！快请进。我们就不进去了。青牛山的山匪刚才来围攻我马山村。什么？楚公子没受伤吧？没事，那些山匪已经被我剿灭，特来请蓝城主组织人手将土匪窝给端了。我马上就组织队伍。蓝战辉又和楚尘了解了下情况。根据情报来看，除去楚尘剿灭的100多人，青牛山上的留守山匪只剩下50余人了。那个蓝城主，我突然想起来，我家煤气忘了关了，就先走了呀。我操，就这么点人，还要割蛋的官兵啊？这不是抢我功劳吗？楚公子，不等他们集合队伍了吗？这么着急忙慌的。唐大哥，你想不想发财？想不想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楚公子说笑了，谁不想发财呢？不过这白姑娘是谁？别管那么多了，这山匪盘踞这么多年，金银财帛可不少。没有了首领的土匪窝，就如同无头苍蝇。听闻自家大当家和3当家都挂，在热武器的一顿突突下，一个个都乖乖投降了。楚尘顺利的摸到了库房之内，动用空间的能力，将金银粮食一股脑的收进空间之中，仅留了一些银两和粮食掩人耳目。还好自己空间够大，不然这上万两的白银和黄金就变衣冠府了。这山匪是真的肥啊！楚公子，你们谋事吧？没事，唐大哥快进来，我们发财了。楚公子，这些东西按大夏律法得整理清楚，上交国库，我们可谓是立了大功。活该你当一辈子护卫，粮食搬不动，银子还看不上吗？唐大哥呀，今年30多了吧？娶妻了吗？并未成家，楚公子何出此言？我说你特么一个老单身，要毛线的功劳啊？你上报上去，能给你加官进爵还是怎么的？没等唐江涛反应过来，楚尘就让楚小虎把银子全部搬走了。这还是楚兄神速啊！我蓝战会代表整个青牛镇的百姓谢过大家。蓝城主言重了，斩妖除魔乃是我正派人士的分内之事。特么的，你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我还不知道你想着什么。偌大一个山寨1两银子都没见着，也就是把皇子罩着你，不然就凭你这种宝丝囊，满门抄斩都还是轻的。马山村别墅前面的空地上，楚尘将青牛山剩下的银钱一一发给了大家伙。看着众人满脸崇拜的样子，楚尘也是成就感满满。特喵的，这就是当老板的感觉。楚公子，这钱分得不公平，我不同意。唐大哥，这是嫌少了。哦，你这次你出力最多，应该你分最多才是，可你却分文委屈。对呀，楚娃子，我们不能这么占你便宜。还真是一群小可爱，我还能亏了自己。嗨，诸位，我楚尘首先感谢众兄弟看得起我，但是这银子我不能要。一是感谢大家保护了马山村，二来你们目前比我更需要银子，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就这么定了。众人顿时又是感激涕零，要不是碍于纲常伦理，都想以身相许了。楚娃子，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相公，这2天降温了，出门在外记得加衣服。那娘子冷吗？奴家也冷哟。青莲，知道咱们那个面包车车头为什么会发热吗？为什么呀？因为里面有一个发动机在做运动。第2天一早，楚尘就载着李青莲往青云城驶去。结婚几年来，还没带她去过城里。相公，这青云城好大，好多人。走，青莲，咱们去置办领年货。楚尘和李青莲2人来到陶大胖的成衣店，2人挑选一些衣物，准备作为盐场的年终奖发放给村民。临走时，不忘给了陶大胖1瓶蓝色小药丸，最后说什么也不收楚尘的衣物钱。相公，你刚给陶掌柜的是什么呀？看他那开心劲。增强发动机动力的。呀，相公，你又没正形了。放心，你家相公我还用不上那玩意，我这可是16升的6缸发动机。2人一路上说说笑笑，走进了一间客栈。小二，给我们来个包间。这位客官，包间是什么？就是雅间。哦，有那么漂亮的小娘子，此话当真？千真万确，我刚去拧水龙头，碰了个正着，还跟着一个小白脸，要不我去将他弄过来？可以，但是别闹出人命，否则家父那里可不好交代。我穿越到古代，第一次带娘子去城里逛街，就遇到了地头蛇。小娘子，吃饭啊，一个人多寂寞，不如去哥哥那一桌。你特么瞎呀，没看见老子在这儿？哟，还真没发现还有个人。哼，来人，给老子拖出去打！特么是谁给你的胆子，敢打扰老子吃饭？这是什么仙法？随手一指就能扎人。相公，我们快走吧。
哼，杀完人就想走，真当我大夏的律法是摆什么？难道大夏的律法规定可以青天白日强抢民女？在这青云城，什么时候随便来个人都敢能够跟我讲律法了？感情是个官二代，你再牛能牛过蓝湛辉不成？哦，你想做什么？哼！第一，杀人者乖乖的跟我去见官，至于这犯妇，就交给我单独审问。就凭你，这惹谁不好，偏偏惹了这位。可不是嘛，在这青云城，谁敢不给这位面子啊？小子，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青云城第一才子蓝云鹏是也。蓝云鹏，这特么不会是蓝湛辉那货的种吧？蓝湛辉是你的谁？还敢直言家父的名字，小子你胆子还真不小啊！还真是他儿子，给那老家伙的面子就不在你腿上开动了。既然你是蓝湛辉儿子，那今天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带着你这些鸡零狗碎走吧。小子，唬我呢！整个青云城谁不认识家父？你给我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既然你爹不管你，你叔叔我来管你。蓝公子，不要冲动，此人有古怪。相公怎么还不走？一会官兵来了，可怎么办？不一会，城主府的小六子就带着人马赶了过来。公子，是谁让您生气了？您给小的说，小的给您出气。就是他，把他给本公子抓起来。大胆人犯，还不恕在下无礼了，楚公子。哟，六哥，过来喝一杯啊！哎呀，你看这事儿闹的，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我说老六，你磨磨唧唧干啥呢？快点将人抓回去啊！那女的记得给老子留下。老爷，出事了，公子跟人起了冲突，小六子说请您过去一趟呢。不，这青云城内的事让那败家子自己处理就好了。小六子这人机灵，他说请您过去，那肯定就是惹了大麻烦了。听闻城门守卫说，今日有人驾着一辆铁车进城。铁车，特么的，这败家玩意不会惹到那位了吧？蓝湛辉越想越心惊，这位可是一人单挑数百山匪的存在，随手一指就能取人首级。快带我过去。爹，您可算来了，孩儿被人欺负了，快将他们抓起来。楚兄，没想到你在这用餐，真是缘分呢。爹，这个女的我要留下来亲自审问。特么的，我蓝湛辉怎么就生了这么个玩意？哎呀，蓝城主怎么也有呲雅性？来，喝一杯再说。楚兄，这位是？哦，这位是我夫人李青莲，这位是青云城城主。青莲见过蓝城主，没想到连这青云城的城主都对相公如此客气，难怪刚才不怕那个蓝云鹏。犬子管教无方，都被他娘给宠坏了，还请楚兄和弟媳原谅。蓝城主啊，这孩子啊，就是不打不成才，得教育。不打不成才，要不请二位一步去城主府坐坐，也好帮忙管教那败家子。楚尘也没有拒绝，一行人走出了客栈。楚兄弟媳，这小崽子冲撞了夫人，你看这么处罚满意不？李青莲哪见过这场面，吓得一时间说不出话。蓝城主这是干啥呢？再打不得把蓝公子给打坏了。楚叔、婶子，云鹏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云鹏时常听家父提起您的大名，怎奈一直没机会见面，估计是昨晚去青楼，在书房学习了一夜，眼睛迷糊，这才没看清你的呀。我操，特么的，你小子看上去比老子年龄还大呢，叔叔婶子都叫上了。蓝城主，要不就算了吧，再打下去真打坏了。既然楚兄和楚夫人原谅你们，那就不打了吧。蓝城主，这是给你带的一点葡萄酒。楚兄客气了，你看这么贵重的物品，老哥如何受得起？我一介平民，能够坐上你这城主府的椅子，相识就是缘分，切莫客气。叫什么城主？叫哥，你我之间何须多言，以后你的事就是为兄的事。云鹏，过来好好见过你楚叔和婶子。楚叔、婶子好。贤侄，正月的时候记得去马山村拜年，叔给你封红包。来，贤弟，我来给你介绍，这是为兄的夫人。小子楚尘见过嫂嫂。青莲见过嫂嫂。这位妹妹生得好生水灵，真让姐姐们羡慕。快与我等说说，你是如何保养的？这女人要是一扎堆，就似乎永远有说不完的话一样。几个女人讨论起了美颜之道，而楚尘与蓝湛辉则在客厅里探讨着昆字诀。我说老哥，你这身体挺好啊。别提了老弟，人呢不服老不行，不说也罢。我有一物，可让老哥雄风不减当年。只需乌龙出山之时，对着龙头一喷，效果自现分晓。蓝湛辉对楚尘的话自是深信不疑，虚心讨教起来。青莲妹妹，你这是天生体香还是香囊啊？大夫人，我这娘子身上其实是喷了香水，所以才如此的香气迷人。楚贤弟，何为香水？这香水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仙水，它能够让人的身体持久留香。贤弟，你这作价多少？能否卖给老哥？老哥见外了，区100-200两一瓶，但是小弟又怎会收你的钱？这几瓶就送给嫂子了。200两一瓶，说送就送，这兄弟真大气。
楚尘和李青莲回到马山村，将采购的年货交给了王德发，让其纷纷发放给村民。转眼就到了年日。王叔，你看看我们现在的马山村如何？马山村很好啊，大家不用饿肚子去逃荒，每日有活干，有钱拿还安全。这青牛镇可没哪个村子比得上。王叔啊，所以我有一个想法，让马山村成为真正富裕的村子，家家住上砖瓦房，有吃不完的粮食，孩童有私塾，病了有良医。楚娃子，你这说的真的能够成真吗？这就是我要给王叔商量的事情。我想把马山村打造成大夏第一个新农村。村里人都眼红我的家产，却没想到我想打造一个新农村。什么？你要打造新农村？那是什么玩意？这个新农村就是我刚说的，人人有房住有饭吃，孩童有私塾，病者有良医。这第一步就是将每家的茅草房变成砖瓦房，然后集中在一个地方。楚娃子，这得花多少银子？虽然说现在托你得福，大家都不再饿肚子了，但是手里毕竟还没有余钱啊。王叔，这个你不用担心，银钱由我出，但是木料和人工得自己解决。楚娃子，你可想好了，这可是2、3千两银子。虽然王叔打心底感激你，但是你又何必呢？3千两，还不就一个玻璃杯的事。王叔，家父一直都教育我，马山村是我的根，现在我用点余钱为马山村做事也是应该的。到时候我画个图纸给你，把这些房子都集中建在一起。村长王德发再一次被楚尘得大手笔震撼到，村里人工都现成的，木料山上有的是。王叔代表整个马山村感谢你了。告别了王德发，楚尘回到了自家别墅。罗秘书，盖房子的支出由你来负责出账。好的，公子，只是照你所说，要修建的这排水设施、化粪池和这筑坝，饮水花费可不少。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我来解决。看来又得出去搞点钱啊，卖点什么好呢？空间内，楚尘正在商场里闲逛着，不知不觉又走进了百货区域。奇怪了，我记得这里的米不是都被我搬得差不多了吗？怎么又有了？难道我这个空间还能自动补充物品？那我岂不是不用担心弹药枯竭的问题了？这一发现令楚尘很是兴奋，折腾一阵后又进入了一家珠宝店。咦，这珠宝店的玉石怎么全都不见了？难不成是这个空间在搞鬼？楚尘顺手拿了点珠宝，外加一个玻璃杯，就开着他的面包车朝青云城驶。掌柜的，不好了，外面来了一个怪异的车。你这小子做什么都是这么毛毛躁躁，老夫什么车没见过，大惊小怪。朱掌柜出来搞钱了，原来是楚公子驾临，老夫有失远迎，里边请。朱掌柜开价吧。楚公子，这2尊真愿意出手？我说朱掌柜，我要不出手，还拿你这儿来干啥？炫耀吗？快点开价吧，我还有事情忙呢。好，既然楚公子如此说了，那我就给个实价，这2尊一起10万两。这玩意儿这么值钱，这老家伙明显还留有余地。朱掌柜，我是带着诚意而来，你就这么敷衍我？难不成你以为我就卖不出去了？这样，楚公子13万两，这是我能给到的最大限度。好家伙，这一瞬间就加了3万。朱掌柜，你这有没有那种玉石、原石？原来楚公子需要玉石，我这再加30斤原石，如此可好？我去，30斤啊！这玩意儿在现代社会可是被炒到天价了，这个时代这么便宜。好，难得朱掌柜这么好的诚意，那就成交。交易结束，一顿寒暄之后，楚尘又将面包车开到了一个僻静之地，将刚刚得到的玉石通通收进空间。只见那些原石正在慢慢的消失，不一小会儿就只剩下一堆碎石块。看来这空间还真能吸收玉石的精华。敢问这位小友这是何物？我操，这老头从哪冒出来的？该不会是劫道的吧？这是我的坐骑，怎么了？有事吗？哟，坐骑，不知道小友能否借老夫骑骑？没听说过老婆与车叔不外借吗？小友可知贫道是何人？我管你是谁，赶紧走开，不然小爷可不客气了。哦，你倒是不客气一个给我看看。老家伙，别逼我呀！我管小友并非习武之人，但是使得招数竟有如此速度，当真是神奇。我操，徒手接子弹，我他妈到底穿越到的是一个什么世界？这位道长，这是我楚门绝技，不过在道长面前也是不足挂齿。老夫可是9品高手，接下你这暗器自然不在话下。特么的，这玩意好厉害，还好老夫有所防备，不然就栽到这小子手了。这道人居然这么厉害，正好我的别墅缺一个保安队长。嗨，那个，这位道长，不知有没有兴趣当保安队长？保安？什么玩意？就是去我家住一段时间，保护我。小王八羔子，你让我清玄去给你当一个看家护院。
嗨，是保安队长，我可以让你喝到你从没喝过的美酒。哦，你小子能拿出什么谋酒？还有什么谋酒是贫道没喝过的？楚尘也不墨迹，从空间里拿出了一瓶毛子和一瓶红酒，浓烈的酒香顿时四散开来。不出意外，清泉道人最终也成了楚尘的保安队长。楚尘又到城里牙行买了2个丫鬟和护卫，然后才返回家里。青莲，这位是我在路上新结拜的兄弟，叫贫道陈清玄。俺青一丫的有名字呢。青莲见过清玄大哥。青莲，以后清玄大哥就是我们别墅的保安队长了，负责我们别墅的安全。不妨，前面就到马山村了。哦，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人能让我家行儿如此赞扬。男人不仅在古代的村庄里建了一栋别墅，还带着村里200口人发家致富。当时高手厚着脸皮也要留下来当保安队长，就连当朝皇帝都忍不住要微服私访。公子，快醒醒！小芳，罗伊，我怎么在这？公子昨晚宿醉，青莲姐姐便让奴家照顾公子了。哦，得其如此，夫复何求啊？九蒙子，你有空教教老子武功呗，别说9品高手，能达到个8品也行啊。就你得了吧，这辈子白相了。我说牛鼻子，你什么意思啊？骨骼一定行，而且你不是练武的材料。陈清玄的一句话对得楚尘哑口无言，谁还没个武侠梦呢？不过你小子那暗器挺玄乎，可以给我看看吗？不给，你不是使用这种暗器的料。就在2人剑拔弩张之际，周世勋一行人的马车靠近2人。咦，二傻子，这中间竟然9品高手，我操，那位不是？哦，来得挺快的。你认识我的财神爷？这年纪又跟周恒这个皇子坐一辆马车，难不成是那位？周兄，过年好啊！这位是？不待周世才和周恒2人回话，听犬子说，这青云城出了个奇人，今日一见，果然气度不凡。这位叔叔过奖了，我乃普通村民，何来气度不凡之说？当今天下敢这么称呼朕的，这小子还是头一个。哈哈哈，叔叔有趣。好了，贵客降临，怎能在此站着？快请进屋。楚尘也不傻，连周恒和周世才都跟小鸡崽子似的跟在此人身后，而且旁白那个明显就是阉人。这人应当就是陈清玄说的9品高手了。不知道太监在这里归东厂还是西城馆？别墅内，周世勋随意地坐在沙发上，似乎对于屋子的一切并不好奇。早在来之前，周恒就将这里的事情说了一遍，就是为了让他这个皇帝不至于丢了威严。好大的手笔，老子的龙椅舒适度竟然还不如这沙发的1/12。周兄还未介绍呢。楚兄，这是家父周世勋。哦，哎，我就说我猜的没错吧？楚尘见过周叔叔。这可是大夏天子，这小子竟然如此放肆，也不怕掉脑袋。有趣，既然你一口一个叔叔，那今日叔叔前来，你准备用什么山珍海味招待？卧槽，感情又来了一个吃货。周叔，这说到吃，您可是来对地方了，我包你吃了，连神仙都不想做。青莲，快来见过周叔叔，还有把你拿手的菜每样做一份，给周叔看看你的手艺。李青莲简单的行礼后，就钻进了厨房。对于这个自来熟的小子，周世勋不由得产生了一丝好感。听话说，你这有许多神奇的物件，怎么不领我这个叔叔看看？哦，楚尘自然乐意如此，带着周世勋一行边介绍边在别墅里面转了起来。想不到啊，你小子居然能够借用太阳的能量，这莫不是仙法？哈哈，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其实都在借用太阳的能量，不是？哦，此话怎讲？没有太阳，外面那些树木庄稼就不长大存活，人类也无法见到光明，整个世界都将不复存在。只听说太阳会晒死植物的，你这又是什么逻辑？完了，又来了一个好奇宝宝。周叔，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只要走进大山，连呼吸都甜了一丝；然而一进青云城，连呼吸都会变得困难？哦，老夫也有这种感觉，还请楚公子解惑。其实就是因为在太阳下，这树木才能呼吸，而它们的呼吸就是吸进去糟粕之气，吐出清新的天地灵气，又叫光芒作用。没记错的话，生物老师是这么教的吧？原来如此，哈哈哈，难怪楚公子腰缠万贯，还是在这宁静的马山村生活。眼前有这么好的老师你不跟着，居然跑回京都过年，太让我失望了。这特么我也不想回去啊，还不是你一道圣旨将老子弄回去的吗？此刻的周世勋有一种嫁女儿的冲动，无论是刚才别墅里面所见的一切，还是刚才楚尘说的道理，人老成精的他一眼就看出眼前的楚尘绝不是凡人。如果自己这儿子跟着学上去，那么待他百年归世，这大夏就依旧是他周家的天下。我看犬子与你年纪相仿，不如你俩结拜为异姓兄弟，岂不美哉？年前周兄就有此想法，不料琐事繁多，把这茬给忘记了。只要周兄愿意，在下也毫无意见。好，既然如此，那择日不如撞日，还请上高堂与我一同见证。周叔，在下无父无母，这可让小子为难了。父母双亡，那感情好啊，只要我对他好点，还能逃得过朕的掌心。
无妨，旁系亲属长辈也行。不一会，楚尘就叫人将还不知情的楚大壮叫了过来。楚尘给二人互相介绍完，又将来龙去脉和楚大壮解释清楚。这人竟有如此气场，定是久居高位。我家大侄子能跟周公子结拜，必定光耀楚家门第啊！大哥，楚娃子有出息，你在天之灵也可以安心。魏公公，咱们见证了一番喜事啊！恭喜王爷，此人身边不仅有九品高手护卫，手段又如此神奇，陛下此番决定定能让周家这江山永保万年。二弟，从此以后还请二弟多多指教。二弟，你特么才是二弟，你们全家都是二弟。航哥，这二弟多生分，你以后就直接叫我名字楚尘或者楚娃子，这样亲切。哦，二弟说的是，为兄以后就叫你楚娃子，你看行不？二弟，楚娃子，此名亲切，以后大家都叫他楚娃子。哼，楚娃子，这就一个二傻子。我去你的九蒙子！楚娃子，不可对道长出言不逊。周叔，你们认识啊？陈道长威名远扬，这江湖之中有几人不识？楚娃子，你可得好好待道长。陈道长，还请向令师问好，我周世勋有空一定登门拜访。我擦，这他妈还真捡到宝贝了呀！连皇帝都夸奖这九蒙子。不一会，李青莲准备好了饭食，楚尘热情地招呼着众人。看着同样上桌的李青莲、周世勋，也没有好奇，早就听闻楚尘这儿吃饭不需要守规矩，女人下人均可同席。楚娃子，你这仙酿今日一见，的确不同凡响，不知可否给叔叔带回一些？周叔，此物小值也不多，一会儿回去给你带2箱。这美酒一箱可是有24瓶，而且全是琉璃瓶，居然给朕2箱，这波结拜真的不亏呀！特么你这算个冒险，老子放箭了，可妈的一面9枪。你是皇帝又怎样，待遇都没老子好。嘿嘿，这二傻子还真能出。楚尘不知道，仅仅2箱酒的事情，就收获了皇帝和9品高手的好感。酒足饭饱后，原来这世间竟有如此美味。楚娃子，侄媳真乃神人也。青莲谢过叔父夸赞。懂事，楚娃子你福缘不浅。侄媳，要是此人日后欺负于你，叔父为你撑腰。一行人又随着楚尘来到了马山村的智妍工坊。此时工坊内的众人正在吃饭。由于人多，楚尘就给媒人安排了2桶方便面。此刻方便面的香气传到周世勋一行人鼻子里。楚娃子，你可真不厚道啊！如此香气扑鼻的美食，你竟然还藏着？真他妈没见识啊！这就一破方便面，老子给你吃的比这个好100倍，好吧？这个村子的村民正津津有味地吃着泡面，却不知一旁惦记他们面汤的人竟是当朝皇帝。楚娃子，你压得太不厚道，有这么香的美食竟然不给我们吃！哼！啥玩意？美食不就是几桶泡面吗？老子给你吃的比他们好100倍，好吧？那啥，周叔，这只是为了方便而做成的速食食品方便面，您要是喜欢，一会儿回去给你带一箱。哦，方便面，此名贴切，这要如何做？既然你不怕撑死，那就再给你弄一碗。楚尘让人去给周世勋几人泡了几桶泡面，闻着泡面里传来的香气，周恒更是哈喇子流了一地。这楚娃子竟然还藏了这么一手，这次可没白来。此物果真神奇，竟然只需开水冲泡即可。楚娃子，这方便面可大量生产吗？生产？我哪知道这玩意咋做的？我空间里面这玩意算是取之不竭了。此物我目前还不具备生产条件，但是我还有部分存货，叔父需要。目前还不需要，但如某日能用上此物，你多久可以准备货物？那得看叔父需要多少了。10万盒吧。特么的，你打仗啊？10万盒，15日就成。不过如果是叔父那位军爷朋友需要的话，我这儿还有更好的东西。快拿来看看。楚尘也没有犹豫，佯装在身后掏了掏。叔父，这叫压缩饼干，每人1天只吃1块就不会饿了。此物甚好，此物甚好。楚娃子，这压缩饼干作价如何呀？方便面50文1盒，这饼干嘛100文1块。听完楚尘的报价，周世勋只是略微盘算后就笑了起来。那楚娃子，你得给我留着，不出3月，我就派人前来提货。对于这类便宜的东西，空间所消耗的玉石可谓是少之又少。能跟当朝皇帝搞好关系，楚尘自是乐得如此。参观完制盐场，周世勋一行人告别了楚尘，浩浩荡荡的走出了马山村。这好山好水，看得老夫都不愿回京都了呀。陛下不可，屋里事还多着呢。是啊，父皇，家里还有事呢，我们还是走吧。周世勋白了几人一眼，又看了看马车里楚尘送给他的物资，这才露出了一丝满足之色。二傻子，你知不知道他的身份？算了，看你这样子，应该是知道了。无聊啊，九蒙子，走，咱们打猎去。打猎？你有弓？特不大，我空间里这么多热武器，还要毛个弓？有啊，你会用吗？老子怎么说也是9品高手，打个猎需要用弓，无聊，不去。那你还问？你还是去屋顶睡觉吧，我自己去。你要用你的武力打猎，那还有什么意义？
对于陈清玄来说，能不动就不动，要想吃野味，凭他的武力值，信手拈来的事。楚尘也不墨迹，从空间里拿出一把枪，就朝山里走去。这小子还真不怕死，居然敢一个人上山。六哥，据瘦猴那小子说，此人能发天雷，我们是不是看看再行动？天雷，也就你信那鬼话。穆师傅说，那估计就是一种暗器。今日我们可是有五品高手坐镇，放心吧。看样子他是来打猎，六子放诱饵。楚尘刚走进山里，就看到一只野鸡，毫不犹豫的就拿起手里的枪。这人果然有厉害的暗器，这仇还可真不值，一个4品高手居然死在这玩意儿手上。原来此人便是青云城有名的山匪组织黑龙帮成员。之前青云山被端掉的土匪窝，也仅仅只是他们的一个堂口罢了。听闻自己的分公司被楚尘破产清算了，当即带着5品高手前来复仇。九蒙子你不来，一会儿回去老子闻都不给你闻。这里怎么还有人？看来是来者不善了。你们是何人？为何跟踪我？将死之人有什么资格知道爷爷的名字？是啊，有了我们黑龙帮，还想知道我们是谁？黑龙帮收你这种傻子吗？那看来你们也不过是一群脑残之辈。小子，你也就逞口舌之快罢了，将在仇海那儿搜刮的银两交出来，爷爷我还能给你一个全尸。看来这青云山的猛虎堂是你们的分公司喽。我说一个盘踞多年的山匪组织，怎么就那么弱？小子，你找死还敢叫嚣？去把他给老子绑来！眼见众人就要冲上来，楚尘也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手里的扳机。不好，二傻子出事了！小心，这小子真的会雷法！大家一起上！完了，特么的，早知道那把威冲出来了。我说二傻子，你就是这么打猎的？早知道我也来了。九蒙子，老子快要被他干掉了，你还说风凉话？说你是二傻子还不承认？拥有那么强大的暗器，连个5品的垃圾都干不掉。你是九品高手清玄道人哦，不错，你小子还有些眼光，那就给你们留个全尸吧。九蒙子，你可知道黑龙帮？知道，一个不入流的帮派，帮主也就不过7品，你怎么惹上他们的？楚尘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陈清玄说了一遍，最后更加坚定了他要灭掉黑龙帮的决心。其实某你想的那么麻烦，过几天我师妹应该会下山，到时我给她说一声，她对灭帮派比较有兴趣，我懒得动。我操，这货还有师妹啊！九蒙子，你师妹多大年纪啊？长得怎么样？滚！你别惹她，不然老子也救不了你。不惹就不惹，小爷我又不缺女人。这次是5品高手，下次来的又会是几品高手呢？真想带着我的保安队，一人一把95式突突上去啊！房间里，李青莲泪眼婆娑地看着楚尘。相公，你今天实在是太危险了，以后不要一个人去山里了。放心吧，娘子，为夫会解决这个麻烦的。在这个没有电子产品的世界，夜晚仅剩下的娱乐方式也只有扑克牌了。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青云城的来福就找了上来。什么？你从青云城跑过来的？我爹已经将城里面的商铺按照楚公子的图纸建好了，特让我来请您去看看。啊，常威啊，常威，你还真不拿你儿子当人啊！特么家大业大，派个人来不就行了？好吧，我和你一起去青云城，省得你再跑了。楚尘也不墨迹，驾驶着面包车就朝青云城驶去。青云城集市，楚尘的香水店门前围满了行人。这是个什么铺子？你看里面好像都是琉璃。好家伙，这是哪个败家子开来玩的吧？这商铺要是能赚钱，我王字倒着写。楚尘刚走进店铺，就被眼前的场景晃得肾上腺素飙升，佯装不在意的朝小芳走去。老板好。这个外卖小哥在古代开了一家香水店，然而围观的人却只对门店的玻璃门充满好奇，直到店员拿出了古龙香水。雷个咕隆碎，摇点。公子，这些人都是从牙行带回来的，奴婢已经按照公子的吩咐给他们做了岗前培训了。干得不错，小芳，以后就由你来管理这间店铺吧。你们以后每卖出1瓶香水，都可以拿1成的提成，好好干。以后开分店，你们也有机会坐上小芳这个位置。楚尘给店员们做了些交代，又给这些丫鬟一一取名，香水店也正式宣布开业。秋香，你来演示一下，就把九蒙子当做顾客。好的，老板。公子，您看我们这款古龙香水最适合您这种长得俊、身材好的成功人士。秋香随手拿起1瓶古龙香水就开始讲解起来。原本还满不在意的陈清玄，在秋香的攻势下，渐渐的开始对这古龙水产生了兴趣，最后竟情不自禁的掏钱买了1瓶。行了，九蒙子，哪能让你掏钱？店里的香水你看上啥随便挑。老子乐意给这小姑娘，你管得住吗？奇怪，我为什么要给钱啊？你人还真是奇怪。
楚晨不知道的是，仅仅只是一个测试，竟然让单身20多年的老光棍也对异性产生了好奇。香水店开业，蓝云鹏父子二人提着一些礼物走了进来。恭喜楚兄，整个大夏也就楚兄弟能开得起这么奢华的店铺啊！小局主叔父开业大吉，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两位客气了，区区一间香水店不足挂齿。楚晨给二人介绍了一番香水的作用，弄得蓝家父子二人双目放光。最后一人顺走了一瓶古龙水，才敢罢休。不一会，店内就陆陆续续来了很多富家子弟和千金，店里面的香水很快就被抢购一空。不得了，不得了！楚兄弟，青云城自建成以来，从未见过如此火爆的场面。从你开业到现在才不到1个时辰，竟然就卖了30万两，这要是周公子知道了，定要夸赞楚老弟是人中龙凤了。你说我那一兄，他应该还看不上这3瓜2枣。啥？义兄？咋了，蓝老哥？这可当不得，当不得！在得知楚晨和周恒结拜的消息后，蓝战辉自然不敢再兄弟相称。楚晨的这一声老哥，叫的他可谓是双腿打颤，带着蓝云鹏匆匆的就溜了出去。爹，你这是咋了？别废话，回去以后你让小六子多派点人过来保护这香水店的安全。要是香水店出事，就让小六子提着脑袋来见我。九蒙子，你说这蓝战辉是怎么了？说走就走？说你是二傻子，你还真是，你也不想想你义兄的身份，拜托么打扰老子！来来来，小姐姐们，贫道首相还没看完呢。这人要是一学坏，就那么1、2天的事啊。小芳，不，方掌柜，你今日立了这么大功，要点什么奖励啊？哎，公子，我很累了，只想睡觉。累了，那公子为你打点营养针。第2天一大早，楚晨一行人又来到香水店内。秋香，你又长大了。公子说笑了，哪有一夜之间长大的？就在楚晨还在调侃丫鬟时，店里面突然传出一声暴喝。你这是黑店，这么一点点居然要999两！这位小姐，您摔碎的这瓶香水，我们店就是如此定价，还请不要为难小的。啥？还有人敢找事摔老子的香水？有陈清玄这个9品高手在，楚晨自是不会害怕找事的。咦，这小妞莫不是武林高手？九蒙子，这人是几品啊？九蒙子，九蒙子，我操，神呢？嗨嗨，这位姑娘，这是为何事恼羞成怒？你又是谁？在下楚晨，是这间铺子的老板。听闻楚晨是老板，穆雪晴当即和楚晨理论起来。这位女侠，这弄坏别人的东西，赔偿不是天经地义吗？女侠这个称呼不错，看在这份上，就不杀你吧。我操，好嚣张！你打烂了老子的商品，不仅不赔，还要杀老子，有本事你杀一个试试！就在二人剑拔弩张之际，陈清玄就突然冒了出来。师姐，您下山啦！小兔崽子，你怎么在这？你莫不是与此人一起在这坑蒙拐骗？九蒙子，这是你师姐，误会误会。九蒙子这名字倒是贴切，你小子不错，怎么样，还用不用赔？师姐说的哪里话？自己人打坏了自家的东西，哪有赔的道理？说完，楚晨又拿了一瓶香水出来，交给了穆雪晴。既然收了你的东西，我也没什么还礼，就欠你一人情。终究也还是个女孩子，哪能够抵得住这香水的诱惑？二傻子，你是真傻呀！师姐舟车劳顿，还不带人去吃点好吃的。闻言，楚晨带着一行人回到青云城宅子，让穆雪晴和陈清玄在堂屋稍作等待，自己则钻进了厨房。嘿嘿，这做饭有点来不及了，先来点螺蛳粉凑合凑合。古代的房子哪能抵挡得住螺蛳粉的穿透力？那让人欲罢不能的怪味顺着门缝就传到穆雪晴二人房间里。我操，二傻子，你在厨房里面拉黄金吗？这特么也太臭了！师姐，别听九蒙子瞎说，这玩意叫螺蛳粉，闻着臭，吃着可香了。你小子不会是要给老娘下毒来报刚才的仇吧？说是如此，身为绝世高手的穆雪晴自然不怕楚晨，当即吃了起来。螺蛳粉那又臭又香，酸爽独特的口感，顿时就让穆雪晴欲罢不能。你说这叫什么食物来着？怎么这么好吃？楚晨将螺蛳粉文化一一道来，听得穆雪晴二人也是啧啧称奇。那个二傻子，你那螺蛳粉多吗？楚晨的商朝空间刚觉醒了再生功能，超市里面的东西自然是要多少有多少。只不过楚晨深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嗨嗨，那个师姐啊，我手里也没多少，你可省着点。哼，小气鬼，姐姐不白吃你东西，你给我螺蛳粉，我给你人。那个，我现在确实有个事情需要你帮忙。楚晨将黑龙帮的事情给穆雪晴叙述了一遍，最后还不忘卖惨。师姐，我要是出事了，以后你就吃不到螺蛳粉了。黑龙帮算什么玩意？敢欺负我弟弟！走！楚晨开上了面包车，就朝黑龙帮驶去。刚一下车，穆雪晴就跟个好奇宝宝似的看着面包车。弟弟，你这马车还不错嘛，这几百里路下来，居然都不带喘气的。师姐，你这就不懂了，这叫面包车，不用吃草，只……滚！让你说话了吗？
我操，这妞好暴力！嗨，师姐，确实如九蒙子所说，这面包车只需要喝水就能跑。哟，哪来的小娘子？这是迷路了吗？走到哥哥的山头来了，小子，这小娘子归我了。识相的留下钱财，赶紧滚蛋！找死！这个小姐姐只是被山匪调侃了一句，没想到她竟然是绝世高手，当场就放了一个大招，灭了整个帮派。木姐姐，你就这么把他们灭了？哼，姐姐我就喜欢灭掉这种小帮派。怎么，臭弟弟想学呀？我倒是想学，不过九蒙子说我不适合练武。黑虎帮的人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还在泉水蹦迪，对方却已经开始虐群了。身为7品高手的黑虎帮帮主，就这么憋屈的胎死腹中了。木姐姐，走，我们去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你个二傻子，是冲着漏网之鱼去的吗？我都不好点破你。楚尘自然没有那么闲工夫管什么山匪，黑虎帮被毁成这样，也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了。这时候进去，只不过是为了里面的金银财宝而已。咦，这里竟然还有个暗门！楚尘做事就要钻进去，一旁的陈清玄却急忙阻拦。二傻子，这里面有女子的声音，而且不止一个。有你和木姐姐在，狼人都不怕，我还怕女人。说完，一行人便走进了这间密室。然而映入眼帘的，竟全是一些妙龄女子。这山贼是在自己的山头开了个后宫歌舞团，真会享受啊！嗨，你们这是怎么个情况？三位大爷，还请放过我等，我等并不是这黑龙寨人，都是被抓来的。对于这群女人，穆雪晴表示没有兴趣，陈清玄则表示不敢有兴趣。不要害怕，这黑龙帮一灭，你叫什么名字？之前是做什么的？怎么会被抓来？不瞒这位公子，奴家名叫李秋水，我等原本是青云城兰桂楼的人。原来这兰桂楼原本是青云城的一个小青楼，由一个5品高手罩着。奈何这黑虎帮帮主看上了里面的一个姑娘，却被阻拦，结果一气之下，直接把整个青楼都灭了。至于里面姑娘，则全被掳上了山。你们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往后什么打算？这位公子，你也知道，我们这些人出身不好，或许也只能进入青楼，继续讨生活。还去青楼，有那个必要吗？公子，我们这些人被人脏了身子，那也只有这一条路了。楚尘很快就明白了过来，这可是在古代，这些小姐姐们还没有回家洗洗，就找个老实人嫁了的思想觉悟。只不过，就算是再老实的男人，在这个时代也不会和这种女子结发。特么的，看来这劝长从良是行不通了。嗨，相逢就是缘分，既然遇见了，要不我出钱开一家青楼，你带着这些姑娘们帮我怎么样？公子你要收留我等，感谢公子收留。二傻子，这么多，你吃得消吗？没看出来你是这种人啊！滚一边去，我自然有我的考虑。一行人挤上了面包车，浩浩荡荡的往青云城驶去。好在这辆大金杯空间足够大，不然还真装不下这么多人。刚回到青云城，楚尘就去城主府找到了蓝云鹏。叔父，你找云鹏是有何吩咐？那个云鹏啊，你想不想发财？听闻楚尘这话，蓝云鹏一下就兴奋了起来。愿为叔父做犬马之劳。看来这小子不傻呀，还知道跟着我亏不了他，有他的背景在，这青楼的安全问题就不用愁了。走，我带你去搞一个大项目。楚尘开着面包车在一间大宅子前停了下来。刚下车的蓝云鹏对面包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致，摸摸这儿，看看那儿。喜欢吗？喜欢。不敢，这是叔父的心爱之物，小侄怎敢染指？无妨，跟着我好好干，干得好了送你1辆也没事。真的，叔父。那小侄在此先谢过叔父。给蓝云鹏画好了大饼，楚尘也不再说什么，二人走进了宅子。秋水，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城主的大公子蓝公子。云鹏，这是李秋水，之前兰桂楼的妈咪，你认识吗？奴家见过蓝公子。叔父，云鹏每日都在书房苦读诗书，未曾见过各位姐姐。我去你的呆呀！这他妈一看就是老熟人了，还他妈在老子面前装纯洁。嗨，这样啊，既然你一心苦读诗书，那叔父不能害你。本来想跟你一起合伙开个青楼，看来得找别人了。别呀，叔父，您误会了，小侄只是白日读书，晚上小侄辛苦一点，还有的是时间打理的。这一幕可看得一旁的李秋水惊讶不已。公子究竟是何等身份，竟然连城主之子都被公子随意调遣？好吧，不逗你了，我出钱，你出力，给你一层收益。听到才1成的收入，蓝云鹏明显的低落了一下。不过瞬间就想明白了过来，要知道那香水店这几日赚麻了，他相信楚尘的能力。叔父有事你吩咐，别说1成，就算白干都成。两人又商量了一些细节，最后名字则定为红浪漫。在大量银钱的攻势下，红浪漫很快就修建起来。当然，里面也没少用上现代的黑科技，比如太阳能热水器、小型风力发电机等，灯光音响自然是一应俱全。
叔父，你拿出来，那些仙器实在是太神奇了，我们这红浪漫想不出名都难。这玩意放在后世也是相当炸裂，有钱人最爱的娱乐场所。云鹏啊，有个事情要你帮忙，你去给我收集玉石、原石。说完，楚尘就递给蓝云鹏1万两银票。叔父，你要原石给我说一声就行，哪能要你的？我还不知道你吗？就你老爹那抠搜劲，你手上能有几个破钱？拿着吧。蓝云鹏尴尬的笑了笑，伸出手接过银票。叔父放心，小侄一定给你办好。处理完红浪漫的事情，楚尘就准备返回马山村了。有蓝云鹏坐镇，楚尘压根就不担心有人敢闹事。公子，你这是要回去了吗？奴婢舍不得公子。这金窝银窝也比不过自己的狗窝。接下来你好好打点好香水店就好了，穆姐姐会保护你的安全的。楚尘只是用了几箱螺蛳粉，就彻底收服了穆雪晴，并答应留在香水店坐镇。通过几日的相处下来，穆雪晴跟小芳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只不过楚尘没注意得到的是，这几日陈清玄出入红浪漫的次数明显变多了。那个二傻子，你先回去，我过几天再回来。黑虎帮已经解决了，你那应该也没什么太大的危险了。楚尘刚回到马山村，就找到了村长王德发。王叔，给你个好东西。这是什么？这叫杂交水稻种，是那个元姓神仙爷爷给我的，可亩产3000斤。咱们村今年就用我这个稻种吧。什么？你敢相信吗？这个来自现代的老六，不仅在古代住上了豪华别墅，还吹上了空调。村子里因为连年灾荒吃不饱饭，他却随手拿出了一袋杂交水稻种。什么亩产3000斤的稻种？楚娃子，你说的是真的吗？王叔，我还能骗你不成？除了杂交水稻种，我这还有能亩产4000斤的粗粮呢。王德发再一次被楚尘的手笔震惊到，楚尘又给王德发讲解了一遍关于杂交水稻的传奇故事。袁先生大义呀，此等壮举从古至今无人能及呀，彻底解决了村民的温饱。对于王德发的感叹，楚尘并不意外。要知道，古代的粮食亩产也才300斤左右，除去粮税，普通百姓都是食不果腹，更别提什么1日3餐了。相公回来了。是啊，回来了，想你了呢。哎呀，说啥呢？这大白天的，娘看着呢。姑爷可算是回来了呀，这次出去可是很久了。岳母大人，屋里的事情让丫鬟做吧，您歇着就行。姑爷呀，闲不下来了，除非有个奶娃娃给我带着，那我就啥事不干了。说完这一句，刘大妹就转身回到了厨房里。相公，奴家也想要个孩子呢。特么的，我来这古代主打的就是一个躺平，弄个孩子算怎么回事？楚尘自然不能亏了李青莲这个原配。经过150分钟的争吵后，楚尘最终还是服软答应了李青莲的请求。第二天一大早，楚尘早就被冯武叫了出去。王叔，冯武叔找我什么事吗？楚娃子，前几天你给我那个红薯，现在很多都发芽了，不出1月就可以剪藤栽种了。王叔不着急，慢慢来，反正现在粮食还够吃。冯武叔，你找我又是何事？楚娃子，应你的要求，用你给的那神奇的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新农村建造完毕了。这旧房改造这么快就完工了？王叔，你去通知村民，就说给大伙分房子了。王德发很快就把村民全部找来，看着村民们对美好未来充满向往的眼神，楚尘竟有些感同身受。特么的，上一世跑了那么久外卖，攒下来的钱还不够买一套房。要是有人像我这样送房子，我至于这么拼吗？我宣布，马山村旧房改造工程正式完工，现在开始分房。楚娃子，今日真的分房啊？对呀，楚娃子，要是没有这个新房，今年指不定得冻死多少人呢。各位马山村的亲人们，我楚娃子能有今日，全靠大伙平日里对我的照顾，所以这些就是我给大家的心意。下面有请我们的村长王德发王叔给大伙分房吧。楚尘深知给事欲为师，那是为了能让所有人记得你的好，但是分配这件事弄得不好就容易招仇，还是让给王德发来，还能卖个人情。安静，首先得感谢楚娃子，大家给楚娃子最热烈的掌声。分房采用抓阄的方式，不过村民们还是很有野心，让楚大壮等楚尘的长辈先选。最后，楚大壮、冯二、冯武等人皆选择了离楚尘最近的位置。王叔，您还没选呢。是啊，村长你也应该选。对呀，为了咱们马山村，你都瘦了。听着下边的议论，王德发不由得老泪纵横。我王德发今日很开心，以后有我在这，任何歹人也休想进我们马山村。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楚尘露出了满足的笑容。能够将马山村打造成这样，而且大伙又如此的团结，成就感一下就拉满了。楚娃子，你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你要是看秀芳还过得去，就去给你当个端茶倒水的丫鬟吧。
这什么情况？还有婆婆将自己儿媳妇朝着别人怀里推的。嗨，伯母，您这说的哪里话？以后整个马山村都是一家人，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丫鬟少爷一说。楚晨告别顾秀芳、婆媳二人，叫上了冯武等一行人，回到了院子。冯武叔，我准备在这做一个发电站，以供大伙用电。发电站能发出雷电的那个东西。楚娃子，你武叔我从小就体弱多病，现在人到中年，更是一晚上要起8次，可经不起那玩意折腾。你可别瞎胡说了。冯武叔没那么玄乎，就是我家里亮堂的那个东西。听到楚晨的解释，冯武才一下子反应过来，楚晨这是要让村里的人都用上电灯这种神奇的东西。作为马山村的第一匠人，一下就兴奋了起来。和楚晨不断讨论发电机的安装。冯武叔，你也知道这雷电之力弄不好能电死人，所以一会儿一定注意安全。嘱咐冯武好几遍，冯武才开始尝试安装第一台发电机。冯武不愧是天生的机械工程师，不一会发电机就安装完毕。放个灯泡。楚娃子，你的灯亮了。一旁的王德发、楚小虎等人也兴奋的像个孩子一样，楚小虎更是激动的想去抓那发着光的灯泡。你特么想死不成？楚娃子，你又踢我！楚晨急忙又给在场的人普及了一遍用电的基础知识。楚娃子别担心，我一定将此物的用法教会马山村所有的人。交代好一切，楚晨又给自己别墅装上了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此时已经到了夏季，作为后世过来的人，没有空调那肯定是不行的。正在房顶上舔着冰淇淋的陈清玄一个闪身出现在楚晨面前。我操，九蒙子，你能不能别这么一惊一乍的？有人来了，大任务。周叔，大驾光临，让我们这马山村蓬荜生辉啊！老魏，你看这小子嘴是越来越甜了。老爷，楚公子长大了些许。不错，这小子最近又摆弄些什么好物件？我见进村的路可是平整的不像话。楚娃子，这半年未来，这马山村怎会如此般变化？周叔，马山村穷怕了，现在小子赚了点钱，也该改善这村里的生活。你看看，你就该跟你这二弟学学，懂得什么叫民心，什么叫取舍。父亲，孩儿受教，一定向二弟好好学习。就在这时，别墅内空调的一股冷气袭来，周世勋这才感觉到别墅内与外面的酷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身体都不由得一哆嗦。楚娃子，你这屋里怎么凉飕飕的？该不会是有什么脏东西吧？要有脏东西，也是你的皇宫里才有吧？楚晨忙给众人解释空调以及马山村的各种电器，一旁的李青莲则是拿了一根冰棍就走了过来。周叔，天气酷热，还请吃根冰棍消消暑。你看看我这侄媳最有孝心，不过这冰棍又是何物啊？这是那二傻子带回来冰棍，冰做的，很好吃。听到陈清玄如此说，周世勋也没有犹豫，当即拿起那冰棍就往嘴里送。果然是透心凉，心飞扬。道长说的没错，此物好吃。注意看，眼前这个男人正悠闲的在家吃着冰棍，没想到当朝皇帝竟然厚着脸皮跑人他家看。红尘浪漫路，青楼平地起。陈道长，这冰棍还真是人如其名，好吃，好吃。我操，酒漏鱼！陈清玄只是对着周世勋一笑，一个闪身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仿佛在这皇帝面前，他丝毫不会害怕一样。周恒等人也拿起冰棍吃了起来，众人皆是贪恋着这一份清凉。好吃好吃，青莲，再给老夫来一根。周叔，这玩意儿可不能多吃，担心闹肚子。特么的，你要是来我家吃点东西就闹得肚子疼，旁边这个魏老伯不得把我当做刺客司呀？这么点东西闹什么肚子？你这小子难不成是舍不得？周叔，您可是误会小子了。你刚才赶路，身体是热的，现在突然这么冰的东西吃下去，这能好吗？作为酒漏鱼的楚晨耗尽浑身解数，才给众人解释清楚。咦，楚娃子，不对呀，这烈日炎炎，你哪来的冰块？周叔，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过整个大夏估计也只有我这儿有吧。楚晨并没有过多的介绍这些电器，本就是一个喜欢躺平的人，要是被这皇帝看上，自己还得去给他皇宫安装一整套电力系统，这大热天能折腾死人。见楚晨不愿多说，周世勋只是深深的看了楚晨一眼。朕早就受够了这酷热难耐，这小子既然自己能弄出来，应该也能给我也弄一套。只是让这小子知道了我的身份，他还敢这么肆无忌惮的与我说话，跟行儿称兄道弟吗？好了，我去看看青莲又给我做啥好吃的。楚娃子，今日叔父陪你喝几杯。说完，周世勋就朝着厨房走去。见自家老子走了，周恒这才放松下来，与楚晨闲聊起来。二弟，半年不见，你似乎胖了一些。你这二弟是改不了口了是吧？大哥，你这是瘦了呀？怎么青楼去多了？二弟不可胡说，我整日跟着先生学习诗书，未曾去过那烟花之地。对了，二弟，你那路面是何材质？为何如此坚硬？我操，你丫的不会拿大锤锤老子的路吧？
那玩意儿叫水泥，也是独一份，而且产量不高，目前没有现货卖给你。楚晨一句话就堵住了周恒再问下去的机会。不一会，李青莲就准备了满满一大桌，楚晨则是拿来了一些冰镇啤酒，炎炎酷暑，几瓶冰镇啤酒下肚，周世勋等人皆有些飘飘欲仙。楚娃子，你这当真是仙酿，每次来这马山村都能见识新鲜事物。今夜老夫就不回去了，不知道你这房间够不够？够，怎能不够呢？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吃完饭，周世勋和陈清玄两人坐在一旁聊着什么。周叔，你少跟着九蒙子聊会儿天，不然把你带坏了。不可对道长无礼，道长是得道高人，岂能是我等凡俗能比拟的？面对周世勋这极高的评价，陈清玄老脸一红。要是以前他还当得此称呼，可自从红浪漫开业，他就堕落了。得道高人。滚！二沙子！陈清玄灰溜溜的走了，弄得一旁的周世勋一脸茫然。不过见到楚晨对一个九品高手能够如此的熟络，周世勋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能跟一个九品高手处成兄弟一般，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楚娃子，你就没怀疑过我？这老小子是要摊牌了，怀疑你干啥？你是我叔啊，周恒是我大哥呀，哪怕你是皇帝又怎样？那还不是我叔？万一我是一个十恶不赦之人，你就不怕我夺了你这一切？周叔说笑了，你觉得我如何能让一个九品高手待在这马山村？而且不瞒你说，他那师姐还住在我青云城的房子里面呢。此话一出，周世勋顿时就是一惊，就连身后的魏公公也感到深深的震怒。陈清玄的师姐可是与他不相伯仲的高手。我见你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怎么就不想着给你叔父享受享受？他们在这等着我呢，先是试探，这下要动真格的了。哈哈，周叔说的哪里话？这会儿你不正享受着呢？你小子还真是不吃亏的主，你应该也猜到了叔父的身份了吧？把这夏日能够让人冰凉的物件开个价。周叔见外了呀，我知道你的身份又如何？那我不依就叫你声周叔，一家人说钱就伤感情了。只不过小侄特别缺这玉石原石。楚晨顺着周世勋的杆子就爬了上去，主打的就是我不明说要，看在感情的份上，你总不可能一毛不拔吧？听完楚晨的要求，周世勋一下就笑了起来。玉石原石都没经过雕琢，又能值几个钱？老魏呀，家里不是有一个玉石矿吗？要不就送给这小子。回老爷，我看行。我操，玉石矿啊！看来这次赚大发了。周叔、魏伯，这可太折他小子了。放心，明日我就跟随你们一起回家，给叔父家弄上一套。得到楚晨的答复，周世勋也不再纠结这个话题。我大夏何时才能村村如此啊？听到周世勋感慨，不远处的周恒吓得一溜烟就与他拉开了距离。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该数落他给他上课。一夜无话。第二日，楚晨别墅前，众人整装待发。你们去，我就不去了。九蒙子，你咋不去？楚娃子，不要为难道长，道长不去，那就不去吧。好吧，你不去就不去，无聊了就叫胡子开车带你去青云城转转。说完，楚晨脸上露出了一副你懂的神情。陈清玄没有来的老脸一红，他确实好久没去红浪了，还怪想念的。周叔，还是坐我的车吧，你家离我这1000里路呢。哦，你的车？周世勋还从来没感受过现代科技的厉害，指着一旁的铁疙瘩，一脸茫然。父亲，这比马车舒服。就这么一行人开着车就往京都驶去，一路上风驰电掣，惹得周世勋连连叫好。楚娃子，你这车跑得如此之快，这得吃多少精料啊？吃什么精料？这车吃油。这车都吃油了，豆油还是猪油？这世界根本就没有汽油这玩意儿。眼见聊不下去，楚晨选择了岔开话题。周叔，你好好看看我们这大夏的大好河山吧，这油这车，在我这独一份。此话一出，周世勋瞬间就不说话了。我堂堂一国之君都没有，感情活得还不如一个山野小子。这小子究竟是什么人？难不成真是神仙弟子？不过这车坐起来一点也不颠簸，可比马车舒服多了。500公里路，早上出发，下午就到了京城。城门口，守城军士一脸紧张地看着眼前这个大家伙。来者何人？驱赶的什么怪物，竟敢冲击京城？周恒见状，直接下了车。守城的军士看到是周恒时，顿时吓得一个机灵，立马跪了下去。卑职参见八殿下，冲撞了殿下，还请恕罪。起来吧，打开城门。当朝皇帝回京城，竟然被守卫拦了下来，只因守卫误把他坐的汽车当作怪物，气得皇帝的儿子当即下车怒对：“你们怎么回事？没看见我父皇还在车上吗？”此话一出，在场的军士纷纷吓得浑身颤抖，跪倒在地，不断道歉。行了，起来吧，打开城门放行。周叔，我可不可以不跪？你在说什么不跪？不跪你们啊，在我们那跪天跪地跪父母，其他都不跪。哦，听到楚晨这话，周世勋反而开心了起来。他还真害怕楚晨因为他的身份，从而变得畏手畏脚。跪天跪地跪父母，好小子，你这思想挺有道理。你说的你们那儿又是哪？呵呵，农村而已，我从何而来没那么重要。好一个农村，本皇开眼了！见君王不惧，体凡人之苦，化万物神奇。贤侄，我是否还要给你一拜？
其实从车子驶出马山村，周世勋对他这个神仙子弟的传说已经信了大半。这会儿听楚尘要求不跪，更加坚信此人是神仙子弟。周叔说笑了，我没什么想法，师尊让我入世，我就想潇潇洒洒这100年光阴，赚足够的银子，喝最好的酒，娶最漂亮的娘子。难得贤侄手握神技而无野心，这声贤侄我就叫定了。听闻楚尘如此咸鱼的想法，周世勋不由松了一口气。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他已经给楚尘打上了贪财好色的标签。既然贤侄农村而来，不跪就不跪，叔父包你在这大夏玩得自在。夜晚，楚尘在一名宫女的带领下，朝着周世勋给他安排的房间走去。这位姑娘，你是周世勋的贴身侍女吗？公子不可直言陛下之名，这可是大不敬。看着宫女被吓坏的模样，楚尘顿时觉得一阵无语。看来这地方不能多待，趁早干完，趁早回家吧。然而当楚尘进入房间，发现里面竟然还有2个面容姣好的姑娘。感情这坏小子在试探老子，既然送上门来，那就配合你演演。公子，今晚就由我俩伺候您就寝。哦，那感情好。原本以为这寂寞长夜无人陪伴，看来还是我那叔父想得周到。说完，楚尘就摆出一副任君宰割的模样，人人心中忆秋田，各自耕耘不得闲。第二天一大早，楚尘在2名侍女的伺候下穿好衣物。你俩起来的还真早，吃早饭没？一起吃啊！2宫女哪敢与他同桌，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如何回答，直直低着头不敢说话。楚尘顿感无趣，从空间掏出几桶方便面，自顾自地冲泡起来。不一会儿，一阵香味就从那盒子里面飘了出来，闻得2宫女直冒口水。另一边，周世勋房间内，陛下，楚尘昨夜进门看到宫女，就留下2名宫女。据回来的宫女说，此人乐在其中，刚收到来报，这会正和宫女一起吃方便面呢，且动作粗鲁。哦，我这贤侄啊，还真就是一个贪财好色之人。行了，取消监视吧，此人无碍。陛下，要不再观察几日？老魏呀，有些人心性使然，装都装不出来，你不懂男人呐。我特么是不懂男人，我就没感受过那份快乐呀。一碗泡面刚下肚，周恒就来到了房间。二弟，昨夜睡得可好？你这是在吃方便面？还有吗？看着这个八皇子，楚尘大方的给他泡了一桶方便面。这2人是你的人还是你爹的？这已经是二弟的人了，你这……我不是那意思啊，就好奇一问，我懂你意思，别害羞。你懂个毛线，老子会害羞。这一幕看得2个宫女又是肝胆欲裂。宫里的规矩，既然皇上将他俩赐给了楚尘，楚尘如果犯错，他俩也得受牵。好了，二弟不跟你吵，待我吃完就跟你一起去见父皇。很快，2人吃完就向外走去，2名宫女则是一边收拾一边闲聊着。姐，这公子如此出言不逊，我俩恐命不久矣。没事，秋雅，我见八皇子毫无责怪意思，或许这是我俩的机缘。楚尘参见陛下。此座。一旁的工部尚书郑不爽见楚尘不仅不下跪，还真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了。关键是圣上还一脸笑意，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来，楚娃子，这是工部尚书郑不爽郑大人。楚尘见过郑大人，这可是工部尚书啊，超级大官，先混个脸说。楚公子年轻有为，得陛下看重，在下佩服。好了，以后我那屋子里变凉爽，有任何的需要，你就给郑大人说，郑大人会给你一切的帮助。本皇事务繁忙，就不再管尔等，下去吧。周世勋只是大手一挥，就将2人赶了出去。我去你个嘚呀！大清早叫老子过来等了那么久，就这几句话。说是如此，对于周世勋的安排，楚尘还是非常的满意的。楚尘和郑不爽找了家酒楼坐下，2人商量起空调安装事宜。哪怕是到了此刻，郑不爽也是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他一大早就被周世勋找去，说是有意其人能在这酷暑将他的卧房变得凉爽，让他配合好工作。原本见到楚尘是个毛头小子时，准备敷衍了事，但是看到楚尘见圣上不仅不跪，皇帝还笑得喜笑颜开，顿时就重视了起来。很快2人就商量完毕。好的，楚公子，老夫立刻就去安排。楚公子可有住处？要不要老夫安排？谢过郑大人，陛下在这宫里已给我安排住处，就不劳烦你了。住在宫里，此人越来越不简单了，难不成是皇上的私生子？既然陛下已有安排，那老夫就不多事，有什么需要尽管给老夫直说即可。楚尘来到郑不爽准备好的房子，从空间里将空调外机、冰箱、太阳能发电机等材料一股脑的取了出来。偌大的皇宫需要的材料可不少。第2日一大早，看着楚尘准备好的材料，郑不爽啧啧称奇，指着一大块光伏板就开口问道：“楚公子，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能让这烈日变得凉爽的东西？”不，这几个才是。你指那些板子都是吸收太阳能量的东西。吸收太阳能量，那不更热了吗？郑大人，这太阳的能量是一种能量，通过这些，那就能让它变凉。楚尘嘴一瓢，就开始胡乱解释着，听得郑不爽一阵好奇。这人莫不是个神仙？好了，郑大人，派一些机灵的人跟我学这玩意儿的安装。这种独门绝技竟然还能让人来学，楚公子果然是高手，郑某佩服。如果说之前郑不爽还只是觉得楚尘有些神奇，此刻楚尘的形象一下就高大起来了。安装而已，学会了你也造不出来。这么大热天，那么高的房顶，一个个让我爬，摔下来那可怎么办？
很快，郑不爽就找来了几人。楚晨只是略作交代后，就爬到房顶，开始安装其一个光伏板和空调外机。在众人热情满满的情况下，进行的特别的顺利。很快，第一台空调就安装完毕了。楚公子小心！我操，完蛋了！这么高摔下去，别把我摔残疾了。混蛋，还不给本公主起来！男人只是第一次进宫，竟然就敢将公主压在身下。皇帝听说了，不仅不生气，还要将公主许配给他。混蛋，还不给本公主起来！对不起，小姐姐，我刚刚脚滑了一下。不过你用的什么香水？怎么这么香？从小养尊处优的长宁公主哪里受过这种气？不过楚晨这略带调侃的语气，竟然让她厌恶不起来，只是紧紧咬着嘴唇，并没有说话。楚公子，这。郑大人怎么还结巴上了？这可是长宁公主，楚公子还不快点起来！我操，还是个公主！嗨，那个小姐姐，对不起啊，没压坏吧？回头我送你点木瓜牛奶补补。大胆贼子，刺杀完本公主还想离开，你就等着被我父皇砍头吧！哼！就在楚晨有些无语时，魏忠贤如同鬼魅般的出现在几人眼前。楚公子，陛下有请。郑大人，你也一起过去吧。听闻周世勋请自己过去，在场的众人也不敢怠慢，就连长宁公主也选择跟了上去。终于可以告别这酷热，该赏。青云楚尘，神乎其技，夺烈日之热，换清凉人间，赏金5000，再赏府邸1座。这老家伙还挺大方的嘛，就装了一台空调而已，还送一套京都四合院。那我就谢过周叔了。这一幕让跟上来的长宁看得目瞪口呆，在他看来，自己的父皇一定是被他施了妖法。父皇，你可别听信这个妖人的谗言，他刚刚还将女儿压在身下。我操，小妞，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呀，我可是清白的。这小子还真是风流，连老子女儿也不放过。楚娃子，你看朕这女儿长宁如何呀？周叔，长宁公主肤白貌美大长。不对，公主自然是美若天仙，回眸一笑百媚生，6宫粉黛无颜色。好，长宁啊，你觉得这楚娃子如何呀？父皇，这人就是一无赖。好，既然你们郎有情且有意，那么楚娃子，朕就将这宝贝女儿许配给你吧。我操，装空调还送女儿，要不要这么刺激？完了，父皇中邪了。几人又愉快地商讨起剩下的电器安装工程，除了一旁还有些闷闷不乐的长宁公主，不过她的内心竟然没有丝毫排斥，哪有少女不怀春？楚晨那独特的说话方式在她内心留下了一抹印记。临近饭点，皇后为了感谢楚晨，让御膳房准备了一桌美食，楚晨则是从空间里拿出一瓶香水前去。草民楚晨拜见皇上、皇后娘娘、八皇子。好了，楚娃子，这是家宴，没那么多规矩，过来坐吧。楚晨，你是如何一眼看出来我是皇后？皇后娘娘，敢问这天下哪儿还有您如此雍容华贵，让人一看就亲切如母之人？作为这大夏之母，小子一眼就被您的气质折服。这一通马屁，不仅听得皇后哈哈大笑，就连周世勋和周恒都在心里为他竖起了大拇指。楚娃子可真会说话，刚才皇上也说了，这是家宴，就叫叔母吧，显得亲切。谢叔母夸奖，今日来的匆忙，未准备贵重礼物，这小物件就当小侄孝敬叔母。说完，楚晨就从身后掏出了早已准备好的香水，递到了皇后的身前。这一操作又让周世勋和周恒给他竖起了大拇指。这瓶子是琉璃所做吧？里面装的是什么？楚晨拿起香水，随意喷洒了几下，香水那独特的香气顿时四散开来。在给皇后解释了香水的作用后，原本听闻周世勋就这么把女儿嫁人，还有些隔阂的皇后，此刻全都驱散开了。我说楚娃子，这吃饭没酒可不成啊！特么的，你请我吃饭还要我自带酒水，不带这么玩的。周叔，我那酒水都在车里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皇宫里面可不好开进来。无妨，老魏呀，去把这小子的车弄来。魏忠贤连忙点头应是，一个闪身就消失在众人眼前。等再次出现的时候，只见他一只手托着汽车，闲庭信步的走了过来。我操，这特么的还讲不讲道理了？那啥，魏老伯，别给我摔坏了。只见魏忠贤只是随手一托，就将楚晨的爱车放在了地上。楚晨忙从里面拿了一些酒出来，酒过3巡，楚晨也渐感醉意。贤侄，你那车可是好东西，还有吗？这特么都开始打我车的主意了，这玩意要耗油，还得隔3差5给他送油。叔父啊，不是小侄舍不得，这车不好驾驭，弄不好出人命。不过我可以给你另一种车，保证比马车快，还不颠簸。周世勋原本以为要车无望了，当即也是乐了起来。好，明日就请贤侄将其取来。来，喝酒。第2日日上3竿，楚晨才悠悠醒来。除了那2个宫女之外，还有一人也静静的等在门。哎呀，什么风将您老人家给吹来了？楚公子，咱家奉皇上之命，问你要昨夜说的那车。那车我早准备好了，劳烦魏公公搬运一下。魏忠贤也没有多想，这车是怎么运进来的，当即扛起摩托车就和楚晨进宫去。贤侄，这就是你说的那车？原来还有这么一层身份呢。
昨日见皇上不行，草民深感作为一国之主不易，所以求来此物献给皇上。好，谁说本皇不得民心？看看，这就是民心。你可真会顺着爬，民心你的对呀。楚尘把驾驶方法交给周世勋等后，就告辞准备回马山村了。而一旁的周世勋已经开始研究能不能给摩托车上装上刀枪棍当做骑兵使用了。只不过目前空间的产能明显还不够支撑一支骑兵使用。就在楚尘收拾好衣服准备出发时，魏忠贤却带着2个宫女挡住了去路。魏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楚公子，你怎能如此大意，忘了东西？这俩姐妹既然跟了您，那就万万不可在这宫里待下去了。你带走吧。还有，这令牌是陛下赐予你的，必要的时候能用得上。我操，你管这叫东西？魏伯呀，这令牌我就收下了。可是你也知道，我家里还有着妻室。你小子还跟我装上了！你要是不带他俩走，那他俩也就活不成了。这是什么逻辑？你俩叫什么名字？我叫邀月，他叫莲心，给公子请安了。跟着我可以，但是第一条规矩，那就是以后不要再跪下磕头。上车吧。说完，楚尘就将2人带上车，一脚油门就朝着青云城驶去。很快，楚尘就到了青云城宅子。公子，你终于回来了。咦，这2位是？嗨，这是我从京城带回来的2姐妹，以后就留着帮你打打下手。公子，那我明日就对邀月和莲心进行培训。小芳，你这是怎么了？公子，你这京城一去多日，小芳甚是想念呢。是啊，多日不见，你辛苦了，让公子为你弄点营养汁。姐姐，这营养汁是什么东西？好吃吗？这个男人不仅在古代开了一间成年人俱乐部，更是凭借一首歌剧燕京4座。接上期，楚尘带着邀月和莲心2人回到青云城安顿后，就以驾车太久，身体不适为由，享受起了2人独特的推拿手法。你这个登徒子，连200多个月的孩子都不放过，你想死不成？是不是这2傻子对你们使坏了？没事，姐姐给你们做主。看着怒目圆瞪的穆雪晴，楚尘有些无语。侠女，你这是要干啥？为民除害啊！雪晴姐，我们给公子推拿呢，公子没有使坏。推拿什么意思？这是公子教我们的，我们也不清楚，但公子说很舒服。穆雪晴见楚尘确实是满脸享受的样子，一时间不禁有些好奇起来。2傻子，你来给姐姐解释解释。侠女姐姐，这推拿就是通过手法让被按者感到舒服。哦，那你让他俩给我按按。一旁的邀月和莲心正准备上前，却被楚尘一把拦了下来。我说侠女姐姐，这手法可是我教的，你不找师傅去找徒弟，你是真不懂享受啊。你是说你要给我按？没错，包你舒服。穆雪晴有些狐疑的看了楚尘一眼。行，看在你这么真诚的份上，来吧。特么的，给老子抓到机会了吧？看我怎么炮制你！嗨，侠女，这推拿呢，首先就是要一个舒适的环境，我建议我们去房间里。登徒子，你是不是想使坏？你想哪去了？这就是单纯的正规按摩。再说你这9品高手，还怕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之人吗？出于对自己武力值的绝对自信，穆雪晴只是思索了一下就点头同意了。房间内，穆雪晴趴在床上，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舒适。看来这小子没骗自己，这推拿怎会如此舒适？而楚尘看着穆雪晴那纤细的腰肢，则是暗暗吞了吞口水。就怕你不上道，只要你上道了，总有一天要你好看。150分钟后，楚尘收回了按得酸软的双手。用力点啊！怎么停了？女侠，我累了，需要休息会。得了吧，你就是不想对我弄，大不了姑奶奶下次对你温柔一点。嗨，那啥，我又不是习武之人，哪能跟你这个高手比？还是下次吧，我还有很多新花样呢。哦，还有什么新花样？快说说。比如在你这背上加点油，比如全身 SPA。还要抹油撕帕子。穆雪晴一头雾水，这小小的推拿似乎对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此刻，穆雪晴对楚尘的这些说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在楚尘还在想着一定要给自己的红浪漫增加项目时，门外响起了邀月的声音：“公子，外面有一位自称是玉石矿管事的大人来访。”你说啥？玉石矿？快将人请过来。喂，二傻子，我怎么办？嗨，这会有喜事，晚上我再给你按。楚尘说完，头也不回的朝着正堂走去。下官丘处基见过楚公子。啥？邱大人一路上辛苦了，不知道尊师是不是姓王？楚公子果然是神人，家师的确姓王，字思聪。这他妈好像串台了，不知邱大人此行所为何事？陛下派下官前来，带楚公子去接收玉石矿场之事。那就有劳邱大人带路，我们这就去吧。
楚公子，這玉石礦離這青雲城千里之遙，此刻就去。经过一番了解，楚尘才知道，这周世勋送的玉石矿位于西边一个边陲小城，名曰乌坦城。这城市名字咋有点耳熟？既然如此，还请大人在这青云城住上几日，我处理一下这边事情，就跟着你一起去一趟。如此甚好，那下官在這青雲城找一間客棧，等着楚公子的召喚。嗨，哪能让邱大人住客栈？这青云城有在下的产业，邱大人就先在我那住着吧。于是楚尘招呼着丘处机就朝红浪漫走去。楚尘刚进入红浪漫，就见蓝云鹏顶着一个黑眼圈迎了上来。叔父，您回来了！我操，你小子不会天天都待在这里吧？叔父说的哪里话？我这不是昨夜书房苦读吗？所以精神有些差。我信你个鬼！特么的，我这拉着蓝云鹏做生意，要是把这小伙玩死了，那蓝战辉那边可不好交代啊。云鹏啊，以后1月之内你只能来红浪漫6次，不然我就将你这份子交给你爹。叔，您可千万别，我爹身体不好，弄不来这个呀，您可不能害了他呀。要不我只来10次。滚，就这么定了。对了，这位是京城来的邱大人，给我招待好了。说完，对着蓝云鹏狠狠使了一个眼色。哎呀，邱大人，这几日小侄就在这红浪漫寸步不离的陪着您，你不给我来也行，但是老子平日里招待个客人什么的，那不犯错吧？丘处机看着红浪漫这里面旖旎的装饰，再看看眼前这位年轻人唯女不振的样子，瞬间就想到了这是什么地方。這楚公子真懂我啊，不愧是同道中人。楚公子客氣了，這位是……哦，邱大人，刚才一时激动忘了介紹，這位是這青雲城城主府的大公子藍雲鵬。見過藍公子，我與你父親也有一些交情，明日一定登門拜訪。几人一阵寒暄后，就走进了一间包房。嗨，邱大人原来是客，就让我献上一曲给邱大人接风洗尘吧。众人又是一阵叫好声，楚尘则自顾自地拿起话筒唱起了歌。楚尘这别具一格的唱法，令在场的众人都觉得有些新奇。那浑厚又独特的嗓音，听得几人皆是有些陶醉。只不过让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首歌的高潮会再次刷新他们的认知。我的法克，这是什么神级演唱手法？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甩墨？咦，甩墨是雜魔，我為雜魔要說這個。一曲唱罢，不仅是在場的眾人聽得熱血沸騰，就連從他們包房門口路過的小姐姐都聽得紅災泛濫。这个男人意外在古代救下了一群风尘女子，并还他们自由。然而他们竟然想重操旧业，无奈之下，男子在古代开了一家 KTV， 收留了这些女子。小兵欢喜去性感，面对摩天的新闻，不被无人的转身，对着纯白的香灯，然后还原为人。一曲唱罢，蓝云鹏、丘处机等人皆是一脸崇拜地看着楚尘。在这个没有流行音乐的时代，这么一首独特曲风的歌曲，瞬间就将众人圈粉了，纷纷嚷着要让楚尘再唱一首。哼，臭弟弟，你这歌我怎么从没听过？木姐姐怎么样？好听吧？切，一般般吧。不就是会唱个歌，按个摩，煮个螺蛳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显然，穆雪晴对这首歌很是喜欢，只是她那绝世高手的身份不允许她低头。只不过连她自己也没注意到，楚尘在她心里的地位正在直线拔高。将丘处机安顿好后，楚尘就准备返回一趟马山村了。二傻子，你这是要去哪儿？你要跟我回马山村啊？我估计陈清玄不太欢迎你。他敢？今晚你得给我按摩，咱不管他。楚尘驾驶着车子一路朝着马山村而去，刚驶进村口，正站在别墅楼顶上吸收日月精华的陈清玄立马就站了起来。我操，这二傻子怎么把史杰也带回来了？走，虎子，快开车进城！一旁被陈清玄强行拉着修炼的楚小虎一脸茫然地看着陈清玄，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自然没有陈清玄的目的，能一眼看到还在村头的楚尘等人。请玄兄去城里做啥？别废话，快开车！今晚红浪漫的所有消费我买单。其实也不怪陈清玄，穆雪晴从小就没少欺负陈清玄，对于穆雪晴的惧意早已刻进了骨子里。楚小虎一听这话，瞬间就来了精神，当即就驾驶着楚尘留在家里的面包车往青云城驶去。面包车发出一声巨大的轰鸣，飞快地从楚尘驾驶的汽车身旁疾驰而过。这胡子哥是疯了吗？开这么快？陈清玄，你有本事永远别见老娘，不然你看我不打断你的腿。听闻穆雪晴的暴喝声，楚尘才反应了过来。穆姐姐，或许他们是有什么急事呢？哼，
急事就是你这小子将那九蒙子给带坏了，你还好意思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在红浪漫干的好事吗？看着处在暴怒边缘的穆雪晴，楚晨乖巧的闭上了嘴巴。很快，楚晨就回到了别墅。二傻子，这村子是你打造的？没错，怎么样，漂亮吧？听到动静的李青莲也走了过来。一番介绍后，李青莲对穆雪晴也是喜欢的紧，毕竟这是比陈清玄更厉害的高手。雪晴姑娘，这天气太热，赶紧坐下休息会，一会吃根冰棍消消暑吧。看着一脸热情的李青莲，穆雪晴又鄙视地瞪了楚晨一眼。明明家里有这么贤惠的夫人，却还整天在外面沾花惹草。青莲姐，你真好看，今晚我能跟你睡一起吗？那感情好啊，要是觉得这马山村好，那就多住几日。我很喜欢这马山村。说完，对着楚晨又来了一个挑衅的眼神。楚晨则是一脸不在意，毕竟别墅里除了李青莲，还有罗伊。很快，罗伊也从工房下班回来。李青莲见状，急忙说道：“我今晚陪雪晴姑娘，相公你就去罗伊的房间吧。”穆雪晴听完就睁大了眼睛，直呼这人彻底没救了。楚晨趾高气昂地看了穆雪晴一眼，就准备拉着罗伊去打扑克了。罗伊姑娘，你身上好香啊，要不我们今晚3人睡吧？罗伊有些为难，很想婉拒，可是想到此人能够给大家带来安全，也不好拒绝。一会我教你们一套呼吸指法，保证让你们的皮肤变得更加水润。你看我这小肚子，是不是一点儿也没有？真的吗？这世间还有如此神奇的术法？原本楚晨还在那沾沾自喜，没想到这穆雪晴早已经将2人策反。看着3人有说有笑的进入主卧后，楚晨这才发现事态不妙。穆雪晴，你什么意思啊？小心老子对你不客气。有本事你来呀！好吧，算你赢了，老子还要点脸。要是不要脸，直接掏出物资将你们3个全部打趴下。坐在客厅的楚晨闲着无趣，就进入空间研究起里面的东西。当他看到一个专柜的对讲机时，瞬间就兴奋了起来。每次青云城和马山村传话都不方便，有了这对讲机以后就不用来回跑了。青云城和马山村的距离显然还在对讲机的信号接收范围内，而且古代没有电磁污染，这通讯距离或许还能提高一些。第二天一大早，楚晨就拿着他的对讲机朝青云城驶去，很快就找到了楚小虎和陈清玄，并将对讲机的功能给2人讲解了一番。二傻子，你说这是顺风耳？陈清玄一手掂量了一下对讲机，满脸狐疑地看着楚晨。作为9品高手，他不相信楚晨这种没有习武天赋的人会拥有传说中的神通。呵呵，胡子哥，辛苦你一下，跑外面去按下这个按钮，对着这说话。楚小虎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抓起对讲机就朝着院子外面走去。等胡子走远，楚晨咧嘴一笑，按下对讲机。胡子哥，到哪了？正在大街上的楚小虎正盯着对讲机发呆。尽管楚晨近年各种手段层出不穷，可是顺风耳这种神话传说中的存在，他还是不咋相信。胡子哥，到哪了？对讲机里突然传出来的声音，吓得楚小虎手一抖，直接就将对讲机丢了出去。妈呀，鬼呀！好半晌，楚小虎才反应过来，想起楚晨说的，这才捡起对讲机，按照楚晨的说法使用起来。楚娃子，你咋跑到这黑盒子里面了？院子里，手里同样拿着一个对讲机的陈清玄听见楚小虎的声音，当即吓得一个机灵，就把对讲机丢了出去。看得一旁的楚晨一阵无语。还好这玩意儿皮实耐用，不然的话不得给你们全砸了。没错，胡子哥，这就叫顺风耳。妈呀，这也太神奇了！那到时候我们说话就不用跑来跑去了。哈哈，这也太好玩了！楚娃子，你听到了吗？听到了，你快回来吧。哎呀，这也太好玩了！以后跟清闲公子去红浪漫就不用去家乐教了。咦，这姑娘怎么这么好看？哇，那小媳妇好，屁股大，好生养。经常使用对讲机的人都知道，第一次用对讲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按住按键忘记松手。楚小虎的话让院子里的邀月连心等人听了个正着。姐姐，这胡子哥平日里呆头呆脑的，没想到内心这么大。说完有下意识的看了一眼一脸尴尬的陈清玄，一旁的陈清玄有些老脸挂不住，一个闪身就消失在众人眼前。接着对讲机里断断续续传来楚小虎的声音：清玄兄，你怎么来了？哎，你怎么踢我？哎，别打脸，别打脸！最后，楚晨又将对讲机的充电方法交代给了楚小虎，让他带回去给马山村的重要人物使用。很快，楚小虎就回到楚家别墅，找到了李青莲。弟媳妇，这玩意儿叫顺风耳。哎，你按照这个说话。李青莲一脸懵逼的看着虎子，按照虎子的指导按下按键。说啥呀，胡子哥？李青莲还没等到楚小虎回话，电话那头就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青莲，我是楚晨。相公，你怎么被关进这个盒子里面了？注意看，这个男人只是给皇帝装了几台冰箱空调，皇帝就送了他一座御史泡沫。随手从空间里拿出的对讲机，更是被结发妻子当做妖法。青莲，我是楚晨啊！听着对讲机里面传来的声音，李青莲双眼一红，就忍不住哭了起来。相公，你这是被谁施了妖法？怎么被困进这个盒子里了？
我要怎么才能救你出来？一旁的楚小虎看得一脸懵，对讲机另一头的楚晨也是有些哭笑不得，当即又通过对讲机跟李青莲解释起来，交代好一切。楚晨又命人将玉石矿脉的使者丘处机找了过来。二傻子，那什么鸟不拉屎的乌坦城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去啊！早就陷入温柔乡的陈清玄显然不想跟着楚晨四处奔波，只不过这乌坦城在边境，常年都有蒲甘的蛮子作乱，楚晨觉得有必要带上陈清玄。九蒙子，我要是挂了，你觉得这红浪漫还能经营得下去？在楚晨祭出杀手锏后，陈清玄终究不再多说什么。考虑到地势险峻，楚晨从空间里拿出了一辆装甲车，找了个之前暗中培养的孤儿做司机，就往乌坦城驶去。楚公子，这些日子感谢招待了。对于楚晨将他安排在红浪漫，丘处机可谓是极度满意啊！夜夜笙歌夜夜醉，还不花钱，他这辈子就没接到过这么好的差事了。邱大人客气了，这几日颇忙，没能好好陪邱大人，见谅。我要你一個大男人陪襲魔盤，這紅浪漫多自在。楚公子，此車為何如此極速啊？感受了一番防爆車的速度，丘處機再也按耐不住他那好奇心，看看這嬷那，楚晨則是不耐煩地給丘處機講解起來。原本以為這一趟得走個半個月，未曾想公子有此神氣，我看恐怕不出3日，我們就能進入那烏坦城。3天時間轉瞬即逝，此刻烏坦城城主府內，你說那八皇子的義弟就快到咱們烏坦城了？没错，老爷，此人此次前来所乘坐的是个大铁盒子，速度极快，这会就快到城门口了。老黄，快跟我出城迎接，顺便带上薰儿。这萧薰儿正是肖战的宝贝女，天生丽质，犹如一块璞玉。肖战觉得，如果有机会攀上楚晨这条线，那这乌坦城将更加受到上面的重视。很快，楚晨的防爆车就驶入众人眼前。楚公子，那是烏坦城城主肖戰，是一個非常正直之人，只可惜離京城太遠，沒機會攀附，所以這烏坦城發展並不好。烏坦城城主肖戰恭迎楚公子一行。肖城主客氣，這位就是楚公子。在下楚晨，见过萧城主，日后在这乌坦城还请萧城主多多照顾。见到楚晨这么客气，肖战也是松了一口气，毕竟八皇子义弟的名头在那，他之前还在担心这楚公子会不会跟其他皇家之人一般不好接触。小女子萧薰儿见过楚公子。我操，这又是哪来的美女？楚晨见过萧姑娘，敢问姑娘是？楚公子，这是小女萧薰儿，听闻公子前来，故而慕名而来，说是要见公子一眼。你特么就扯吧，还慕名而来，慕老子开红浪漫身边美女众多的渣迷吗？难得萧姑娘看得起在下，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说完，楚晨就从空间里拿出一瓶香水递了过去。一旁的肖战一看那透明的玻璃瓶，顿时震惊不已。这是琉璃，不应该是水晶，不然为何如此透亮？楚公子，这礼物太过于贵重，如何使得？哈哈，萧城主，此物名为香水，萧姑娘如此美貌，当得此物。楚晨说完，还不忘将盖子打开，对着几人身前就喷了几下，瞬间一股非常好闻的香味从中间散发开来，几人皆是啧啧称奇。薰儿谢过楚公子。此刻城主府正堂早已经摆下了宴席，楚晨一行人很快就跟随肖战入座。楚公子那骑车当真是神奇，平日里1个月的路程，竟然只用了3日，这略备粗茶淡饭，算是为楚公子接风了。萧城主客气了，如此好酒好菜，楚某受宠若惊。特么的，还好是开了装甲车来，这路简直比80年代的乡村路还难走。一顿饭吃的宾主尽欢，在了解了下玉石矿的情况，饭后一行人就朝着玉石矿而去。好在防爆车越野能力极强，即便是如此，一路的颠簸也让楚晨骨头都快散架了。看来这环境还真是够恶劣的呀，换做别的车估计都进不来。属下见过城主大人，各位大人。這位就是這礦場的新主人楚神楚公子，以後你就是這楚公子的人了。属下趙日天见过楚公子。好了，起来吧，把这儿的情况给我说一说。赵日天带着众人在矿场逛了逛，心下却不断嘀咕：这陛下送矿就送矿，为何将自己一行也全赐给了眼前的年轻人？这公子如何能够守得住这座矿场？哎，到时候甘普蛮子一来，自己这些人也都跟着遭殃了。赵大哥，为何此地生活条件如此的恶劣？这难不成是个明主？在赵日天想来，楚晨要问的应该是储量多少，出量多少。但是楚晨却先问他们的生活问题，不待他说话，一旁的丘处機接過了話茬。楚公子，這礦工不都是這樣嗎？我大夏軍士都是吃苦善戰之輩，這區區生活自然不在話下。楚晨轉頭看着一臉急切的丘處機，顯然這回答讓他並不滿意。趙老哥，這礦場儲量如何？一番了解，楚晨對這礦場大概有了一個了解。這座大山處於大夏與甘蒲交界，趙日天也不知道儲量有多少，反正是多到驚人的程度，所以甘蒲的那些蠻子時不時的會來光顧一下。原本這礦場的600餘名軍士，幾番下來也只剩下200人左右了。靠，周世勳這老小子，這是給了我一個燙手山芋啊！楚公子，如果您真接下這玉石礦，還請可憐可憐我等軍士和那些礦工。原來趙日天等人都是在軍隊裡犯過錯之人，而那些礦工更是一些被流放之輩。這皇家礦脈說好聽是皇家的，其實早已經被京城的一個世家把持着，開採出來的玉礦一半送上京城，一半留給自己。這些年來賺的是盆滿缽滿。
看来老子无形之中是得罪人了呀。楚公子，你可知道京城柳家？萧城主，还请指教。看来楚公子还是毫不知情啊。这柳家是这京城4大世家之一，可谓把控着大部分的皇商生意，富可敌国。柳、朱、文是这京城3大世家，且都以这柳家为首。3家祖上都是开国的功臣，得先皇器重，皇商的生意基本都被这3家接手。这玉石矿正是这柳家代为打理。都他娘的干啥呢？集体偷懒，真当老子没脾气吗？这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了起来。只见一个流里流气的人指着众人喝骂：“赵日天呐，给老子出来！老子就出去半个月，你就让他们偷懒了？信不信老子一纸文书上去，把你也变成矿工？”楚尘实在看不下去了，走上前挡在了他的面前。你是谁？你又是谁？敢挡老子的道？男子说完就要一把推开楚尘，没想到手刚伸出来，就感觉肚子一痛，整个人被陈清玄一脚踢得倒飞了出去。来人不仅是皇子的义女，更是皇帝的女婿，如今却因为一堆破石头被富家子弟当众辱骂。你他妈是谁啊？敢挡老子的道！柳下惠说完就伸出手准备去推楚尘，一旁的陈清玄见状上前就是一脚回旋踢。你他妈跑到老子玉石矿来耀武扬威，你说我是谁？你的矿，这他妈是我柳家的，是圣上的矿脉。小子，你不想活了对吧？等等，陛下将矿脉送给你了。一旁的赵日天深知柳家的势力之大，怕自己这个年轻的新主子吃亏。公子，此人叫柳下惠，柳家派来这玉石矿的管事。哦，这位柳公子，既然陛下将这玉石矿脉赠予我了，你可以滚了吧？楚公子是吧？要我离开可以，但这之前开采出来的玉石，我们必须带走。柳公子，你生下来的时候将脑袋夹坏了吧？既然陛下将这矿脉赐给了我，那么不管是人还是矿，都是老子的。姓楚的，别说本公子没给你机会，2条路：第一，自己上书一封，让陛下收回成命，将此矿场交由我柳家继续为你打理；第二，把刚才踢老子那护卫杀了，然后你给我身后的护卫踢一脚。这如同2傻子一般的操作，着实把楚尘看得亚麻呆住，而身后的陈清玄则是眼神慢慢变得冰冷了起来。你觉得以你身后那7瓶垃圾杀得了老子？楚尘见眼细看，当即退后了一步，等着陈清玄的表演。2傻子，你干啥？你来啊！你不是9品高手吗？就对面那区7品也配老子动手？你不是有暗器吗？老子懒得动。一旁的赵日天则是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陈清玄，他没想到这次的新主子身边竟然随身带着9品高手。要知道，就连当今圣上的身边也只有一个9品的魏公公而已。我要是不答应呢？你柳家想怎么样？哈哈哈，那也好说，就是楚公子和家人平日里出门啊，得担心着点。三叔给我断了他的腿！小子，你那护卫不是9品吗？我不跟你打。柳三压根不相信楚尘这种毛头小子能驱使9品高手，对于陈清玄他更是没放在心上。呵呵，哪那么多废话？有本事你就来弄断老子的腿！既然你找死，那就怪不得老夫了。突如其来的响声将在场的众人吓了一跳，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柳三，柳下惠忍不住双腿打颤。你竟然敢动我柳家的人！姓楚的，你给老子等着！楚尘自然是不可纵虎归山，随手对着柳下惠就是一阵突突，人群中也顿时传出了欢呼声。我楚尘既然敢杀他，就不怕他柳家的报复。既然陛下将整个矿场以及大火赐给了我，那么大伙儿就是我楚尘的人。楚尘又将男女老少进行分组，青壮年负责采矿，老人妇孺则负责矿场的后勤工作。楚尘又到了矿场房间内，从空间取出了大量的兵器，随后找来了赵日天。公子，如若您能早日接手矿场，我那400兄弟又怎会死去？有此神兵在手，定能打得那干仆蛮子不敢来犯。好，既然如此，你等200余人，名义上皆是我楚尘的府兵，但我的要求就是绝对的忠诚。愿为公子效命。楚尘又将10字弩的使用方法交给了赵日天，听得赵日天两眼放光。有了这些武器，他有信心将矿场的安保能力做到万无一失，安顿好一切。楚尘则是回到了交战给他安排的宅子内。楚公子冒昧来访，还请见谅。萧城主何事如此着急，还让你亲自过来一趟？楚公子，你也看见了，我这乌坦城里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萧某是来化缘来了。这是来要钱了。萧城主，我今日能拿1万两，明日呢？后日呢？萧战也知道这不是解决办法，但是眼看城里那些被甘仆祸害的人越来越多，民众积怨，他不得不将希望寄托在楚尘身上。那楚公子认为如何？我见这乌坦城地域辽阔，险地众多，为何就是抵御不了这甘仆蛮子呢？公子，乌坦城处于大夏边境，自古就是这贫瘠之地，物产匮乏。小女子认为正是上面重视不够，这才让那蛮子趁虚而入，连年的骚扰，让百姓无心耕作，流离失所，这才造成现在这局面。萧薰儿的言论让楚尘有些愕然。古代的女性大多都是学女工之辈，这萧薰儿有这般见识，属实难得。萧姑娘说的在理，不过这民心失望太久，乌坦城民众早已成了一盘散沙，都不团结，又如何抵御外敌呢？
楚公子，这我也知道，但是你看我乌坦城的守军，吃不好穿不好，就连武器也是残破不已，他们也有心无力啊。特么的，这父女两世变着法子要钱啊！这样吧，陛下在这乌坦城赐我玉石矿，我也不可能置之不理，我可以提供一些武器，至于银钱，我去帮你弄一些。弄上一些怎么弄？不是他自己出吗？楚尘也没过多解释，打发走二人就找到了陈清玄，来到了柳家府外。此刻柳家由于柳下惠的失踪，大部分人都被派出去寻找柳大公子去了，府衙内倒是没几个守卫。二傻子，这么大个柳家，咋就没良人呢？楚尘也有些疑惑，只是他没想到这柳家大公子在矿场团灭，由于矿场里的矿工和军士皆是恨其入，导致柳下惠身故的消息一直未传开来。这情况还是拜楚尘所赐。别管那么多了，九蒙子，我们去把他金库给搬了。闻言，陈清玄嗖的一下就上了楼顶，剩下围墙外的楚尘在风中凌乱。九蒙子，你不要老子了。由于楚尘出手就能秒杀7品高手，陈清玄下意识地忽略了楚尘不会武功这个事实，略显尴尬地提起楚尘就往刘府内飞。两人一同摸索后，很快就找到了库房。陈清玄则是拿着对讲机在屋外接应。楚尘将库房内的金银财帛收入了空间内，粗略估计这些金银应该在2000万两左右。发财了，发财了！这他妈不比做生意赚得多了，难怪有劫富济贫这么一说。处理完一切，楚尘则招呼着陈清玄飞身出了柳家宅院，往自家宅子走去。第二天一大早，肖战看着楚尘给他的银钱有些出神。自从他当上城主以来，还没见过这么多银钱。萧城主，这100万两你拿去修筑城墙，顺便给城中军士改善下伙食。楚公子大恩，萧某无以为报。萧某见楚公子这身边也没个女眷，不如将小女带在身边也好，有个照应。嗨，那个萧城主，我也有妻室，这不得委屈了薰儿姑娘吗？楚公子，您多虑了。像您这样拉风的男人，是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出众。你那忧郁的眼神，唏嘘的胡茬子，神乎其神的枪法，还有那辆装甲车，都深深地迷住了我。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暗下决心，此生非君不嫁。盛情难却，楚尘自然是不能伤了人家姑娘的心。楚尘还在那暗自偷乐时，身旁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楚公子，别来无恙啊！”杀鸡给给。接上集，楚尘被突然出现的魏忠贤吓得一个踉跄。一番了解过后，才得知是周世勋又派了1万军士过来驻守边疆，令肖战抵御外敌，楚尘协助。魏博，我这叔父啥意思啊？我特么就是来挖个矿，这守城关我啥事啊？一旁的魏忠贤仿佛没听到一般，只是朝着肖战等人大声说道：“陛下犹记得楚公子那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念楚公子年轻有为，特负此大任。陛下还说了，我大夏有楚公子这等玉成，何愁大夏不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好，萧某在此为云巅的百姓先谢过楚先生。”听到这句话，楚尘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就上升了起来，连公子都变成了先生。能说出这番话的人，定是爱国之气满满、赤胆忠心之人。操，被周世勋这老小子摆了一道。既然躲不过，楚尘也只好接受了这事实，和肖战商讨起守城事宜。得知近期甘不国的蛮人蠢蠢欲动时，回到宅子的楚尘不得已又从空间里拿出许多热武器。特么的，原本可没计划这玩意，这下亏大发了。不过和自己的小命比起来，楚尘自然就不再心疼武器了。转眼就过去了1个月，楚尘刚从城主府做客出来，身旁萧薰儿则是闲庭信步地跟在一旁。虽说肖战有意将萧薰儿许配给楚尘，不过楚尘还是没能下得去手。每收一个，他对李青莲的愧疚感就会多一分。虽然李青莲并不在意，反而鼓励他开枝散叶。不过做人就得有自知自明，不是？外加这萧薰儿如此优秀，楚尘实在不想误了她，一切随缘即可。好了，薰儿姑娘不必再送了，你就先回去吧。那怎么行？楚公子，这乌坦城常年都有蛮子来犯，我必须把你送到家。感情我还需要你这么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保护？就算蛮子打进来，不还得要我来保护你吗？这尴尬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楚尘就被一阵吵杂声吸引了目光。不好了，那些该死的蛮子又来了。这时，不知躲在什么地方的陈清玄也突然出现在楚尘面前。二傻子，那蛮子来了，有几万人，你是开住车跑，还是我带住你跑？就城里这些老弱病残，肯定是受不住了，你可不能出事。特么的，我这都夸下海口了，我还能跑了不成？感受到了一旁萧薰儿略微惊慌的眼神，知道他是误会了，当即解释道：“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薰儿姑娘放心，我楚尘既然答应了会留下来守城，就绝不会当逃兵。特么的，真当我空间里面的热武器是吃素的？”楚尘让萧薰儿回到城主府避险，自己则是和陈清玄来到城墙上。此刻魏忠贤和肖战也在城头。哟，二傻子，你还会打仗？
打什么仗？我保护自己不行啊！说完，楚尘随手掏出了一把 98K 和几挺重机枪递给众人。这1个多月来，众人对于楚尘那神乎其神的手段早已见怪不怪了。楚尘简单的交代了下使用方法后，就站在一旁看几人表演了。魏博，你把枪举起来对准敌方，上面那个是瞄准镜。作为9品高手的魏忠贤，目力自然是远非常人能及，外加上还有8倍镜这种神器，更是如虎添翼。只见他通过 98K 的瞄准镜不断寻找着目标，很快就有一个倒霉蛋被魏忠贤选中。随着砰的一声响起，对方也随之应声倒地。哟，可以啊，魏叔，旗开得胜啊！说完，楚尘也从空间里拿出一把 98K 瞄了起来。很快，楚尘就找到了疑似敌方将领的蛮人。随着楚尘的扳机扣下，原本楚尘瞄准的将领还在那站着，一旁的一个小兵倒是倒了下去。我操，这玩意儿不好用啊，这都打歪了。楚尘又试着连续试着来了好几发，皆没有打中，不禁有些无趣。看来还是手枪适合我呀。甘蒲阵营这边，甘蒲的首领见身旁不断有士兵倒下，不由得有些后脊发凉。要知道，刚才有一人就在身旁几步的位置倒下的，他实在想不到有什么武器有这么远的射程。只不过每次他们这边都只有一人倒下，他好似明白了什么。这时，身旁的一个士兵有些忍不住呢喃道：“将军，这莫不是神仙下凡，取人首级于千米之外？”什么神仙？估计就是一种超级兵器，而且还不多。哼！传令，众军士听令，发兵1万，攻城。杀鸡给。楚尘见对方有发起冲锋的架势，当即也是对众人说道：“这干铺蛮子这是忍不住了呀！各位上加特林吧！”此刻整个城墙画风呈现出了一抹诡异之色，对面都是清一色的刀枪棍弩，乌坦城全是清一色的士兵拿着加特林。随着一声令下，一阵火舌齐齐而出，甘蒲国冲在最前面的蛮子很快就全军覆没。面对这种神奇手段，甘蒲的士兵再也绷不住了。啊，这大厦是有仙人坐镇啊，我们这些普通人怎么能跟仙人斗？不少士兵也跟着纷纷附和起来，纷纷退出了射击范围。楚公子，你这神器当真是所向披靡，有此神器，这甘蒲国的蛮子安敢来犯？特么的，你当老子的子弹不要钱的吗？嗨，萧城主，这神器是需要补充能量的，能量耗尽就不能使用了。不论如何，这蛮子算是被我们击退了，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打的最轻松的一场仗。虽然敌人已经被吓得退去，不过谁又知道对方会不会再次来犯？楚尘当即和众人商议起来：“九蒙子，你能不能带我去甘蒲的军营？”什么？楚公子，你要深入敌营，万万不可呀！那有何不可？只是带你一个人，地方军营还不是来去自如？楚尘没有听从肖战的劝阻，一旁的魏忠贤对陈清玄的实力还很是放心，他反而很想看看楚尘这是要玩什么新花样。很快，陈清玄就拧着楚尘往甘蒲国军营飞。二傻子，地方还有几万人，我俩过去也做不了什么吧？九蒙子，你就等着瞧吧。很快，楚尘和陈清玄就来到了营地上方。九蒙子，你能一直在空中飞着吗？说你是二傻子，你还不信？你当我是鸟人呢？我每次跳跃只能在空中停留半盏茶的时间。听闻陈清玄能在空中停留这么久的时间，楚尘有了个大胆的想法。只见楚尘随手掏出了几枚手榴弹。九蒙子，往人群最密集的地方飞，看我的人肉轰炸机！把耳朵捡起来，把耳朵捡起来！男人不仅拥有现代人的记忆，更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大型商超空间。只因这空间能够吸收玉石的能量扩大范围，他便向当朝皇帝索要了一座玉石矿脉。没想到刚接手矿脉，就遇到敌国蛮子来犯。犯我大夏着，虽远必诛。楚尘这疯狂投掷手榴弹的行为，着实让陈清玄有些匪夷所思，不由暗想到，当初楚尘要是用手榴弹来对付他，不由得咽了咽口水。二傻子，你这是什么玩意？以前咋没见你用过？九蒙子，这玩意一个不好，自己也会受伤，只适合这种战场使用。陈清玄这才想明白过来，虽然手榴弹的爆炸范围并不大，但是四散开来的碎片属实太多，就算他也没把握能够全部躲过去。眼见敌方被炸得已经溃不成军，楚尘又让陈清玄带他飞到天上四下打量起来。一个穿着明显不一样的男子映入了眼帘。楚尘从空间掏出一辆装甲车，就朝对方驶去。路上的蛮子哪有见过装甲车，在接触到的一瞬间就泯成河。楚尘自是轻松地抓到了地方首领。乌坦城内，楚公子真乃当世神人啊！仅凭一人一车就杀得甘蒲蛮子溃不成军，万军从中捉拿敌方将领。现在城中百姓都视你为乌坦城战神。面对肖战的吹捧，楚尘没有多言，只是冷冷地看了一旁的甘蒲国首领一眼。萧城主，这人直接杀了。楚公子，这人目前还不能杀，他可是这甘蒲现任君主的亲弟弟，甘蒲的亲王江户川柯北啊，留着能换不少的东西。
听到能换东西，楚尘顿时眼前一亮。这次战役可耗费了他不少弹药，得花费不少玉石才能补充回来。萧城主，这甘普最出名的东西是什么？楚公子，这甘普与我乌坦接壤，这最有名的当然是玉石了。哦，好家伙，这是知道我缺玉石啊，这波不亏。嗨，萧城主，甘普派人来谈判的时候叫我一声。说完，楚尘让陈清玄带着江户川柯北溜了出去，毕竟这柯北可是行走的提款机。楚公子，这可是大下要犯，我等应将其押上京城，交由陛下处理啊。萧城主，这厮武功高强，去往京城的路途遥远，恐生变故。你差人去京城汇报，让我叔父派人前来处理。剩下肖战愣在原地有些发懵，按照楚尘的意思，命人带着奏折就去京城报信。几日后，京城内，周世勋看到折子上说楚尘仅凭一人一车就杀得甘普蛮子几万人溃不成军，更是活捉了甘普亲王江户川柯北。周世勋整张老脸都快乐歪了，直呼果然没看错人，只不过看到后面的内容时，笑声戛然而止。还真是个财迷呀，这小子也太不按套路出牌了。只不过楚尘越是表现得贪财好色，周世勋反而越放心。当即派出周恒前往乌坦城处理与甘普交接的事宜，由楚尘在这乌坦城坐镇，就算甘普再打过来，也休想伤到周恒。几日后，周恒找到了还在乌坦城的楚尘。大哥，多日不见，你越来越帅气了。二弟，你这不厚道啊！天雷这种神器，居然也不给我整点。大哥，这玩意没法量产，而且使用起来极度危险，我这不是怕伤到你和叔父了吗？听完楚尘的解释，周恒才明白了过来，当即和楚尘商讨起赔偿事宜。楚尘的要求就是对方的玉石矿脉，周恒自然乐得卖这个人情。出发前，周世勋就交代了，只要不是太离谱的条件，都依着楚尘即可。商量好一切，楚尘又到矿场里找到了赵日天，交代了一番，就准备回家了。已经有一段时日没见着李青莲等人了。此刻，乌坦城萧薰儿一脸愤怒地看着眼前的下人。什么？楚公子已经走了？哼！马山村是吧？本姑娘看上的人还能往哪里跑？楚尘刚回到马山村别墅内，正好碰上了李青莲等人在吃饭，看着满满一桌的螃蟹和龙虾，楚尘有些疑惑。我貌似没从空间里拿这么多海鲜出来吧？这玩意咋看着这么新鲜？青莲，你这大螃蟹哪来的呀？相公，你回来了，这是冯武叔他们去海边带回来的。海边？差点都忘了这马山村离海边很近了。这世界的海洋还没有被核污染，可比后世的变异货好多了。前世的时候舍不得吃，既然穿越过来，那不得吃个够。不过眼下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毕竟几个月没见，该补的工程尾款还是得补上才行。几人吃完饭，楚尘就拉着李青莲急匆匆地溜进里屋。由于年底的账目太过复杂，经过150分钟的清算，楚尘才结算完尾款。只不过楚尘没注意到的是，窗外站着的穆雪晴由于好奇偷偷溜过来，全程目睹了楚尘的结算过程，微红着脸颊喃喃地嘀咕着什么。第二天一早，楚尘带着李青莲、罗伊和穆雪晴开着装甲车就往临海城驶去。一路走走停停，庞大的装甲车惹得路人下意识地往一旁躲避，纷纷停下驻足观望。很快，楚尘就到了临海城外，被守城守卫拦了下来。你这是何物？为何冲撞我临海城门？楚尘直接下车，拿出了周世勋给的令牌，顺带还不忘递了一锭银子过去。这位军爷，我乃青云人士，来临海游玩，还请行得方便。原本以为拿出令牌肯定畅通无阻，只不过这守城军士他压根不认识楚尘拿出的令牌。你以为你是谁呀？拿出个破牌子就想进去？这银子我可不收啊！最近临海城不太平，你这么个奇奇怪怪的玩意，谁知道你是不是小日子派来的细作？这个世界也有小日子。这位小哥，我这令牌可是当今皇上赐给我的，你要不找个懂行的来看看。守城军士听闻楚尘这话里，顿时绷不住。可以说他长得丑，但是不能怀疑他的专业程度，抬手就将楚尘的令牌打飞了出去。赶紧带着你这怪物离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就在这时，临海城的城主慕容博正准备出城办事，周世勋的令牌好巧不巧地砸在了他的身上。谁在暗算老夫？原本还在和楚尘对峙的军士听到慕容博的声音，顿时就知道有事了，当即走过去赔礼道歉。慕容博眼角的余光瞥了地上的令牌一眼后，被吓得面色一变。把令牌捡起来！把令牌捡起来！身为临海城城主的慕容博自然认识周世勋的令牌，当即也顾不得太多，直接跪了下来。守城军士见自家主子都跪下，也忙跪了下去。下官临海城城主慕容博，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刚才手下这个新来的临时工多有得罪，还请公子见谅。有事就上临时工是吧？不过楚尘想到这个守卫确实也只是履行他的职责，并没有做太过出格的事。楚尘还犯不着去跟一个底层人士计较这些。犹记得前世看到过一条视频，一个外卖员和一保安发生争执，视频被人传到网上，一度冲上热搜。评论区有为外卖员说话的，也有为保安说话的。无碍，慕容城主把他丢海里喂鱼就行了。女人只不过是在城主府里泡了一桶普通的泡面，没成想面汤的香味竟引来了这座城市的城主，更是让每天吃大虾和帝王蟹的城主自愧不如，扬言要将自己的大龙虾拿去喂狗。
一个拥有现代人思想的楚臣，自然不会为难一个小小保安。一行人在城主慕容博的邀请下，住进了城主府。第二日一早，由于昨日操劳过度，三女早早就起床，自顾自地泡起了泡面。楚臣见状也是有些无奈，刚走过来的慕容博正好目睹了这一幕。咦，楚公子为何还自己开火呀？府内下人已经准备好了早餐，正准备请楚公子过去用餐。听到这，楚臣也有些无语，既然都到海边了，他可没准备吃泡面这种垃圾食品。一旁的罗伊见楚臣的窘迫，当即就端着一桶泡面走了过来。慕容城主是小女子几人有些嘴馋，才泡了些许方便面，怪不得我家相公。罗伊说完，就故意将泡面拿在手里扬了扬，顿时泡面的香味四散开来。慕容博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独特的香味，忍不住的咽了口唾沫。原来楚公子有此等美食佳品，是下官梦浪了。我那深海鱼和大龙虾定是入不得楚公子的眼。下官这就命人将其倒掉。啥？倒掉？慕容城主可别开这个玩笑了，你那可是好东西，他们三不爱吃，我来吃，特么的，这让后世的那些人知道你这么暴殄天物，那不得呕血三升。闻言，慕容博才放下心来，毕竟他这临海城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也就这些鱼虾了，他还真怕楚臣找他麻烦，毕竟楚臣手里可是拿着当今皇上亲赐的令牌。敢问楚公子这次来临海城可是奉了圣上的口谕？嗨，慕容城主你别紧张，我就是单纯的来这临海城游玩，顺便出海去弄点海鲜什么的。见楚臣这么说，慕容博总算是打开了话匣子，和楚臣介绍起这临海城的海产有多丰富，一切由他来安排。在跟楚臣打听完方便面后，楚臣也不吝啬的送了他一些泡面。此等美味可比我那些臭鱼烂虾好吃多了呀！有这等美食，这楚公子还来我这里弄什么海鲜？楚公子，你这边如果需要海产，给我说就行。这海上水匪猖獗，之前也有不少富家公子出海，都是有去无回。后来就再也无人敢去了。也只有那些渔民在我水军所管辖的范围之内，还能打鱼。听到这儿，楚臣算是明白了，估计这水匪专挑那出海游玩的富家公子动手，而大夏的水军并不发达，所以就造成了大家都不敢深入海里的这么一个局面。这水匪是何人？怎会如此猖獗？什么人都有，有我大夏的那些极恶之人，也有那外族之人。还有外族？嗨，就是那小日子，这些外族极度残忍，有时候还会登陆我临海城打家劫舍。听到这里，楚臣顿时就怒了。作为一个穿越过来的现代人，他深深感受到这份仇恨，这是祖传的呀。虽然这个世界是处于平行世界，并不属于历史任何朝代，但是既然这小日子敢使坏，那楚臣就不能坐视不理。想到这，楚臣不由转头看向一旁的穆雪晴。穆大侠，一会出海去，你怕不怕？本姑娘会怕这种小虾米？有穆雪晴这个助力在，外加楚臣空间内的热武器，楚臣自然对出海也是不惧。慕容城主，如果可以的话，还请借我一条船。楚公子，此行凶险，要不还是算了。放心吧，慕容城主，这位可是九品高手。慕容博听闻穆雪晴竟然是九品高手，也是一惊，只好带着众人来到海边，安排了一条大船，并派出一队军士保护。楚公子，这位是吕奉先吕千夫长，此行就由他来保护你们的安全。那就有老吕千夫长了。说完，带着三女上船。随着吕奉先的一声令下，大船里面的船夫们划动着巨大的船桨，整艘大船就朝着深海而去。刚进入海域不多时，吕奉先走到楚臣的面前。楚公子，我们就在这界海看看吧，走远了不安全。吕千夫长，你们这海战是如何打的？可有炮火？有。哦，既然有了火药，那你这船上为何不见大炮？敢问楚公子，这大炮是什么？楚臣一阵无语，这连大炮都不知道，又哪来的炮火攻击？经过一番的问答，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个时代的海战，要么将对方的船给勾过来，像陆地上一样的白刃战，要么就是通过投石车朝着对方投出去石头或者火油。而吕奉先所说的炮火，就是那火油坛子。了解情况后，楚臣就没有再继续追问的欲望，拿起一根杆子钓起鱼来。鱼饵的抛下，在这大海上并没有掀起丝毫的波浪，很快就沉入海中。寻常人海钓本就很难上鱼，何况楚臣还没有打窝子。一旁的吕奉先很想出言提醒，可是害怕驳了楚臣的面子，在一旁憋得十分难受。吕大哥，你这怎么了？有啥想说的就直说，别把痔疮给憋出来了。楚公子，我非常人，这寻常人家钓鱼都要打窝子，楚公子不打窝子，这海底还有这么多鱼聚集过来。楚臣不由得老脸一红，他哪懂什么海钓，只不过是想体验一下螺纹钢钓鱼的乐趣吧。只是楚臣不知道的是，自从在乌坦城吸收大量玉石后，空间的灵气变得越发充盈，如今更是隐隐有着外放之势。海底之所以有那么多鱼儿聚集过来，都是受了灵气影响。
随着海底的鱼越来越多，楚尘钓起来的鱼也渐渐增多，看得一旁的吕凤先一脸愕然。他常年跟海洋打交道，还没见过一人一竿就能这么猛的。然而此刻在鱼群下方，一条鲨鱼怔怔地看着被不断钓走的鱼群，陷入了沉思。这香味莫不是王所说的传说中的钓鱼佬的饵料？说完，鲨鱼就往海底深入游去。王，海面似乎出现了您曾特意让我留意的钓鱼佬，那些饵料和附近海域的有些许不同。500年，我足足等了500年。彪，是你吗？眼前这个男人此刻正在深海里体验螺纹钢海捞，殊不知他已经被深海巨物盯上。靠，这算什么海域？全是一些小鱼，一条大鱼都没上。此刻海底深处，这片海域曾经的王者鲨鱼王正恭敬地在那听候发落。遵命，我的王，我这就将这钓鱼佬带到那片海岛去。甲板上的楚尘正准备收竿，没成想竟然上鱼了，这力道还不小，明显是条大鱼。这么强的力道，这起码得是500斤级别的大鱼吧？楚公子，要不要我帮你？不用，我还撑得住。随着海底鲨鱼王的力道越来越大，楚尘也顿感越发吃力。眼见楚尘已经到达极限，吕凤仙再次忍不住开口道：“楚公子，您赶紧放手吧，这鱼会把您拖下去的。”身为钓鱼佬的尊严，人在肝在。眼见楚尘在甲板上摇摇欲坠，一旁的穆雪晴实在看不过去了，一只手搭在了楚尘身上，鱼竿上的压力顿时消失无踪。穆姐姐，你这是做什么？看我干嘛？要不是青莲求我，我才懒得帮你。看了眼一旁的李青莲，楚尘这才明白过来，感情是自家娘子担心他落水。海底的鲨鱼王明显感觉到鱼竿上拉力变稳定。有高人出手了吗？那我可要发力了。随着鲨鱼王的发力，有穆雪晴这个酒品高手在，楚尘自然是安然无恙。只不过整艘船直接就被鲨鱼王拖着往远处的一个岛屿驶去。不好，楚公子，前面就是桃花岛了，那可是水匪的老巢啊！您赶紧把竿丢掉，不然就危险了。闻言，楚尘顺着吕凤仙的目光向前望去，一座小岛引入眼帘。桃花岛，水匪是吗？吕大哥别怕，我有办法对付他们。随着楚尘他们靠近桃花岛，桃花岛的水匪也早已注意到了这么一艘大船。平时都是他们出去劫道，这还是第一次见有人主动送上门来的。楚尘随手丢掉了手里的螺纹钢，然后又从空间里面拿出一些肉启发给众人后，就招呼着众人下船去了。王已经按照您的指示将钓鱼佬带到桃花岛去了。好，继续去给我盯着。哦哟，真的是你吗？彪。吕凤先招呼着手下的将士，一人一挺机枪，楚尘则是一脸傲然的看着眼前的一群小日子。小子，你们是什么人？来我桃花岛做什么？当然是灭你们的人。就凭你们这点人，哈哈哈！小子，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废话少说，看枪！随着楚尘话音落下，吕凤仙招呼着众人开火。桃花岛上的小日子很快就被屠戮殆尽。吕凤仙没想到，一直被林海城视为心腹大患的水匪，这么轻易就被解决掉了，怔怔的在那有些失神。行了，吕大哥，让你的弟兄们搜搜这岛上有没有漏网之鱼。不一会，吕凤仙就押着几个小日子和一个大下人走了过来。各位军爷，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你是大夏子民，为何与小日子混在一起？军爷饶命啊！我也是被逼的。我在大夏犯了事，逃到这海岛之上，后来学会了小日子语言，就被留在了身边。好家伙，这是古代版的汉奸，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军爷，我可以充当翻译，我会说小日子话。哦，小日子话我也会啊。雅灭爹，一哭一哭。楚尘说出来就后悔了，思来想去，他好像就会这么两句，不由得有些尴尬的转移话题。你问问这些小日子，一共有多少人来到大夏了？除了这个岛屿，还有没有其他据点？几人听到楚尘的那两句，以为楚尘真的会小日子语，当即也不敢隐瞒。原来由于远洋的大船并不好造，进入大夏的小日子也仅仅就是这一队人马而已。一旁的吕凤仙不由得松了口气，这次有楚尘帮他们消灭了心腹大患，要是还有其他的小日子，就凭他们临海城还招架不了。楚尘在收获上亿两白银，解决掉那几个小日子后，一行人往回赶去。柳布断见楚尘并没有将他如小日子一般灭口，不由松了一口气。感谢军爷不杀之恩，这次回去，小人定为军爷送上大礼。这家伙看来在大陆还有势力，这财宝都被我搬空了，你还能有什么大礼？我看还是送你去见小日子吧。别啊，军爷，我说的都是实话。其实我是柳家人，公子应该知道大夏柳家吧？哦，听闻是柳家的人，楚尘顿时来了兴致，随手从空间里拿出一台手机录起视频来。哦，你是柳家人，
可认识柳下惠？公子与我柳家公子相识，哈哈，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我与你家那柳下惠可没少喝酒。说吧，你叫什么名字？来这小日子占领的岛屿干啥？小人柳不断。这位君爷，既然你知道我柳家，那不该问的就不要问了吧。听闻楚尘说认识自家的柳大少爷，瞬间就放下心来。就你这秋八，还与我家公子经常喝酒，你这是巴结人家吧？柳家的秘密也是你能打听的。今日你要不说，我杀了你，依旧可以神不知鬼不觉。你觉得你还有跟我叫嚣的资本？见楚尘一副认真的模样，不似作假，柳不断又紧张了起来。难不成是个愣头青？要是如此，死了就不值得了。哎呀，都是自家人，何必动刀动枪？公子，有些东西知道越多可越危险。没办法，你勾起了老子的好奇心。见楚尘执意如此，柳不断就开始说了起来。原来早在多年前，这柳家就与这小日勾搭上了。那小日子想借着柳家的力量打开大夏的国门，而柳家的家主则是要这小日子进入大夏之后，除掉周世勋，让柳家做着大夏的王。让你别打听，你不信？你以为你回去，我们柳家还会留你？很快，楚尘一行人就回到了临海城城主府内。听闻楚尘的壮举，慕容博当即就命人拟好文书，800里加急去给周世勋报喜。楚尘则是准备亲自前往京城去见周世勋，毕竟手机里面录下来的东西太过劲爆，过早透露容易打草惊蛇。2日过后，楚尘到达京城内，李青莲3女则是留在了临海城游玩。有穆雪琴在，楚尘并不担心他们的安危。此刻御书房内，你小子走到哪都是不安分的主啊！这次又给我带来了这么大的惊喜。说吧，你这大老远而来，所谓何事啊？楚尘也不说话，而是站起来走到他身边，拿出手机播放起了那天柳不断那个视频。你是如何将人收进这小盒子里的？周叔，别问，仅此一份，你看看内容就行。周世勋才看向那屏幕里面的内容。这柳家真以为本皇不敢动你吗？当朝第一世家仗着自己是开国功臣，不仅垄断了大量皇商生意，在野心不断滋长后，竟然还勾结海外的小日子，想要推翻朝政，自立为王。然而这个家族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计划都被眼前这个男子用一台遥遥领先拍了下来。楚娃子，要不是有你这仙气记录下这一切，叔父还真难想象这柳家竟然这么大胆。这事你怎么看？陛下，我一介草民，哪懂这国家大事啊？好一个一介草民，臭小子，这儿又没有外人，还是叫叔吧。就凭你一人一车击杀甘普蛮子数千人，带着数十军士就敢去捣毁小日子的驻地，这是一个草民能做出来的事？周叔，这柳家既然能跟着小日子接上头，那就肯定不止那柳不断一人。周叔只需将那桃花岛赐予我，我保那小日子不能从临海进入我大夏。好，就依你所说，那岛屿就赠予你小子了。需要多少兵力，尽管开口。其实楚尘之前打小日子的时候，就观察过这临海的地形。桃花岛其实就是唯一能够进入大夏海岸的地方，其他的地方到处是未知水域和暗礁，你敢去就敢把船给你弄沉。只要给楚尘足够的时间，钢筋混凝土弄上去，守住那儿完全没有问题。周叔，您只需将那吕奉先的队伍给我就行，我准备要打造一个海上城堡。哦，海上城堡，你这小子就没让本皇失望过。输准了，你先下去吧，后面会有人前往临海与你接洽。楚尘只是在京城待了2日后，就开着车朝着临海而去。临海城城主府内，楚公子当真是神人，下官没想到皇上竟然将桃花岛也赐予你了。慕容城主过奖了。二傻子，你说这桃花仙岛岛主穆雪琴这个称呼好不好听？特么的，这是周世勋送给我的，你跟娘们凑啥热闹？嗨嗨，莫姐姐，我觉得桃花仙岛岛主楚尘好听一些。哼！桃花岛上，楚尘找了一间之前小日子的屋子当做仓库，挥手间又从空间里取出一堆的钢筋水泥等建材，很快就填满了整个仓库。随后又让吕奉先召集好所有人手，看着下面密密麻麻的人影，楚尘从空间里拿出来一个扩音喇叭，就开始演讲起来。各位公仆的长官，各位父老乡亲以及各位军士们，既然陛下交给我们这一个保卫临海城海岸的使命，那大家就该齐心协力将其做好。各位父老乡亲们，感谢你们能够参与这次工程建设。为了不让你们吃亏，我决定每人每天发放10文的工钱。听到还有10文工钱，整个徭役队伍都沸腾了起来。服了一辈子的徭役，第一次见还有工钱拿的。只不过一旁的慕容博却是睁大了眼睛。楚公子，这足足1万人啊，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这临海穷啊！放心吧，钱我来出。楚尘直接豪气地打断了慕容博的抱怨，仅凭服徭役这点免费劳动力能有多大的效率？又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那哪行？
到时候小日子打过来，这工程要是还没完工，那就扯淡了。何况楚尘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现在每100人为一个队伍，选出1名管事人员过来集合。楚尘话音刚落，吕凤先就带着100个军士自主的去给工人分组，楚尘则是走到一间房子里，和周世勋派来的几个工部官员闲聊起来。各位上官，辛苦大家了，小小心意，不成敬业。楚尘随手从空间拿出了几个玻璃摆件，就递给了众人。楚公子，您这是？这可太看得起我等了。要知道，楚尘可是敢叫当今陛下为叔叔的人。虽然楚尘只是私下里叫，不过这件事在京城早就传开了。即便如此，人家还对自己这些人如此的客气。此刻几人对楚尘可谓是心服口服。大伙儿都辛苦了，应该的。只不过还请大伙儿认真精细的将这桃花仙岛好好打造一番。楚尘又找来了冯武，作为马山村的基建狂魔冯武，这么大的工程自然少不了他。这位是我冯武叔，他知道我那些钢筋水泥等材料的用法，到时候还请大家多交流。辛苦冯武叔了，你那一份我给你换成银子，这玩意儿没多大用。猪娃子，你说啥呢？没有你哪有我冯武的监制？以后这些客气话不要再说了。这马山村的人就是淳朴，既然出了力，哪有不得好处的道理？楚尘带冯武出来，那是冯武懂这技术，人才不是本就应该受到好的待遇吗？好了，晚上我会拿出这桃花仙岛建设的方案图纸，到时候就辛苦大家了。房间里，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抱着那玻璃摆件，仿佛比自己那半个月的儿子都还要金贵。冯武叔，以后我等就在您的麾下，还请多多指教。工部官员们的这一操作，着实将冯武给吓了一跳。要知道，眼前的这些可都是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啊。然而此刻都对他好言好语，这一切全是楚尘给他的。此刻冯武对楚尘的感激之情达到了前所未有之势。夜色如墨，微风轻拂，带来一丝凉意。楚尘从空间里拿了张椅子，在一个水潭边坐下。身后的穆雪晴看着眼前桀骜不羁的楚尘，有些愣神。二傻子，你说要是能在下面那个水潭戏水，该有多好？穆雪晴说出这句话后，心跳急剧加速。楚尘回头看了一眼他那起伏的胸口，不由得有些疑惑。这小妞越来越有女人味了，要不为了自己的安全，将其纳入户口本？不过楚尘也只是想想，他可不敢主动去招惹这个女侠。莫姐姐，那水潭里面指不定有什么呢。等桃花岛建设好了，我就给你砌一个大大的游泳池。真的？你这二傻子可不许反悔。当然是真的，到时候再送你一些新衣服，你一定会喜欢。楚尘立马就想到了众女穿着比基尼在那超大泳池里面戏水的场景，再弄点烧烤小啤酒，那他还去赚什么钱啊？穆雪晴则是脸颊有些微红，在他想来，楚尘这送衣服无疑是在向他表露爱意。此刻除了远处海浪拍打着礁石那有节奏的声音，两人都没有说话。穆姐姐，你在想什么？我在想一个人，那人似流氓似英雄，一手暗器使得出神入化，英勇无比。但这个人却是那好色之徒，似乎永远没有满足的那一天，到处桃花盛开。我操，这娘们莫不是爱上我了？这以天为床，以地为被，在老天爷那深邃的眼神下，要不开炮庆祝一下？你在想什么呢？嗨，我也在想一个人，那人身姿妖娆，武艺高强，持剑而立的背影也总让我难以忘怀。嘿，你这个登徒子！嘿嘿，穆姐姐，我有一门武学，名为坤子诀，今日就传授于你。女人拿着小伙送她的定情信物，四下打听小伙的消息。殊不知，小伙此刻并不在这座城市，而在遥远的海边，身旁更是有着3位绝代佳人陪伴。啊，真香！哎呀，很快，女人就敲开了远方亲戚家的大门。这位小姐，这里是城主府，请问有何贵干？我找蓝叔叔，还请通报一声。听闻萧薰儿称呼城主为蓝叔叔，家丁更是马不停蹄地跑去通报，很快就将萧薰儿带进了城主府。萧侄女，你怎么来了？你爹呢？蓝战辉自然是一眼就认出来了萧薰儿。来青云有些事情，这不顺道来拜访蓝叔叔和婶婶。爹爹事务繁忙，并未一同前来。来了好，多年未见，大侄女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了。蓝战辉简单的交代了几句，萧薰儿就被大夫人带了出去。走，大侄女，我带你买香水去。咦，不对，你身上也有香水味，你已经去过那闻香阁了？大婶婶说的可是此屋？还挺高档，花不少钱吧？下次别自己去买，跟婶婶去。闻香阁对婶婶可是打6折呢。婶婶，此物是一故人所赠，并非买来。故人所赠是哪家公子能送出如此贵重之物？那一定是倾心我家薰儿侄女。萧薰儿此行的目的本来就是寻找楚尘，再加上这姑娘胆子也大，不似其他的小姐姑娘那么的害羞，于是将所有的事情全部都给说了出来。大夫人一听自己这大侄女居然看上了自家那小兄弟，就把此事给揽了下来。而此刻的楚尘正在一艘大船上，带着3女驾着海帆，
几日下来，倒也收获了许多的渔获，只不过那心心念念的金枪鱼始终没有如愿。而这几日的渔获，大部分都让楚尘装进了那空间里。这一装鱼，楚尘就发现了空间的一个好处，这空间里面的时间似乎是静止的一样。唯一不好的就是空间里似乎除了自己以外，装不下任何的活物，一进到空间就会死。但总比那空间里面的洞魄强。谁知道里面加了多少科技与狠活？楚尘带着三女去青云城看了下自己的产业，交代了一些事后，楚尘就准备回马山村。只不过刚走到青云城门口，就被人给拦了下来。咦，嫂夫人，这是做什么？哎呀，楚兄弟，可有日子没见你了，走走走，去城主府喝几杯。这他妈啥情况？亲自来邀请自己去城主府喝酒？嫂夫人，小弟正送夫人们回马山村呢，要不改日？改什么日改日？正好青莲也在，一起去，有好事。穆雪晴见情况有些微妙，当即开口道：“那啥，我俩在青云还有点事情，就不与大伙一起了。”说完，穆雪晴就拉着罗一菲也似的逃了出去。此刻城主府里早已经摆好了宴席，楚尘刚走进来就看到饭桌旁的萧薰儿。这时蓝湛辉也从旁边走了出来。楚兄别来无恙，这位认识吧？我大侄女萧薰儿。认识，没想到在此也能见到萧薰儿姑娘。两人寒暄几句，楚尘就带着李青莲坐了下来。萧姑娘，你何时来到这青云城？怎不通知一声，也让我这做叔叔的尽尽地主之谊？楚尘直接就放了一个大招，他太知道这姑娘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了。这会儿你得叫我声叔叔，于情于理都差辈了。楚公子客气了，我来这青云游玩，可怎么也找不到我那心念之人，这不就来求助蓝叔叔和婶子们了吗？要说这姑娘胆子也大得惊人，在这古代的教育中还能如此的说话，可不多见。一旁的李青莲也看明白了怎么回事，感情自家的相公又被人给看上了，而且这位看起来还不是一般家庭的姑娘。这位萧姑娘，你来这青云城就当做回家一般，我家那城西宅院，你尽管去就是了。这他妈是在宣示主权吗？这一操作看得楚尘一阵的头大，自己不想收下这萧薰儿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爹是萧战，而且那乌坦城处于边境，太多的不安全因素，一旦老丈人有难，帮是不帮。于是整顿饭，楚尘都在与蓝湛辉聊着临海城的那些事情，对于萧薰儿却很是冷淡，希望他能知难而退。而萧薰儿明面上与李青莲几人相聊甚欢，但一直心不在焉的听着楚尘的那些所见所闻，拿小日子、抢海岛、海中垂钓等等，这一切都让他心神向往。如果我能与楚公子小舟泛海，一人一杆，垂钓于那夕阳西下，这该是一幕多么美丽的画卷，想想都让人着迷。要是楚尘知道萧薰儿此刻的想法，必须得掏出枪给自己来一发。没事说这些干啥？楚贤弟，我这大侄女大老远来到这青云城，我当着这青莲的面跟你讨门亲事。哦，嫂夫人，咱这侄女是看上了哪家公子？只要一句话，我抢也给她抢来。见楚尘回答的这么干脆，大夫人也有些为难，当即委婉说道：“呵呵呵，这人呐，此刻可不能与你说，真要有那么一天，你可记得抢也给我这侄女抢来。”酒足饭饱后，楚尘则是带着李青莲离开了城主府。此刻萧薰儿房间内，小姐，那楚公子也太不识好歹了。呵呵，如果他是凡人，又怎能让本小姐如此在意？等着吧。相公，我看那萧姑娘长得漂亮，还是大家闺秀，相公为何如此？青莲，你相公身边有你们就够了。说出这句话，楚尘也是一阵的心虚，他这身边的女人细算起来可不少了。不过在李青莲眼里，他相公那可是神仙下凡，多几个妻妾怎么了？据说那蓝湛辉还有7个夫人呢。第二天，楚尘一行人刚回到马山村，就见王德发手里抓着几个硕大的红薯，一脸兴奋地找了上来。王叔，可是有什么急事吗？说完，王德发就拉着楚尘往村里的红薯地走去。此刻还有几个村民也在红薯地，早已是泣不成声。哎呀，楚娃子，你看这红薯可真是神奇，这亩产都超过你说的40担了。看到王德发和众人那兴奋的表情，楚尘也不由得感到高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话用在他身上毫不为过。穿越到这个世界几年，他早已将马山村当作自己的家了。王叔，我没骗大伙吧？有这东西在，以后饿不着了。是啊，饿不着了。说完，王德发抓起一个红薯，搓吧搓吧泥土后，一口就咬了下去。咬着咬着，楚尘就看到了王德发那眼角渗出来的泪水。楚尘不由得也觉得眼角发酸，或许这就是袁爷爷能封神的原因吧。现在的人家都是锦衣玉食，根本无法想象以前没有粮食，啃树皮吃黄泥充饥的日子。干啥呢，王叔？这是喜事，别这样。哈哈，楚娃子，王叔这是高兴的。这一日，马山村的村民们都选择了在家吃红薯。第二天一大早，整个马山村都处在一阵浓雾中。楚尘刚走出别墅，就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咦，什么味道？特么的，谁让你们吃那么多红薯的？儿啊，今年这红薯卖了钱，你记得找村长把医保交上，以后记得照顾好自己。爹，您不要丢下孩儿。爹。这是我父亲日记里
经常穿越的人都知道，古代人的平均寿命大多不到30岁，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缺乏粮食和当时的医疗水平太差。然而，如今楚尘却已经用杂交水稻种和红薯解决了马山村的粮食危机。楚尘一大早就被王德发叫到了医院，只因今天是医院完工开业的日子。此刻医院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村民。楚娃子，你这医馆可修建的太气派了，只是我这马山村的村民怎么能消费得起呀？王叔，这个不用担心。今天把大伙叫来，正是要说这医院的事。王德发闻言，在一旁静静的等候楚尘的下文。楚尘则是看了眼下面的村民。各位马山村的家人们，今天是我这医馆开业的日子。我知道大伙都在担心医疗费用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医馆的名字？马山村第一人民医院。楚娃子，这医院又是何意啊？是啊，楚娃子，为何你这医馆修建的这么大？这是要做大夏第一医馆的意思吗？人群中不少人都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也不怪他们好奇，哪怕是村长王德发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医馆。各位乡亲，这第一并非是要做成大夏第一，只不过是一个编号而已。将来这医院甚至会遍布整个大夏。我这医院的初衷就是为您服务，为我马山村的村民服务。我宣布，凡是我们马山村的乡亲们，终身可免费在医院看病。至于其他的村的村民，每年只需要缴纳一定的银子，以后都可以任意在医院里看病。此话一出，在场的村民都纷纷沸腾起来。要知道，像他们这种底层的村民，一旦生病，基本上就是听天由命。如今楚尘竟然免费给他们看病，这一切在村民眼里都有些如梦如幻。人民医院原来是这么个意思吗？楚娃子，你真是我们马山村的恩人啊！看着下面那纷纷饱含泪水的村民们，楚尘也露出了笑容。如今马山村有了杂交水稻、制盐厂、学校、医院等，基本上不需要他再帮衬什么了。在马山村待了10多天后，楚尘又将车开到青云城，接上了在闻香阁的小芳后，就往临海城驶去。小芳，这次带你出来度个蜜月，高不高兴？只要跟公子在一起，无论什么月，小芳都开心。对了，公子，什么叫蜜月？楚尘当即又给小芳解释起来，听得小芳一阵面红耳赤。两人一路走走停停，原本2个小时的路程，硬是在中途多停了2个半小时。临海城内，慕容博看着楚尘又带了一个漂亮的姑娘过来，顿时露出了羡慕的目光。楚公子，有个事情忘记跟你说，还请不要见怪。哦，何事让慕容城主如此的挂念？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就是你那日在桃花岛剿灭小日子后，我们在一间屋子里面查抄出了几10个漂亮的姑娘，其中还有小日子女子。我听楚义公子说你在青云城有一家红浪漫，所以你看。楚尘一听就明白了怎么回事。慕容城主是想在这临海城开一家红浪漫，这倒也好说，生意我要占90%，你只需要给我一块地即可。慕容博早在前几日就悄悄派人去打听了一番，青云城红浪漫的收入起码是传统青楼的100倍不止，那蓝湛辉的大公子在里面也只是占了1成。据说现在都开上楚尘的专属座驾大米汽车了。感谢楚公子抬爱，放心，这地皮和红浪漫的安全就交给我。明日你带我去见见那些姑娘们。这楚公子莫不是想先干为敬？楚公子放心，明日我就挑几个送到这儿来。慕容城主，我楚某怎是那轻浮之人？我有我的目的，明日你只需将他们聚到一起即可。行，你清高，你一天带一个不重样的来我这临海城，是老夫梦浪了。那明日我来请公子。说完又颇有深意的看了小芳一眼后告辞离去。楚尘看着慕容博那猥琐的眼神，瞬间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小芳，你是不是也觉得公子是一个登徒子？公子说的哪里话呢？小芳就喜欢这样的公子呢。什么？第2日，楚尘早早找来了冯武和楚一，就往慕容博所说的宅子走去。都别嚷嚷了，这位是来自青云城的楚公子，他给你等问话。慕容城主，他们也是苦命人，不要吓到这些小姐姐了。一群女人在听到小姐姐如此清鲜的称呼，对楚尘不由得多了几分好奇。好了，各位姐妹皆是命苦之人，要大伙儿去选择正常的嫁人生子，估计很难再遇到良人。不如诸位姐妹将大家自身的优势发挥出来。话音刚落，一个年纪稍大的女人就站了出来。这位楚公子您就明说了吧，我等豁得出去了，只要能养活我们即可。这位小姐姐，请问如何称呼？公子无需客气，奴家复姓上官，单名一个彩字，公子称呼我彩儿即可。好，彩儿姐姐，小弟也心疼诸位的遭遇，现在就给大伙一条明路。楚尘将自己在青云城的红浪漫姑娘们如何赚钱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众人自然没有意见，让上官彩儿挑选出几人，准备送往青云城的红浪漫培训。楚一，最近海域里有小日子的消息吗？公子，我安排了不少暗卫在附近海域，皆没有发现小日子的行踪。这楚义还是之前楚尘在路上无意间救下的一群孤儿，楚尘将这群人收留后，就一直命人暗中培养，
如今个个都已是能够轻松驾驶坦克装甲车的存在。楚一不仅是里面年龄最大的，其实力更是达到了7品之境。听闻没有小日子的消息，楚尘不由暗暗松了一口气，看向了一旁的冯武。冯武叔，你能否离开几天？可以的，楚娃子。那几10个官员现在干活可积极呢，都争抢着干活。好，既然如此，就再交给你们俩一个任务。冯武叔，我让楚一送你去红浪漫住几日，看看里面的装饰和房子的格局，然后回来在这临海城给我打造一座一模一样的出来就行。冯武听闻要去那红浪漫住几日，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楚娃子，要不我在城外找家客栈住几日，那红浪漫我可消费不起呀。叔，我还能收你的钱吗？放心去就是。那你日后回村可不能告诉你吴婶。放心，不会的，我懂。桃花岛作为这片海域的天堑，小日子想要入侵大夏，就必须经过这桃花岛。楚尘计划在一旁修建一栋超级大别墅，顺带修建一个游泳池。虽然在海边，不过既然有淡水游泳池，谁会选择去海里？等这海岛建成之后，只要那9蒙子一来，估计就不想回去了。在看了下初见雏形的海岛后，楚尘便带着小芳登上一艘大船，开往海域，继续摆烂钓鱼。吕凤仙则是在旁边恭敬地陪着，顺便给他汇报着这段时间海上的一些情况。自从那小日子被全歼后，柳家就不止一次地想着偷偷出海。整个大夏海岸线很窄，能大船出海的也仅有这个地方。柳家也组织过队伍通缉过吕凤仙的大船，不过都被吕凤仙带人给杀了回去。现在的柳家也只有等那小日子来收取那金银时，才能将消息带出去。哼，只要他小日子赶来，那就别想回去了。楚尘继续甩下杆子钓他的鱼，而另一边，原本在临海城的穆雪晴见桃花岛有那么多守卫在，楚尘定然不会有危险，就一个人前往青云城了。在青云城游玩了2天后，他就准备去红浪漫赌陈清玄了。哼，这小子真是胆子越来越大，该好好教训一下了。穆雪晴刚走到红浪漫门口，就被一道熟悉的声音叫住了。师姐，找你找的好辛苦，原来你在这儿啊。好你个9蒙子，你还真来这了。哼，快说，是不是二傻子让你来的？什么二傻子让我来的？是师傅让我来找你的。此话一出，穆雪晴顿时愣住了，一个闪身就到陈清玄身前，抓起陈清玄的衣领，就将整个人提了起来。你说什么？师傅下山了，在哪里？快带我去见他。听到师傅2个字，似乎陈清玄所犯的那些天条都无所谓了。穆雪晴从小被他师傅祝留香养大，这感情就犹如亲生父亲一般。自从长大成人后，他师傅总是在外远游，有时候1年都见不上一面。此刻知道师傅下山了，更是激动不已。陈清玄不紧不慢地说起了这段时间的经历。原来这楚一将上官塔儿几人送到青云城后，这9蒙子就看上了这上官塔儿。从上官塔儿这儿得知楚尘要在这临海城开红浪漫的信息，当即就准备前往。只不过他和穆雪晴的师傅恰巧到这青云城找到了在红浪漫风流的陈清玄，正想教育一下自己这个孽徒，哪知陈清玄非要嚷着让祝留香这个师傅感受一下这里的服务。这一感受就在里面待了3天3夜，乐不思蜀。什么？你是说师傅在里面待了3天3夜？现在可能还在里面呢。听完事情的经过，穆雪晴恶狠狠地盯了一眼陈清玄。都是这二傻子做的好事，这红浪漫有什么好的？哼，等我回临海城再找你算账。想到这，穆雪晴就拂袖而去。她越想越想不通，一向定力十足的师傅怎么也能够沉迷进去？师傅一生未娶，对我们几个弟子视如己出，为什么也逃不过世俗？此刻正在红浪漫包房里面的祝留香感受到穆雪晴的气息，一咕噜就从那柔软的席梦思上爬了起来。咦，这是闺女的气息。说完，祝留香也顾不得一旁姑娘的挽留，穿上衣服就走出了红浪漫，朝着城西楚尘的宅院飞速而去。穆雪晴在红浪漫外释放出身上的气势后，就往楚尘的宅院飞去，为的就是给他师傅指引方向。莲心和邀月看到突然出现的穆雪晴，赶紧来到了他的面前。雪晴姐，你这是刚回来吗？是的，去给我做点吃的吧。莲心点了点头，就带着邀月走进了厨房。闺女，你怎么也在这青云城啊？你师弟不是说你去了那个什么临海？师傅，你终于下山了，这次什么时候回去？回去？师傅这些年一直在外云游，去过很多地方，见过许多新奇的东西。这外面的世界呀，并不比那山里差，暂时就不回去了。二人都默契的没有提起祝留香刚从红浪漫出来的事情。穆雪晴将楚尘的事情说了一遍，
祝留香听完没有多说什么，纳兰战辉可是将这楚尘吹得神乎其神，毫无瑕疵，唯一的毛病就是身边女人太多。之前祝留香还有些膈应，但经过洪浪漫的洗礼之后，他就释怀了。男人嘛，这叫本事。找个时间让我与那楚尘见个面吧。再怎么说，你也是我闺女。师傅，我这次就是想接您去那桃花仙岛的，我想您一定会喜欢那儿。哦，桃花仙岛，行，听这名字就值得老夫去一趟。二人在商量好后，穆雪晴开着楚尘留在青云城的面包车，带着祝留香朝着临海城而去。一路上，祝留香对着面包车可谓是心急的紧，一下子坐在副驾驶上，一会儿窜到后面，一会儿摸摸这儿摸摸那儿，这哪里还是一个宗师高手，纯纯的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子。此刻桃花仙岛海底，王，您这是要亲自出手对付这钓鱼佬了吗？是时候见面了。哦哟，表，你还记得我吗？此刻楚尘正在甲板上拿着鱼竿，有些无趣。特么的，我这是要空军了吗？然而楚尘不知道的是，由于桃花岛的建设需要大量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楚尘这几个月从空间取出的物品可不少，导致空间灵气消耗异常迅速，没有灵力外泄出来，海底的鱼儿自然也没往他这里聚集。正当楚尘准备收竿回桃花岛时，海底那足有5万斤的鲤鱼王一口咬下了楚尘的鱼饵。哦，楚公子上鱼了，上鱼了。哦，还不错，至少不用空军了。看本公子刚学会的乾坤大挪鱼。公子这莫不是失传已久的上古叫法？嘿嘿，区区钓鱼还不是手到擒来？就在楚尘还在得意时，殊不知海底的鲤鱼王却是足有数万斤的变异鱼种。公子小心！完了，我这是要死了吗？这下稳妥了呀！表，我们终于见面了。好家伙，深海里竟然出现了一条足有10万斤的淡水鲤，哪怕钓鱼佬使出乾坤大挪鱼，也是吃不过一回。这人灵气环绕，果然也是穿越者哦。哦哟，那就让我来看看你是不是阿表哦。先眼开。哦哟，不行了哦，表哥，饿得没力气了哦。表弟再坚持一会，我点的川西套餐马上就到了哦。嘿嘿，表哥，你稳住哦，我先吃个香蕉哦。嘿嘿，哦哟，吃饱了哦，我要发力喽。小小钓鱼佬，就这点实力，还想钓老夫？表弟小心，表哥救我！乾坤大挪鱼。表哥，表弟，你要好好活下去。表哥，表弟，你怎么了？爷完了不？这下要一起死了不？我说你们两个，我不就超时5分钟吗？这么想不开的？哦哟，这万能外卖小哥来了不？阿表，真就表哥哦，我肺活量好得很，还能坚持一阵的哦。那好吧，你再坚持一会，我马上就来救你。终于得救了哦！嘿嘿，原来是你哦，看样子你还不太会使用你的能力哦。阿表，我就帮你一把了哦。嘿嘿，公子，半晌后，楚尘才悠悠的醒来。咦，我不是掉到海里去了吗？穆姐姐，是你救了我。哼，还算你有点良心。我说你个二傻子，自己有多少斤两心里没数吗？10万斤的鱼是你能碰的？我哪知道这海里还有这种变异鱼种？咦，穆姐姐，你身后这位是谁呀？哼，
这是我师傅逍遥散人。楚晨这才仔细打量起穆雪晴身后这人，只见他身上散发着一股让人生畏的气势，这种气势他只见过两人有，一个是那大夏皇帝，再有就是眼前这位了。楚晨见过前辈，前辈大驾光临，让我这小地方蓬荜生辉。你就是楚晨？果然是长得一表人才，你所做事迹也正是大丈夫所为，难怪我这闺女看上你了。以后也别称呼前辈了，老夫楚留香，人送外号逍遥散人，日后叫我逍遥道长即可。这时楚留香注意到了另一边的小芳，当即开口道：这位姑娘是你的正妻？逍遥道长，这位是小芳，她并非正妻。实不相瞒，我这儿并没有什么正妻一说，我对我身边的每一个女人都是一样的。师傅，青莲姐姐和小芳对我都可好了。看着自己的宝贝徒弟都向着楚晨说话，楚留香不由得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楚晨有点东西啊，以一介凡人之躯，竟然能将我这宝贝徒弟拿捏得如此乖巧。几人在船舱里皆是相谈甚欢，倒是一旁的陈清玄在角落里显得很没有存在感，不停地在那里四下打量。这时一旁角落里的几瓶酒引起了陈清玄的注意，他当下也不迟疑，过去拿起酒就往楚留香走去。师傅，您老人家辛苦了，来喝点某酒。楚留香看到酒瓶，眼光顿时一亮。这瓶子他在红浪漫可没少喝，据说这玩意贵得吓人，他还是沾了自己徒弟的光，才在红浪漫白嫖了3天。清玄啊，这可是那红浪青云城所卖的那烈酒。陈清玄见自己这个师傅终于搭理自己了，当即卖弄起来。师傅，这就是这二傻子自家的酒，要多少有多少，您尽管喝，保您喝到吐。楚晨，这酒真是要多少有多少。这酒蒙子说的倒也没错，在我这酒管够，随便喝。哈哈，既然如此，那本道人就不客气了。陈清玄哪还不知道自己师傅的意思，当即带着楚留香去隔壁房间喝酒去了。我去，不愧是这酒蒙子的师傅，这十足的老酒蒙子了呀。见自己师傅走远，穆雪晴当即开口道：二傻子，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少去你那个红浪漫，留在你这桃花岛也好啊？我师傅可是食品高手哦。听闻楚留香竟然是食品高手，楚晨不由得兴奋了起来，这可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战略啊！要是能忽悠过来当看家护院，那不得屌炸天了。穆姐姐，你觉得那钓鱼好不好玩？看你钓着挺好玩的呀，经常一坐就是1天，这跟他俩有关系吗？你太不了解这钓鱼佬了。楚晨当即跟穆雪晴说起自己的计划，只要让这楚留香和陈清玄体验到上鱼的快感，他有把握能让对方上，到时候再给他们1瓶酒1包烟，他们又是武林高手，估计钓个3天3夜都没问题。两人商议好，穆雪晴就去将陈清玄和楚留香叫到了甲板上。楚晨将之前钓鱼的经过说了一番，陈清玄和楚留香都露出了好奇的神色。二傻子，你是说一开始是一头鲨鱼将你带到这桃花岛的，刚才更是被10万斤的鱼拖到了海底，却不知道怎么回事又被甩了上来。有意思，老夫倒是要来会会这里鱼王。见二人都跃跃欲试的模样，楚晨也不墨迹，当即从空间里取出了2根鱼竿递给二人，然后又给二人示范了一番。3人就这么在甲板上钓起鱼来。只不过这次鲤鱼王并没有出手，倒是楚留香二人深深的爱上了钓鱼这项运动。有这食品高手坐着我这桃花岛，这下算是彻底放心了。马山村楚家别墅内，混账东西，我可是你老子，有几个臭钱就翻脸不认人了是吧？经常嫁女儿的人都知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个七旬老汉只不过是将女儿每天吊打300次，后来为了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便把她卖给了隔壁村的秀才。如今女儿发家了，他只不过是需要区5万2白银的零花钱，竟然遭到了女儿的拒绝。混账东西，我可是你老子，你哥哥嫂嫂那房子都漏雨了，再不给他们盖个新房子，他们上哪住去？哼，你把那个婆娘都接过来了，怎么不管你老子了？真是个白眼狼！听闻自己父亲如此说，李青莲顿时声泪俱下。他刚从临海城回来没2天，没想到自己那酒鬼父亲就找上门来要钱，开口就要5万两，要是几10两他也就给了。况且这李甲成本来就是个家暴男，小时候他这个父亲喝醉酒后可没少揍他和母亲。爹，我相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况且如今他是整个马山村的支柱，这笔钱太多了，我做不了主。这里是我自己攒下的100两，您缺钱就先拿去花吧。不愧是我的好女儿啊，胳膊肘往外拐了是吧？哼，100两你看不起谁呢？还有你个婆娘，把你存的钱也给老子取来。李甲成嘴上说着不要，不过身体很实诚。接过李青莲的银钱后，还不忘恐吓了一番李青莲的母亲。跟着李甲成一路过来的儿媳妇则是不停的在一旁打圆场。哎呀，公公呀，这5万两妹妹拿着也困难，我看要不4万两就够了吧？哼，4万两就4万两，我就在这里住下了。什么时候凑齐4万两，我再回龙岩村。看着一唱一和的二人，李青莲也很是无奈。虽然楚晨给他留了一把防身的热武器，不过这李甲成毕竟是他亲爹，他还下不去手。
一旁李青莲的哥哥李大牛则是木讷地站在一旁。他虽然是个老实人，也知道自己这老爹和媳妇儿做的有些过分，胆小的他在一旁很想开口劝说，不过最终还是选择了闭口不谈。此刻临海城内的红浪漫也如期开业，有着慕容国这城主亲自坐镇，楚尘自然也乐得自在。桃花岛的建设也已经完工，当即决定驾车回马山村一趟。刚回到别墅，见到自己这老丈人也在，不用问也知道自家娘子肯定受欺负了。哎呀，是岳父大人来了呀！岳父大人进来可好啊？李甲成也知道他那夫人女儿都不待见自己，不过有这女婿待见他就够了。哎呀，贤婿，你看看我这又给你添麻烦了。说完还不忘拉了拉身后的儿子，还不快来见过你妹夫？李大牛木讷地对着楚尘行了一礼，然后呆呆地站在李老二的身后，默不作声。李青莲那嫂子反倒是来劲了，一口一个妹夫的叫唤个不停。这一操作整的楚尘浑身起鸡皮疙瘩。小婿事务繁忙，没抽出时间去看你，可不要见怪。不知岳父大人此次前来是为何事啊？贤婿呀，这次来呢，还请你可怜可怜你这大舅哥呀，这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好歹也是一家人啊，救济个几万两不过分吧？还有就是，我想把你那岳母给接回家，家里没个女人可真不行啊！听着李甲成在那絮絮叨叨说了一大通，楚尘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上次楚尘给李老二送去的那些烟酒早就被他霍霍完了，酒瓶子也被他拿去卖了100两银子。这一年倒也过得潇洒自在，只不过嗜酒如命的李甲成喝惯了楚尘给的美酒后，再和村里打的酒就有些食之无味了，就想着到这马山村找他女儿讨酒喝，哪知来了几次都被马山村村委会的大妈给拦了下来。在这些村民想来，这楚娃子可是马山村首富，他的亲戚再怎么也得骑个骡车过来吧？哪有这么寒酸的，还敢冒充是楚娃子的岳父？自从村委会成立以来，可没少遇到这种冒充楚尘亲戚的骗子。哼，小子，跟我玩还嫩了点。这臭婆娘可是你叫人来接走的，我不信你还能让她离开，这样我就能在这儿住下来了。这老家伙算盘打得真够响的。好啊，一会儿给你们点钱，让大舅哥将岳母大人接回去吧。这小子怎么不按套路出牌？李甲成一时愣在原地，不知道如何接话。真要是把刘大妹接回去，那不是又要多一张嘴吃饭吗？他哪能接受？嘿嘿，跟岳父大人开个玩笑，我这就去准备银钱喝好酒。听到这，李甲成和他的儿媳妇儿都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楚尘则是走到里屋，跟李青莲和刘大妹交谈起来。岳母大人，你说这3人该如何处置？姑爷，我那儿子是无辜的，但那李甲成和儿媳确实该死。这次让他进到马山村，以后也别想再安宁了。唉。楚尘看着刘大妹那咬牙切齿的恨意，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想法。青莲，你说呢？该怎么办？相公，我这辈子就你和母亲2个亲人。李青莲说完便不再说话。楚尘当下会意，于是楚尘走出房间，从空间取出一些银钱和高度白酒放到车里。李甲成则是屁颠屁颠的跟了过来，凑到了楚尘身边。贤婿呀，我见你这马山村不时有大马车进出，贤婿是做那经营生意的吧？哦，岳父是如何知晓的？贤婿呀，那日我来这马山村口闲逛，偷偷看到那马车上遗漏下来的物资。不过你放心，这事只有我一人知晓，包括你大舅哥都不知。贤婿，这贩卖精盐可是大罪，还好是我看到，如若被那有心人看见，给告到官府，那这后果……威胁到老子头上了，真是找死！哎呀，还得是我岳父大人，要是换做别人，这事情不早就给败露了出去。那可不，谁叫我是你岳父呢？放心，这个秘密我会带到棺材里面去的。李甲成这次算是彻底惹恼了楚尘。很快，楚尘就将一行3人送回了龙烟村。只不过原本准备的酒里面被楚尘加了点药物。那啥，岳父大人，突然想起来有东西忘了拿了，要不让大舅哥跟我一起回去？李甲成自认楚尘有把柄在自己手中，满不在意的就同意了。李大牛本就是老实胆小的性格，自然不会多说什么。至于他那媳妇儿，巴不得楚尘快点离开，他好数下钱，对不对？楚尘将李大牛带回别墅，又以天色太晚为由将其留了下来。此刻龙岩村的李甲成正在那喝酒，渐渐的就有些喝高了。见自己那儿子久久没有回来，在酒精的刺激下，拉着他那儿媳在那喝酒。等到第2日，李大牛回到龙岩村时，他家门口早已围满了村民。走进去，却是见到2具光溜溜的东西。爹呀，你这辈子就给这酒害了。村子里的人每100年就会得一次瘟疫，病人症状无一不是口吐虫子，方圆10里的大夫纷纷不敢靠近。然而就在村民们快绝望时，楚尘竟然选择只身前往。楚娃子，听说那黑岩城那边的一个村庄闹瘟疫了，现在都没有郎中敢进，你这经常在外跑，记得离那黑岩城远点。黑岩城，这名字有点耳熟啊。莲心，你这是怎么了？没受伤吧？公子，我没事。敢问楚二叔，
你说的那个村庄可是异温村？好像是叫这么一个名字。丫头，你问这个做什么？还请公子允许莲心去一趟这异温村。楚尘和楚大壮皆听得有些摸不着头脑。经过一番打听后才知道，原来这妖月和莲心家住着黑岩城的异温村。这个村子以前并不叫这名字，只不过村子每100年定会闹上一次瘟疫，周边的村子都说这是一片被诅咒的土地，久而久之便有人叫这为瘟疫村。不过由于名字太过骇人，官府才下令将其改为异温村。公子，我和姐姐从小就被送到宫中，已有10数年未见过家母了。如今村中更是闹瘟疫，还请公子准许我回去探望一番。本公子也没将你们关起来啊，想探望就回去探望呗，只不过当下并不是时候。一旁的莲心以为楚尘是在害怕瘟疫，他本也是打算只身前往，连他那留在青云城的姐姐妖月也没打算告诉他并不想连累楚尘和妖月。莲心从不敢奢求公子前往，我自己回家看看家中老母即可，公子无需犯险。你这瞎说什么啊？你去能解决问题吗？要是出了什么事，你姐姐怎么办？你可是本公子的人，我还能让你家人受委屈了不成？我去那异温村看看。莲心被楚尘霸气的话语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和妖月本就是2个小小的宫女，没成想跟了楚尘以后，楚尘不仅对二女以礼相待，脏活累活也从没让二女做过，如今更是要为了他们的家人以身试血，本能的就想拒绝楚尘的好意，只不过楚尘没给他机会，当即收拾好行装就和莲心开着车往异温村驶去。楚尘刚到村口就被2个官兵拦了下来，楚尘有些无奈，他这车每次在陌生的地方都会被拦下来问话，在楚尘拿出周世勋的令牌后，官兵自然不敢阻拦，临行前还不忘叮嘱楚尘注意安全。很快楚尘和莲心就进入了异温村，入眼之处全是一片狼藉，地上熙熙攘攘躺着一些村民，边上还有人在那哭泣，看得楚尘有些不忍。说实话，在这古代他并不怕什么瘟疫，这年代还没有那么无聊的人去研究病毒用来害人，大多数病症放在现代都不算什么。再说楚尘空间里面的药物可不少，在莲心的带领下，楚尘在一间破败的民房前停了下来。莲心的母亲花无缺看到这么一个钢铁巨物，顿时一惊，不过在看到楚尘和莲心下车后，他才松了一口气，当即开口道：二位贵人，我们这异温村最近不太平，要是没什么事的话，还是赶紧离开吧。娘，你看看我，我是莲心啊。说完，莲心就扑上去抱住了花无缺，花无缺这才认出这是自己女儿，两母女就这么哭作一团。星儿啊，你和月儿在宫里过得还好吗？这位公子又是何人？我听官差说进宫后就不能出来了，你这该不会是……娘，不是您想的那样，这位是我家公子楚尘，陛下已经将我和姐姐赐予楚公子了，楚公子对我俩可好了，您就放心好了。娘，这次的瘟疫您没事吧？听闻自家女儿没有受苦，花无缺也安下心来，当即将异温村的情况给说了出来。原来这所谓的瘟疫只不过是肚子里的长虫，也就是所谓的蛔虫，由于没有特效药，很多村民都被活活疼死的。究其原因，还是这个村子的人常年喝生水导致的。这病我能治，劳烦岳母大人带我去县太爷那里去一趟。什么？姑爷能治这瘟疫？说完，花无缺便带着楚尘往县衙走去。刚走到村口，楚尘便被一华服女子吸引了目光。别人对这个村的村民都是避之不及，他却敢如此靠近病人。不待楚尘发问，一旁的花无缺倒是先开口了：姑爷呀，这姑娘是我们县衙的捕头刘思若，县里的郎中都不敢来我们村，害怕传染，也就这刘捕头敢来我们村子了。说完，花无缺就走上前去跟刘思若聊了起来。期间，刘思若还不停地看向一旁的楚尘。你说你能治疗这村子里的瘟疫，此话当真？姑娘真是看不起在下，你尽管带我去见你们县太爷就行了。看着这么年轻的楚尘，刘思若自然是不信他能治，不过为了村里的村民，他还是想赌一把。哼，姑且信你一回，你也知道我是干啥的吧？要是让我发现你就是个江湖骗子，本小姐非要你好看。哼，行了，你来治吧。不是应该先去见你们县太爷吗？哼，村民们还等着救命呢，先治完再把你送到县衙里去。特么的，这小妞是把我当做犯人了。楚尘拿出早已从空间里面准备好的宝塔糖，递给了刘思若。把这药发给村民们吃了吧，不出3日自然会见效。刘思若无疑的看了楚尘一眼，当下就拿起一颗宝塔糖吃了起来。咦，还挺好吃的，这能治病？那个小姐姐，你干什么？这不是给你吃的。哼，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下毒？我先试试怎么了？楚尘没想到这女人表面上看起来凶巴巴的，内心却如此善良，不由得暗自腹诽。特么的，有你这么嗜毒的，真要下毒，你这小命不就没了？半晌后，花无缺发现身体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当即便将宝塔糖发放给了村民，随后带着楚尘来到了县衙。思若呀，你是说这村民已经吃过这楚公子的神药了？是的，岳大人，这楚公子说不出3日便会见效，这3日就由我来盯着他。岳不群见楚尘如此年轻，也不由得有些犯嘀咕，
当下算是默认了刘思若的提议。对此，楚晨虽然有些不爽，不过倒也没多说什么。这就好比有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告诉你他能治疗癌症，换做谁都不会信。虽然楚晨可以拿出皇帝赐予他的令牌，不过他并不喜欢别人那种恭维的表情。转眼3天就过去了，村里的村民有的在第2天就开始上吐下泻，将蛔虫排了出去。眼见效果显著，刘思若对楚晨的态度也比之前好了不少。虽然还有部分村民还没反应，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楚晨给的神药确实有效。不好了，刘捕头，那刘家村发生了一起命案，您快过去看看吧。什么？赶紧带我去现场！一个双手被反绑砍了30多刀的无头男尸，却被前来查案的捕快说成是自杀，只因这个捕头破案全靠瞎猜，逮着谁就是谁。然而就在今日，打更人胡老爹在巷口发现寡妇赵春花惨死街头，没想到却被这个捕快当作凶手。这赵春花大半夜的怎么会死在那胡同里？肯定是这胡汉三干的，他就是杀人凶手。刚走到这儿的楚晨和刘思若正好目睹了这一幕。天哪，这赵春花究竟是得罪谁了？居然要闹到杀人的地步！切，这个毒舌妇得罪的人还少吗？隔壁几条街的人都被他骂遍了，连他小儿子都被骂得离家出走了。我看想他死的人多了去了。楚晨缓缓走了过去，此刻的赵春花眼睛瞪得大大的，侧卧斜躺在地上，旁边地上还有一块板砖。看来这就是凶器了。你是谁啊？谁让你靠近现场的？在下楚晨，人送外号名侦探。你就一名侦探的，在这瞎嚷嚷什么？会办案吗？行了，楚晨，这可是命案，你别在这添乱子了。赵小宝，仵作来了吗？已经派人去请了。刘捕头，您先坐着别急，应该很快就会来了。无事献殷勤，这黄鼠狼的尾巴都伸这么直了。刘捕头，你可要小心呐！听到楚晨这话，刘思若露出一丝不悦的神情。赵小宝在一旁恨得牙痒痒，心里把楚晨户口本上的亲戚问候了个遍。仵作不来，你就什么都不做吗？赵小宝不由得低下了头，他自己心里清楚，即便是仵作来了也没用，他破案靠的不是推理，而是运气。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粗布衣长的丽人出现了。当他看到死去的赵春花时，立刻悲呛大哭起来。娘啊，娘，你怎么就这么去了？究竟是哪个天杀的害了你啊？原来她就是赵春花的儿媳妇秀娘。赵小宝连忙拦住了她，不让她靠近。左邻右舍们也纷纷安慰个不停，看得出来这个秀娘的人缘还不错。这时围观的人议论得更凶了，大多数都是说破案是没可能了，指望这帮捕快抓凶手，还不如指望凶手良心发现，自己去自首。看着一阵头大的刘思若，楚晨不由有些恶趣味的开口道：刘捕头，我有个提议跟你商量一下好吗？保证对你我都有好处。什么提议？快说。这个案子我来帮你破，只收取你20两辛苦费，你看怎么样？切，得了吧，本捕头不感兴趣。待会仵作来验了尸，我自然会查，用不着你这种江湖骗子浪费纳税人的钱。刘捕头，你还是太年轻了呀！说到浪费纳税人的钱，我怎么也比不上你旁边的垃圾吧？你别误会，我不是指赵小宝一个，我的意思是，在座的捕快都是垃圾，包括正在赶来的那个仵作。我刚可是听下面的村民说了，那个仵作老眼昏花，还是个酒葫芦。他喝了酒能把男尸当成花姑娘来验，你还指望他能给你什么有用的线索吗？周围的群众听到后也是一阵苦笑。刘思若神情有些恼怒，他刚才一直在思考这个案子，没注意听下面的人在议论什么。他刚被派遣下来没几天，刚解决了艺文村的瘟疫问题，没想到又遇到牛家村这档子事。你们猜究竟谁会是凶手啊？喂，都别瞎猜啊！赵小宝他们破案可都是靠瞎猜的，逮着谁是谁，咱们可千万别乱说，害了别人啊！那赵小宝刚才不是说赵春花是自杀的吗？上次那个双手被反绑砍了30多刀的无头男尸，他们不也是说别人是自杀的吗？我看就这样结案得了。听着下面村民的议论声，刘思若顿感头疼。30两，要是你能帮我破案，我就帮你申请30两的赏银。说完，刘思若就掏了一锭银子出来，楚晨一把就接了过去。光说没用，先给我露一手出来瞧瞧。没问题。楚晨先让刘思若驱散了围观的人群，毕竟这杀人凶手可能就在其中，然后便开始分析起这个案件。死者是被一旁的板砖砸死的，从伤口的方位跟血迹来判断，凶手是个左撇子。哼，这点我早就看出来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嘿嘿，刘捕头果然有2把刷子嘛。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块砖头原本就是在这里的呢？刘思若有些恼火，楚晨这循序渐进的问话方式，本能的让他感到不爽。我当然注意到了，这块砖头就是从墙角这堆砖头里面随便拿的，那又怎样？这就说明凶手来的时候并没有携带凶器啊，这至少说明凶手来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杀赵春花的。刘思若这才明白过来楚晨的意思，不由得暗暗点了点头。哼，想不到你还有点小聪明吗？你看这赵春花双手微曲，显然是抓过什么东西的，但我更觉得她这是跟凶手发生过扭打。听到这里，刘思若眼睛都直了。你凭什么这么认为？你看他倒下的方向。刘思若看了眼侧卧倒在地上的赵春花，一脸茫然。这又能说明什么？你想想，如果我现在用砖头砸你，你会怎么样？哼，
我会一刀砍死你。美女，我是在跟你讨论案情，好不好？麻烦你思路端正点，好吧？刘诗若仍然猜不出话里的意思，他办过的案子很少，而且都是给人打副手。验尸、推理死因更不是他的强项，那都是仵作来完成的。他能当上这长安城的捕头，主要还是因为他有背景，县衙里的捕快多少都知道他的身份，对他更是各种拍马屁。只不过他还是阅历太浅，还以为是自己的本事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此刻楚晨的连续发问，让他下不来台的同时，也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那你说会怎么样吗？你想啊，一个人的额头从正面遭受重击，他会朝什么方向倒？会朝后倒。对，应该朝后倒才对。总算还不是太笨，这个赵春花却没有朝后倒，说明当时他是死死的抓住了凶手做依靠的。而且从他身边的人对他的印象评价来看，以他的泼辣性格，我觉得很可能还是他先动的手。凶手是急于脱身，所以才会抓起砖头砸了他，然后将他甩开，让他侧面摔在了地上。有道理。我现在发现你真的好聪明哦，你比我师傅还心细缜密。不过他手掌虎口上的划伤是怎么来的，我暂时就看不出来了。看不出来就算了嘛，这道伤这么小，能有什么用？说不定是他不小心弄伤的呢。当然也有这可能，但是查案的时候却不能是这种态度，因为有时候越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越有可能是破案的关键。小子不错嘛，说的有板有眼的。就在这时，一个喝得醉醺醺的老头跌跌撞撞的来到了现场。在哪呢？尸体在哪呢？你特么搞什么鬼？每次验尸都特么喝得跟条醉狗似的。今天是新来的刘捕头第一次办案，给老子走点心，别让他身旁的小白脸抢了风头，知道不？仵作没有多言，摇摇晃晃的朝着楚晨那边走去。哎呀，厉害了，我的哥！老夫验尸术实在，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有站着死的哦。他本是镇子上的泼辣寡妇，周围的街坊邻居都纷纷被他骂了个遍，不仅骂死了大儿子，如今连小儿子也被骂得离家出走，剩下一个大儿媳妇在家也天天受他辱骂。只不过今天他再也骂不出口了，因为他竟然死在了经常路过的一个巷子。楚晨，你觉得杀害赵春花的凶手会是谁？我说捕头姐姐，你当我是神仙呢？掐指一算就知道了。不过这下你知道你手下那帮子人没什么用了吧？想起那醉酒的仵作以及赵小宝那靠运气破案的手法，刘思若不由得一阵头疼。他不禁把希望都寄托在了楚晨身上。楚晨不仅能拿出治疗瘟疫的神药，从刚才的表现来看，无疑还是一个破案高手。光推出作案经过可是没什么用的，要等破案了才能给你剩下的钱。这个案子你到底有什么头绪没有？真当小爷我差你这几个钱吗？当然有了，刚才我可是打听到一个惊爆消息。快说来听听。原来这个赵春花前几日曾怀疑自己大儿媳跟外人私通，到处找人打听消息，嚷着要去捉奸。楚晨刚说完，一旁跟上来的赵小宝当即一拍大腿。我知道了，一定是秀娘的奸夫来幽会秀娘，被赵春花逮了个正着，所以赵春花便跟那奸夫拼命。奸夫怕事情败露，于是就狠下杀手，要了赵春花的命。哼，要是真这么简单就能破案，那还要咱们捕快干嘛？是，我随口瞎猜的，你们别当真啊。干嘛不当真？我觉得这赵小宝说的没错，或许事情就这么简单哦。刘思若一愣，赵小宝自己也呆住了。他没想到这次居然被他给蒙对了，这让赵小宝意外之余又惊喜过望。要是真相真的如自己所料，那岂不是可以在刘思若面前怒刷一把成就感吗？所以咱们现在的精力就集中调查秀娘。赵小宝，你安排人手去查查这个秀娘的底细，看看她周围的人对她是什么印象，有没有人知道她跟什么男人走得特别近。记住，绝不能漏过一个可疑之人。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二位捕头，赵春花的小儿子徐长青回家给他办后事了，你们要不要去看看？这徐长青便是赵春花的小儿子，3年前因为忍受不了赵春花没日没夜的责骂，便搬出了家门。据周围邻居所讲，徐长青3年来从未回过家，既不跟赵春花联系，跟邻居们也都没什么来往。徐长青这人我知道啊，他经常在天桥给人代写书信卖字画，原来他就是赵春花的儿子啊。走，看看去。北星巷，当楚晨一行人来到灵堂时，徐长青跟秀娘正跪在灵堂前给赵春花烧纸钱。见到刘思若，徐长青跟秀娘连忙起身谢，可能是跪得太久了，本就柔弱的秀娘腿一麻，差点摔倒。徐长青连忙将她扶好。刘捕头，你一定要给我娘做主，讨回公道啊！相比较秀娘的哭诉，徐长青反倒是显得平静得多。秀娘，你别这样，我相信刘捕头肯定会缉拿凶手，不会让他逍遥法外的。这是自然，在本捕头面前，任何凶手都无处藏身。闻言，
秀娘跟徐长卿又是连忙道谢，只不过楚晨的目光却渐渐变得深沉起来。从赵春花家里出来后，楚晨、刘思若、赵小宝三人走在路上。哎，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秀娘怎么表现的比这赵春花的亲儿子还要伤心的多？自从刚才得到楚晨的肯定之后，赵小宝这次算是真的走心了。连你都发现了呀，我也正觉得奇怪呢。虽然赵春花尖酸刻薄，但毕竟是亲儿子，怎么反而比不上一个守寡的儿媳妇呢？没什么可奇怪的，要知道贼喊抓贼的时候，也是看起来比好人还好人的。你是说那个秀娘是故意装出来的？我可没这么说哦，我只是说有这个可能而已。毕竟案子一天没破，那就每个人都嫌疑。切，说了等于没说。忽然，楚晨的眼珠转了转，盯着刘思若，很肉麻的叫了一声：“思若。”刘思若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喂，你别叫的这么亲热，我跟你不熟好吧？就是，我警告你别多想。你知道咱们刘捕头是什么来头吗？低调，低调。一个小丫头片子能当上捕头，傻子都能看得出来的不小了，还装什么低调？这时，楚晨的脚看似无意的绊了刘思若一下，刘思若一个趔趄，眼看就要摔倒，楚晨连忙出手扶住了他。对不起，对不起，一时没注意，你没事吧？刘思若脸一红，连忙挣开楚晨的手掌。我没事。没错，这才是该有的正常反应嘛。一旁的刘思若跟赵小宝都愣住了，不明白楚晨在发什么神经。你们仔细回忆一下刚才秀娘跟徐长卿的反应，秀娘起身的时候没站稳，那个徐长卿便很自然的扶了秀娘一下，对不对？男女本就授受不亲，更何况还是独属寡嫂，那就更应该格外自重才对。可那个秀娘却完全没有一点惊慌失措的反应，甚至脸都没红一下。而且就连称呼的时候都没有尊称嫂嫂，直接叫秀娘。结果秀娘还没有反对。要知道，当初秀娘嫁过来没2个月，相公就死了。这徐长卿搬出去了3年都没回来。按道理说，他们2个应该是没什么交情才对，不是吗？可为什么却看起来这么融洽，甚至还有那么点隐晦不清的暧昧呢？对哦，刚才你跟刘捕头之间的反应才是正常的。我靠，要是真的，那这剧情还真是见了我一脸狗血哦。哼，差点就让你给骗了。说，刚才是不是你故意扮的我？我承认，但是我也服了你啊，你也不吃亏，对吧？臭小子，我杀了你！我擦泪，谋杀亲夫啊！帮我照顾好我七舅老爷。入夜，赵春花的院墙外，楚晨三人偷偷地趴在墙头注视着里面的动静。此刻，里面的堂屋里，徐长卿跟秀娘正坐在桌前吃饭，2个人的表情都很凝重。等了许久也没有动静，夜里风冷，赵小宝忍不住搓了搓手。搞什么鬼？吃个饭吃这么久，等了半天还不来大场面，耍我呢吧？瞧你那色样，污得跟个鬼似的，小心遭雷劈啊！你别乱说，我这是为了办案，好吧？装个毛线！秀娘，我以后就搬回来住了。徐长卿有些紧张，欲言又止，嘴角抖了好几下，终于还是忍住了。他夹了一块炒肉放到了秀娘的碗里。多吃点，你也忙了一整天了，别把自己累坏了。这徐长卿果然是左撇子。母亲活着的时候，儿子一次也不回家，如今母亲被人杀害了，离家出走的儿子却回来了。不仅如此，还跟他那守寡多年的嫂嫂眉来眼去。此刻院子外围墙上的楚晨三人看着眉来眼去的叔嫂2人，顿时眼睛都快冒出光来。靠，这样亲密还不是有奸情？怎么样，我没冤枉他们吧？在我的火眼金睛下，任何牛鬼蛇神都无所遁形。你就嘚瑟吧你！哎，待会我打头阵，我保证将这对奸夫淫妇一举拿下，你们就瞧好了。得了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花花肠子，你不就是想进去大饱眼福吗？装什么纯洁？赵小宝不由得脸一红。等了半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徐长卿跟秀娘却是分房而睡，3人皆是看得有些发懵。这俩人咋不跟着剧情走呢？现在怎么办？没办法了，只能你来创造机会了。楚晨当即跟刘思若小声嘀咕了几句，刘思若听完后则是满脸的无语。你这样也太缺德了吧？那你还想不想破案了？想到破案，刘思若还是一咬牙答应了下来。此刻的秀娘刚回到房中，看着空荡荡的房间，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她是个苦命的人，因为家里穷，被卖来给顾家体弱多病的大儿子冲洗。结果刚嫁过来没2个月，那个病秧子丈夫就死了，连洞房都没有过就守了寡。丈夫死后，赵春花对她的态度越发恶劣，说是她克死了自己的儿子，平日里也是百般刁难，而她只能默默的忍受。现在赵春花死了，她虽然不用再受赵春花欺负，可是她却并不觉得有多高兴。然而就在她正准备上床休息时，她忽然看到窗外有一个熟悉的影子，竟然是那令她闻风丧胆之人赵春花。你别再找我了，你放过我吧！听到秀娘的尖叫，徐长卿急忙冲了进来。秀娘，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此刻的秀娘显然已经吓坏了，也顾不得那么多，一头扑在了徐长卿的怀里。长卿，我刚才看到
你娘了！徐长卿脸色骤变，一脸惊骇的四下打望了一番。不会的，不会的，一定是你看错了，不可能的，你别自己吓自己了。长卿，我真的很怕。别怕，有我在，没事的，没事的。这句话又何尝不是对徐长卿自己说的？在古代，他这种情况就是被视为不孝。就在二人的情绪刚刚平复了一些时，一个声音骤然响起：什么没事？事情可大发了！哇哇哇！3更半夜，叔嫂同房，衣不蔽体，搂搂抱抱，你们这是要搞事情啊？怎么样，二位，咱们好好聊聊吧。突然传出的声音令徐长卿跟秀娘有些脸色惨白。徐长卿，你也是个读书人，我想你应该知道勾引大嫂，按照大夏律会是个什么后果，你也知道吧？徐长卿当然知道。按照大夏律，与未被休的有夫之妇游人便是通奸，宗族有权将他们进猪笼，官府也不予追究。即使是送交官府办理，按照大夏律，那也要杖责100，次字情面发配边关3000里，50年不得还家。秀娘虽然丈夫已死，但是因为婆婆赵春花不肯出去休书，所以从律法上来讲，她一辈子都是有相公的人，不得改嫁。这徐长卿跟秀娘有染，就等同于通奸。听到楚尘的话语，徐长卿跟秀娘大骇，秀娘无助的在一旁掩面痛哭，徐长卿则是急声道：大人，我们是清白的，我们绝没有做过你们想的那种苟且之事。是吗？你猜我信不信呢？赵捕头，毁人清誉等于取人性命，你做人可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听到这话，赵小宝不禁有些火了。良心？老子就是要对得起作为一名捕头的良心，所以才会大半夜的在院墙外喝西北风，也要来抓你。妈的，都被捉奸在床了，还跟老子嘴硬！哼，像你这种斯文败类都不用审了，我敢拿自己的人头打赌，你娘就是你杀的！听到赵小宝这愣头青一样的发言，楚尘一阵无语。赵小宝，我丢你奶奶个腿，有你压得这么深暗的吗？现在还是证据不足好吧 ？MDZZ。果然，赵小宝此言一出，徐长卿跟秀娘浑身一震，徐长卿当即惊呼道：大人，冤枉啊！天大的冤枉啊！我娘虽然刻薄，但毕竟是我的亲娘，我为什么要杀她？哼，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跟秀娘有染，你娘不同意，所以你们就狠下杀手了。你娘一死，秀娘就不用等赵春花的休书了，那你就可以跟秀娘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喽。好一对丧心病狂的狗男女！哼，我呸！赵小宝，你休要含血喷人！我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奈何不了你。但是你若是恶意栽赃，草菅人命，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特喵的，我看你就是找打。赵小宝，你给我闭嘴！哼，再说话，把你舌头割下来！徐长卿，刚才的情形大家都看见了，究竟怎么回事？你自己说吧。徐长卿看了一眼早已哭作泪人的秀娘，我跟秀娘很早就相爱了。原来早在几年前，这徐长卿便与这秀娘相爱了。只不过秀娘的爹却要50两的聘礼，徐长卿拿不出钱，便找到了赵春花。赵春花在见过秀娘后也觉得很满意，当即就点头答应了。只不过赵春花转头就找了个借口将徐长卿给骗出去求了半年的学。等徐长卿回来时，秀娘却被嫁给他哥冲喜了。听到这，楚尘3人的眼珠都差点掉出来。这赵春花的脑子进水了吧？你接着说。我一怒之下跟我娘大吵了一架。我娘虽然泼辣，但是她心疼我哥，硬是不肯退让。还说我要是敢再闹，就跟我断绝母子关系。我这样每天对着秀娘，简直生不如死。我跟我哥的感情很好，他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是我娘硬逼着他娶的秀娘。有一天，他把我叫到病床上，将一封休书交给我。他说他时日无多了，等他走了，就让我拿着休书娶秀娘。后来没过多久，我哥就去了。等我拿着休书跟我娘说起时，我娘将我们痛骂了一顿，说是我们咒死了我哥。他撕了休书，把我赶出了家门，不让我跟秀娘见面，也不许秀娘改嫁，每天对她非打即骂。就这样，我们苦熬了2年半。偶尔我们会偷偷见面，但都是瞒着我娘的。前几天秀娘来找我时，不小心被我娘盯上了，幸好秀娘及时发现了，没有来找我。可回到家里，我娘心有不甘，便对她又打又骂，逼问奸夫是谁。楚尘算是明白过来了，原来就是因为这件事，所以赵春花才会来调查奸夫的。可惜到头来奸夫没查到，他自己却丢了性命。我跟秀娘虽然真心相爱，但是我们也是有廉耻的人。她是我名义上的嫂嫂，我徐长卿好歹也是读书人，名不正言不顺，我绝不会做你们想的那种苟且之事，更不可能丧心病狂的对我娘狠下杀手。这隔壁就是赵春花的房吗？哦，那一晚赵春花出去，你就一点察觉都没有？她经常都会夜里出去的，我都习惯了，哪还会注意？什么？她经常夜里出去吗？是的，从1年前开始，她就这样了，经常夜里出门，有时候去就回，有时候则要1-2个时辰才回。我也不敢多问，
就一直当不知道好了。楚晨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要是秀娘说的是真的，那这里面可就大有文章了。要知道，在古代这种风气下，一个妇道人家，特别还是个寡妇，半夜出门，要是被人看到，那可是很容易招人说闲话的。在问完话后，楚晨几人便回到了府衙。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先派人盯住他们俩。哼，我看就是那徐长卿干的。瞎说什么？你有证据吗？证据多简单啊！你把他交给我，在我那刑房享受几天我的服务，我保证把证据交到你手里。闭嘴！我告诉你，我不管你们以前是怎么办案的，但是现在我来了，那就绝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屈打成招这种手段，以后绝不许用。好，你说什么都好，我都听你的。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说一个女人经常3更半夜的出去，她最有可能是去做什么？刘思若苦苦思考良久，也想不出什么合理的解释。倒是赵小宝先开口了，还能干什么？肯定是偷人呗，难不成还是去尿尿啊？哈哈哈！听到赵小宝这粗鄙的话语，刘思若有些恼羞成怒，抬起手就准备给赵小宝一巴掌。别，我开玩笑的，嘿嘿，开玩笑的。那啥，赵小宝说的这事很有可能哦。一个守寡20年的女人，她会不想男人吗？对，就是这个道理。陈哥，我跟你说，其实我早就看透了，这女人呐，都是外表纯洁，内心闷骚，一个个骨子里比男人还好。不等赵小宝说完，刘思若一巴掌就将他扇飞了出去。滚！也许我们一开始就错了，认为这是仇杀，把目标对准了跟赵春花有过节的人，甚至一心只想着抓秀娘的奸夫，以至于忽略了赵春花那晚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偏僻拐角。他根本就不是要去抓秀娘的情人，而是去见自己的情人。所以这赵春花自己受不了寂寞，红杏出墙，却狠心拆散自己的儿子跟秀娘，让秀娘守一辈子寡。哼，好个不正经的老女人，把我们女人的脸都丢干净了。那个，我能插个嘴吗？说。赵小宝吓得浑身一抖。可是据我们这几天的调查所知，这个赵春花连隔壁几条街的人都骂遍了，泼辣程度简直令人发指。就她那个样子，跟个母夜叉似的，还一大把年纪了，这样的女人，谁还会要她呀？刘思若想了想，对哦，这不科学啊。破锅自有破锅盖，和尚自有尼姑爱。世界这么大，还怕没几个重口味的吗？陈哥说的有道理。这样的泼妇肯定不是什么抢手货，看上她的男人肯定也是一条万年单身狗，所以才会饥不择食。她没钱，长得丑，稍微有点拽的女人都不会正眼瞧她，而且她的为人一定很猥琐，思想很污，有暴力倾向，性格变态且没有朋友。赵小宝正认真地听着楚晨的案情分析，但是却发现楚晨跟刘思若的目光不自觉地望向了自己。喂，你们什么意思？就算我是单身狗，我也是条有原则的单身狗，好吧？你们真是太伤我自尊了。嗨，别误会，我们没别的意思哈，我就是想提醒你，你在调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说的这种人。这怎么查嘛？那里几条街那么多人，难不成我到处抓人去问你是赵春花的奸夫吗？你就不会动脑子吗？你就专门去查那些跟赵春花没什么过节，又符合我描述的那种男人，不就能查出来了吗？对哦，陈哥，还是你聪明，我马上就带兄弟们去查。我怎么总感觉你这猜想不靠谱呢？这太扯了吧！破案都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世上只有1%的案子是一次假设推理就顺利破获的，剩下的99%都是经过几次甚至上百上千次假设才破获的。千万不要因为一次假设失败就不敢再大胆假设，那样你能破的案子就只有那可怜的1%了。刘思若琢磨了好一阵楚晨的话后，突然眼前一亮。你说的对，破案不怕失败，那才是一个好捕头该有的心态。刘思若看了一眼楚晨，小子，等这次破了案，我请你吃饭。第二天，赵小宝带着调查回来的警官，3个人又聚在了一起。当楚晨看到赵小宝调查得出的名单时，其中一个名字立刻引起了楚晨的注意。没错，肯定就是他！快，你们马上带人去把他抓起来。入夜，黑岩城经过繁华的夜生活之后，渐渐的归于了平静，几乎所有人都已进入了梦乡。打更人胡汉三则是带着他的铜锣开始了日常的巡街。古代的打更是个苦差事，这时候的人们没有手表手机，掌握时间就全靠打更人了。每个时辰必须打一次更，人们也都根据打更人的时间来安排自己该做什么。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子时到了。胡汉三在巡视到北新巷的时候，后背不由得有些发凉。想到死在这的赵春花，胡汉三不由得咽了一下口水，壮着胆子朝那个阴暗的拐角走去。快到拐角的时候，胡老爹忙扯起嗓子大声喊了起来，他想用这种高声替自己壮胆。就在这时，念完时辰的胡汉三看到了令他毛骨悚然的一幕，一屁股就跌坐在了地上。只见前方有个和赵春花一模一样的人影缓缓向他走去。你别过来，别过来！我这才死了几天啊，你就把我给忘了吗？赵春花，冤有头，债有主，要怪只能怪你自己，是你逼我杀你的，我，救命啊！就在胡汉三站起来准备逃跑时，冲出来了几名捕快，拦住了他的去路。
楚尘几人自然也在其中。见到这情形，胡汉三的脑子一下就有些短路了。跑什么跑？胡汉三，人家赵春花好歹也是你的老相好，现在死了你不给个交代，这说不过去吧？这时，在一旁扮演赵春花的刘思若也先认了身上的假面。就是本捕头不惜自毁形象扮演女鬼，就是为了将你绳之以法。胡汉三，事到如今还不速速招来？胡汉三的心跳个不停，现在他总算是明白发生什么事了。他虽然很想狡辩，可是刚才他自己那番话被这么多人都听了去，也没法耐着。好你个胡汉三，看来我前2集的时候还真没冤枉你，连赵春花都下得去手，真有你的！胡说，我根本就不喜欢赵春花，我。最终，胡汉三坦白了他的罪行。原来当初胡汉三是因为欠了赌场的钱，由于逾期遭到了暴力催收，不得已之下才想到去勾搭赵春花。他本就是为了从赵春花这里骗点钱还债，可赵春花哪知道这些，还以为自己老树开花，迎来了人生的第2春呢。胡汉三找他借钱，他也没有多想。毕竟人都给胡汉三了，再给点钱也不算什么。可是后来胡汉三越借越多，他就感觉不对劲了，两个人开始有了矛盾。虽然磕磕碰碰不断，但也都将就着没有翻脸。直到后来，胡汉三欠的债越来越多，他开始铤而走险的偷起赵春花的首饰来，赵春花这才跟他闹翻了。可胡汉三死不承认偷了他的东西，赵春花就开始跟他闹。每次他打更经过这里的时候，赵春花就会趁着没人去找他还钱。胡汉三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不承认也不还。于是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深。就在几天前，赵春花在这个拐角堵住了胡汉三。这次失去耐心的赵春花不跟他客气，说不还钱就去报官，大不了跟他鱼死网破，让他以后连打更的差事都做不下去。胡汉三被逼得没办法，只好答应过段时间还他。可赵春花不依，非要他马上还，两个人你来我往的，就这样吵上了。吵着吵着，赵春花脾气一上来就动了手。情急之下的胡汉三抄起一旁的砖头砸向了赵春花，谁知失手将赵春花杀害。正准备逃跑的胡汉三好巧不巧的撞上了路过这里的赵小宝，胡汉三彻底崩溃了。我不是故意的，谁知道他就这么……大人，你相信我，我真不是故意杀他的。案子总算水落石出，楚尘刚告别刘思若和赵小宝，怀里的对讲机就响了起来。楚娃子，不好了，出事了！你家青莲从厂子下班回来的路上碰到了柳家派来的刺客。青莲，她死了。青莲，对不起，相公，家里已经没粮了，我这就去村长家干活，换点粮食回来。厨房里面有阿飘，我知道你一直嫌弃我瘦小不能干活，卖了也好，也能让你吃几天饱饭。不过你以后别这么奢侈了。原来在相公眼里，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阿彪，不要灰心哦，你也许还能救他哦。你是谁？我在你的空间里哦，你进来就能看到我了。上次在海边，谢谢你救了我表哥。原来是你，请问有什么方法能让青莲起死回生？你这空间具备穿梭异世界的能力哦，也许在那边你能找到解救你老婆的方法。真的吗？只不过在那个世界，你的记忆会被完全封锁，你还要去吗？去，我一定要救青莲。那好吧，我来助你一臂之力。